穿越斗罗，我和水冰儿日夜双修，只因我觉醒了黑暗圣龙和邪火凤凰武魂。我体内的邪火需要水冰儿进行压制。当初我觉醒武魂的那一刻，震撼全大陆。我拒绝了弗兰德画的大佬，毅然加入武魂殿。如今刚满18岁，就已经成就魂王境界，轻松碾压所谓的史莱克的黄金一代。从强取水冰儿开始，我的邪火开始进化，武魂也跟着蜕变。极品火凤凰将踏平史莱克，镇压海神岛，就此踏上一条横推斗罗的无敌之路。星斗大森林内围，我费了9牛2虎之力，总算是把一只火青鸾魂环吸收完毕。身后裹挟着邪火的凤凰虚影冲天而起。老师青鸾斗罗一脸惊喜：小妍，你果然没让我失望。万年第4环也就罢了，你第5魂环居然就能直接达到4万年年限。老师，这邪火既是折磨，也是锻炼。12年来不间断的邪火让我心悸，精神力都在抵御邪火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所以能越阶吸收4万年魂环，倒也不足为怪。哈哈哈！青鸾斗罗仰天狂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就知道我青鸾的弟子绝不会让我失望。我面色不变，眼神深处却很是复杂。就在刚刚吸收魂环成功的那一刻，脑海深处前世18年的记忆喷涌而出，让我明白自己原来是个穿越者，准确来说是投胎转世到了斗罗大陆，转生到了斗罗大陆的嘉晴村，就是索托城附近马红郡的那个村子。不过我比马红郡大6岁，6岁觉醒武魂时，邪火凤凰和黑暗圣龙双生武魂同时出现。我有纯正的火凤凰血脉，只是被邪火拖累，跟唐三的蓝银草昊天锤双生武魂一个道理。先天满魂力，弗兰德狂喜，想要收我为弟子，但我当时虽然没觉醒记忆，也不是傻子，自己双生武魂，先天满魂力，而且武魂还有邪火，这个不去斗罗大陆第一势力武魂殿，拜你弗兰德为师，从资源势力有可比性吗？觉醒记忆后，我对自己这个决定更是深感庆幸。要是拜师弗兰德加入史莱克学院，那我就要得到跟马红俊一样的待遇，早上啃馒头，中午被扔去索托城当瓢虫找女人邂逅。后来我的天赋震动整个武魂殿高层，一个个封号斗罗都对我抛出橄榄枝，最终97级超级斗罗青鸾出手。我选择拜师青鸾，在老师的指点下，我先修炼有缺陷的邪火凤凰武魂，修炼邪火不断的强大我的内心，只要熬到封号斗罗，再修炼黑暗圣龙武魂，为黑暗圣龙武魂附加魂环，到时候起点就是绝大多数魂师的终点。这点从当时还只是圣女的比东身上就能看出。在老师无微不至的指点下，我抵御邪火侵蚀，并以此炼体，哪怕修炼被稍稍拖累，我的修为提升速度还是碾压整个斗罗大陆的年轻1倍。如今18岁，魂力修为就达到了52级魂王。青鸾斗罗眼中满是欣慰，刚想开口问我这4万年的第5魂技叫什么名字，我突然浑身一抖，脸色瞬间涨得通红，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剧烈痉挛起来，一股狂暴且炽热的暗红色邪火从我体内疯狂窜出，将我全身包裹，熊熊燃烧。青鸾斗罗脸色大变，猛地踏前一步，邪火反噬，怎么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烈？老师一眼就看出，我虽然刚刚突破52级魂王，但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恐怖反噬，根本毫无抵抗之力，甚至随时有爆体而亡的危险。稳住心神，老师厉喝一声，毫不犹豫地将双手贴在我背后，属于97级超级斗罗的磅礴魂力毫无保留地灌入我体内，强行替我镇压那股暴走的邪火。足足过了1炷香的时间，那股狂暴的暗红色火焰才被彻底压制回我体内。我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上下已经被冷汗完全浸透，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青鸾斗罗收回双手，看着我这副惨样，小妍，1年前为师跟你提过的那件事，之前你死活不答应，但现在无论如何你都必须听我的，现在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我嘴角泛起一抹苦笑，虚弱地点了点头。老师，您是说天水学院那个叫水冰儿的女孩？没错。青鸾斗罗面色凝重，1年前我就查到，那个水冰儿拥有极品冰凤凰武魂，她的冰属性绝对能极大缓解你邪火带来的痛苦。以前你还能勉强压制，甚至把邪火当作锻炼心性和肉体的工具，为师也就由着你了。但现在不行了，你突破魂王后，邪火的威力已经彻底超出了你的承受极限，再拖下去你必死无疑。我深吸一口气，感受着体内虽然被压制但依旧蠢蠢欲动的邪火，最终无奈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了，老师，我答应你。青鸾斗罗见我终于松口，眼中闪过一丝金芒，青鸾斗罗大袖一挥，魂力裹挟着我，化作一道青色流光，直奔天水城而去。天水学院大门前，作为只招收平民美女和水属性魂师的高级魂师学院，这里向来禁止男性探访。青鸾斗罗带着我直接降临在学院广场正中央，属于97级超级斗罗的恐怖威压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瞬间笼罩了整个天水学院。天水学院院长，出来见老夫。青鸾斗罗的声音夹杂着浑厚的魂力，如同滚滚雷音在学院上空炸响。嗖嗖嗖，几道身影顶着巨大的压力从学院深处惊骇地飞掠而出。天水学院院长，他脸色苍白，强忍着恐惧躬身行礼，不知是哪位冕下大驾光临天水学院，若有得罪之处，还望冕下海涵。青鸾斗罗负手而立，冷冷开口：武魂殿3供奉。青鸾水学院众高层闻言倒吸一口凉气，双腿都忍不住打颤。武魂殿3供奉，这可是传说中站在大陆巅峰的超级斗罗，哪怕青鸾斗罗等几位供奉几10年没有外出，但报出名号还是让一群人胆战心惊。院长声音发颤：原来是3供奉大人，不知大人今日降临有何贵干？青鸾斗罗指了指我，语气霸道不容置疑：这是老夫的亲传弟子黄岩，老夫今日来只为一件事，让他娶你们学院的水冰儿。天水院长猛地抬头，满脸错愕：这3供奉大人，冰儿还很年轻，尚在学院学习，谈婚论嫁是否太早一些？而且我们天水学院的规矩。青鸾斗罗冷哼一声，威压再次暴涨，压得天水众高层几乎喘不过气。老夫不是来跟你们商量的，小妍的武魂缺陷急需极品冰属性武魂来中和，水冰儿是最合适的人选。今日这人，老夫要定了。天水院长面露绝望与挣扎：大人，冰儿是我们天水学院未来的希望，
您这样强取，未免太……青鸾斗罗看着院长绝望的神情，冷哼一声，威压稍稍收敛，语气也随之缓和了几分。老夫并非不讲理之人，你们且看看我这弟子。老师指着我，眼中满是骄傲。小妍是老夫最得意的亲传弟子，今年刚满18岁，如今已是52级魂王。此话一出，天水学院众高层倒吸一口凉气。什么？18岁的魂王？这怎么可能？整个大陆历史上也从未听说过这种修炼速度。面对众人的不可思议，我神色平静，缓缓向前迈出一步，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凤鸣，炽热的暗红色火焰冲天而起，邪火凤凰武魂瞬间附体，紧接着黄紫黑5个耀眼的魂环从脚下接连升腾而出，缓缓律动，全场瞬间死寂。竟然真的是魂王，18岁的魂王，恐怖如斯。而且你们看，他的第4魂环居然就已经达到了万年，第5魂环更是黑色。天水院长瞪大了双眼，声音都在剧烈发颤。眼前的青年简直打破了魂世界的常理。震撼过后，天水院长咽了口唾沫，满脸疑惑地问道：“三供奉大人，您徒弟天赋如此妖孽，堪称大陆第一天才，想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为何偏偏非我们冰儿不可？我这弟子天赋虽高，但武魂却带有极致的邪火缺陷。这12年来，他一直靠着惊人的毅力强行忍耐，甚至借此磨练心性。但如今突破魂王，邪火彻底爆发，再也压制不住。”老师看了我一眼，继续说：“小妍这孩子心善，宁愿自己承受暴体之痛，也不愿去祸害其他无辜女子。老夫作为他的老师，实在看不下去，只能强硬一些，亲自带他来你们天水学院。”说到这里，青鸾斗罗目光如电扫视全场，傲然开口：“老夫乃武魂殿3供奉97级超级斗罗，而我这弟子不仅天赋异禀，更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双生武魂。”双生武魂，天水学院众人如遭雷击，彻底呆滞在原地。18岁的万年第4还魂王就已经足够骇人听闻了，竟然还是传说中的双生武魂。我站在一旁默默收回了武魂，神色依旧淡然。对于老师当众曝光我双生武魂的底牌，我心中毫无波澜。如今的我背靠武魂殿这棵参天大树，身边更是站着一位97级的超级斗罗老师。就算双生武魂的秘密曝光了又如何？这天下谁敢动我？青鸾斗罗看着呆滞的众人，语气再次强硬了几分。我这弟子天赋才情皆是大陆绝顶，让水冰儿嫁给他，绝对算不上委屈了他。老夫承认今日之举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但为了我这唯一的亲传弟子，老夫必须这么做。老师目光直逼天水院长，去将水冰儿请出来，问问这孩子自己的意见。若是他愿意，那自然皆大欢喜，武魂殿也绝不会亏待你们天水学院。可若是他不愿意，青鸾斗罗话音一顿，没有继续说下去，但微微眯起了双眼，让一股令人窒息的恐怖杀意与威压再次悄然弥散。在场的天水学院众高层皆是浑身一颤，面如死灰，他们哪里听不出这位冕下的弦外之音？如果不愿意，恐怕今日天水学院就要面临灭顶之灾，而水冰儿最终依然会被强行带走，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天水院长惨然一笑，无力地垂下头，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脸下息怒：“我这就让人去叫冰儿。”他转头看向身旁的一名导师，声音苦涩：“去把冰儿带过来。”不多时，一名拥有一头水蓝色长发、气质清冷绝尘的绝美少女在导师的带领下走了出来，正是水冰儿。院长，您找我。水冰儿敏锐地察觉到了气氛的压抑，目光警惕地看向青鸾斗罗和我。天水院长眼眶微红，声音颤抖：“冰儿，这位是武魂殿3供奉大人，他身边这位是他的亲传弟子黄岩，他们今日来是为你求亲的。”求亲？水冰儿清冷的脸庞上满是错愕，秀眉微蹙：“院长，我根本不认识他，而且我还小。”青鸾斗罗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老夫直说了，小妍的邪火需要你的冰凤凰武魂来压制，你若嫁给他，武魂殿保你天水学院100年繁盛；你若不嫁，天水学院今日便没有存在的必要。”水冰儿娇躯一震，难以置信地看着青鸾斗罗，随后又看向满脸绝望的院长和老师们。他冰雪聪明，瞬间明白了眼前的局势，这根本不是求亲，而是以整个学院的存亡为要挟的强取。我上前一步，看着眼前清冷绝美的少女，语气诚恳了几分：“水姑娘，抱歉以这种方式与你见面，但我邪火反噬在即，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我拥有双生武魂，18岁52级，未来的斗罗大陆必有你我一席之地。水姑娘，你愿意嫁给我吗？”水冰儿看着眼前这个天赋堪称恐怖的青年，又看了看身后瑟瑟发抖的学院众人，最终惨然一笑：“我还有拒绝的权利吗？只要你能保证天水学院的安全，我愿意嫁给你。”就在这时，一句反对的声音传来：“冰儿，你不能嫁给他。”此时在场的众人都愣住，青鸾斗罗从上一秒的喜悦瞬间红温，一声怒轰爆发出恐怖的威压。是谁在反对？只见赤火学院的火舞正带着哥哥火无双大步走入天水学院，在他们身后还有个跟屁虫风啸天。冰儿，你真打算就这么委曲求全，嫁给那个刚见一面的人吗？火舞姐姐，那位是武魂殿的3供奉青鸾斗罗，他拿我们整个学院的存亡作威胁，逼迫冰儿学姐嫁给他的弟子，冰儿不得不从。什么？火舞眼中顿时喷出怒火，强抢民女，武魂殿的人也太霸道了吧！风啸天吓了一跳，连忙上前劝阻：“火舞妹妹，你小点声，那可是封号斗罗，咱们惹不起啊！你给我闭嘴，胆小就滚回你的神风学院！”火舞一把推开风啸天，水冰儿擦了擦眼泪，苦涩的摇了摇头：“火舞，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不答应，天水学院今天就会覆灭。”放屁！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王法！火舞脾气火爆，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封号斗罗这么不要脸，放肆！青鸾斗罗冷喝一声，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恐怖威压瞬间降临，扑通！
火无双和风啸天双腿一软，直接被压得单膝跪地，冷汗狂流。火舞虽然死咬着牙，但也在这股威压下浑身骨骼作响，双腿剧烈打颤，险些跪倒在地。区区一个魂宗级别的小辈，也敢指责老夫？青鸾斗罗眼中寒芒闪烁，声音冰冷刺骨。火舞顶着巨大的威压怒斥：亏你还是堂堂封号斗罗，竟然做出如此不要脸的举动！你们武魂殿难道就只会这种恃强凌弱、下三滥的手段吗？此话一出，全场死寂。天水学院高层脸色瞬间煞白。青鸾斗罗堂堂武魂殿三供奉，怎会受如此侮辱？抬手凝聚出一根青色羽毛，准备射向火舞的眉心。就在此时，水冰儿飞身挡在火舞跟前。三供奉大人息怒，火舞他只是一时冲动，求您别伤害他，我现在就跟你们走。风啸天也顶着威压艰难的开口求情：免下。火舞妹妹心直口快，绝无冒犯武魂殿之意，还请免下高抬贵手。青鸾斗罗冷哼一声，正欲发射，老师算了。一直沉默的我上前拦住了老师。随着我开口，青鸾斗罗冷冷扫了火舞一眼，收回了威压。火舞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却依然死死盯着我。我目光平静的看着满脸不甘的火舞，淡淡开口：你说我们不要脸恃强凌弱，那我给你们一个机会，看看我是否配得上水冰儿。我指了指火舞，我单挑你们三个，一起上马。只要你们三人联手能逼退我半步，我今天转头就走，绝不再提联姻之事。但如果你们输了，就滚回你们的学院。风啸天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你要一挑三？火舞更是怒极反笑，眼中燃起熊熊战意。狂妄！就算你是魂王，我们三个也都是40级以上的魂宗，更是各大学院的顶尖天才，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我神色淡然，缓缓抬起右手，炽热的暗红色邪火在掌心升腾而起。少废话，开武魂！青鸾斗罗副手后退半步，并未出声阻止。他对自己的弟子有着绝对的信心。我的前3个魂环全都是精挑细选的增幅类魂技，不仅如此，那原本让我痛不欲生的邪火也被我巧妙利用，自创出了一招攻击力极其恐怖的绝学——邪火焚天。当初在武魂殿我还只是魂宗时，就仅凭邪火凤凰武魂正面击败过一名60多级的魂帝，更别说如今已突破魂王。而眼前这3人绰绰有余，水冰儿他也想看看我真实实力，年仅18岁就突破到魂王，还有一个97级的超级斗罗老师，在武魂殿内地位尊崇，更别说还是双生武魂，未来保底修炼到超级斗罗甚至更高层次，这可是你自己找的。火舞怒喝一声，炽热的火焰瞬间升腾，火影武魂附体，割风啸天，别留手，让他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火无双和风啸天齐齐大喝，独角火暴龙与疾风双头狼武魂同时释放，黄紫4个魂环在3人脚下接连亮起。面对3名顶级魂宗的联手威压，我神色依旧毫无波澜，脚下前3个魂环接连闪耀，刹那间，我身上的暗红色邪火如同火山爆发般疯狂暴涨，气息节节攀升，瞬间达到了一个令人心悸的恐怖程度。这是什么增幅？风啸天脸色大变，前冲的步伐猛地一顿。别怕，我们3个人难道还怕他一个？火舞咬紧牙关，身上的第4魂环骤然亮起，第4魂技火舞耀阳。火无双和风啸天也同时施展出最强杀招，3股狂暴的能量从3个方向朝我狠狠轰来。我看着呼啸而来的攻击，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缓缓抬起右手，自创魂技邪火焚天。轰！极致的暗红色邪火化作一道恐怖的火，带着毁灭一切的高温与狂暴，瞬间吞噬了3人的攻击，去势不减地朝3人席卷而去。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天水学院门前炸响。火舞3人的最强一击在接触到那暗红色火柱的瞬间，如同冰雪遇上沸水，连1秒钟都没能撑住，便被摧枯拉朽般瞬间瓦解。什么？风啸天大惊失色，狂暴的邪火气浪去势不减，狠撞击在3人身上，3人重重砸在10几米的空地上，个个喷出一口鲜血，全场死寂。水冰儿美眸圆睁，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仅仅一招，3名顶尖的魂宗天才竟然连我的衣角都没碰到就被秒杀。水冰儿对黄岩的好感瞬间拉满。风啸天和火无双很快便承认他们输了。火舞气急攻心，又是一口鲜血涌上喉咙，没想到他们会输得这么惨。此时内心却产生了慕强的心理，一丝丝爱慕黄岩的心思产生了。水冰儿连忙跑过去将火舞扶住，眼中满是担忧。火舞紧紧抓着水冰儿的手，眼眶通红。冰儿对不起。水冰儿摇了摇头，不怪你，这是我自己的选择。青鸾斗罗满意的大笑一声，好，不愧是我青鸾的弟子。老师转头看向水冰儿，丫头，走吧，回武魂殿成婚。等等。火舞颤颤巍巍地走到黄岩跟前，一个不留神就亲上了黄岩的脸颊。此时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水冰儿更是懵了。黄岩，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上，我们一定会击败你。我居高临下的瞥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嘲讽。我等着，希望到时候你们能让我稍微提起点兴趣。对于性子急躁、做事不考虑后果的火舞，我并无多少好感。话音落下，青鸾斗罗化作一道青色流光，带着2人冲天而起，瞬间消失在天际。青鸾斗罗带着我和水冰儿化作流光朝武魂城疾驰。黄岩开口道：“老师，这条路好像正好路过我的老家嘉晴村，我想把父母他们接到武魂城去。”青色流光自空中滑落，稳稳地落在我家门前。还没等我推门进去，院子里突然传出一个骂骂咧咧、透着几分不满的声音：“黄叔，你们这趟去索托城怎么就带了这么点东西回来？我老师可是说了，我这武魂特殊得多吃点好的补补，这点钱那够我吃饭的。这是马红俊，他怎么会在我家？同为邪火凤凰武魂，哪怕隔着一堵院墙，我也能清晰感知院内那股极其驳杂、躁动不安的邪火气息。相比于我的极致邪火，里面那股气息简直就像是随时会失控的劣质品，充满了低俗的欲望与暴躁。青鸾斗罗也挑了挑眉。
里面有个小胖子，体内的火焰气息倒是和你小子的邪火有几分同源的味道，不过杂质太多，简直不堪入目。我眼神微冷淡道：一个被邪火控制脑子的废物吧。老师冰儿，我们进去看看。院门被推开，院子里一个胖乎乎的红发少年正满脸不耐烦地站在石桌旁，对面是一对衣着朴素、面容和善的中年夫妇。谁呀？推门这么大劲！马红俊骂骂咧咧地转过头，声音却在看清来人时戛然而止。小严。中年夫妇先是一愣，随即满脸惊喜地迎了上来。爹娘，我回来了！一家三口相拥享受着温情的时刻。一旁的马红俊看着我带人回来，眼中闪过一丝嫉妒，但还是梗着脖子嚷嚷道：黄岩，你回来的正好，你爹娘现在靠着武魂殿的背景生意做大，大家都是家禽村的，接济我这个天才怎么了？我老师弗兰德可是魂圣，等我以后成了封号斗罗，还能亏待你们家不成？我转过身，脸上的温和荡然无存，目光冰冷地盯着马红俊。接济我父母起早贪黑赚的辛苦钱，凭什么给你拿去索托城的勾栏里鬼混？真是恶心！马红俊被当众戳穿，顿时恼羞成怒，身上猛地腾起一股浑浊的紫红色火焰。你懂什么？我那是为了压制邪火。黄岩，别以为你去了武魂殿就了不起，我可是史莱克学院的怪物天才，惹急了我。怪物天才，我嗤笑一声，一个连自己的武魂都控制不住，反倒被下半身的欲望支配的废物吧，你找死！马红俊大怒，挥舞着带着浑浊火焰的拳头就要冲上。我站在原地，连武魂都没有释放，只是眼神一迷，一股纯粹霸道至极的暗红色邪火气息瞬间从体内爆发，化作无形的威压直逼马红俊而去。马红俊体内的紫红色火焰仿佛遇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上位者，瞬间被压制的缩回了体内。马红俊双腿一软，直接跌坐在地，浑身冷汗直冒，满脸惊恐的看着我。黄岩，你给我等着，我这就去叫我老师弗兰德，他可是78级的魂圣，等他来了要你们好看。黄岩双手抱胸，好啊，我等着。马红俊见我有恃无恐，转身一溜烟跑没影了。就在这时，黄岩体内的邪火突然不受控制，一股狂暴且炽热的暗红色邪火从我体内疯狂窜出，将我全身包裹，熊熊燃烧。青鸾斗罗见状，准备用魂力强行压制住邪火，水冰儿立马阻止道：斗罗免下，伯父伯母，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此时邪火在黄岩的体内不断肆虐，欲望与贪婪逐渐战胜理智。黄岩眼中的水冰儿此时就是一个发泄的工具。终于，失去理智的黄岩就要对水冰儿行勾栏之举。水冰儿急得焦头烂额，毕竟他们还没结婚，勾栏之举不可取。水冰儿只能用手法加上极致之冰，慢慢的安抚黄岩。极致之冰与邪火彻底相融对抗，渐渐的黄岩恢复了理智，体内的邪火暂时被压制。清醒后，黄岩与水冰儿两眼相对，微妙的氛围让两人互相产生了好感。就在这时，老师，就是这儿，那个黄岩就在这里。马红俊嚣张的声音在院门外响起，本就虚掩的院门被粗暴的踹开。马红俊带着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弗兰德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弗兰德就已经想起了黄岩是谁。12年前，那个拒绝了他收徒邀请，转头加入武魂殿的刺头小。12年了，他也想知道这小子在武魂殿到底修炼的怎么样。他那变异的邪火可不是一般人能压得住的。武魂殿难道真有办法帮他掌控？还是说他也像红俊一样，靠着去那种地方发泄邪火才活到现在的？想到这里，弗兰德心中不禁多了几分底气。武魂殿再强，也不可能违背武魂的特性。弗兰德双手背在身后说道：小子，12年没见，都长这么大了。语气中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意味。听红俊说，你刚才不仅欺负他，还大言不惭的连我都不放在眼里。马红俊躲在弗兰德身后，探出个脑袋叫嚣道：黄岩，我老师可是78级魂圣，你刚才不是很狂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赶紧给我磕头认错，再把你爹娘的钱拿出来孝敬我老师，说不定还能饶你一次。黄岩没用正眼瞧弗兰德。弗兰德，12年过去了，你这副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做派，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弗兰德脸色一沉，小子，你家长辈没教过你什么叫尊师重道吗？就算你是武魂殿的人，对我一个魂圣也该有起码的敬畏。敬畏！黄岩嗤笑一声，一个连自己弟子的武魂缺陷都解决不了，只能教他去勾栏里祸害女人的废物老师，也配让我敬畏？你放肆！弗兰德被戳中痛处，眼中闪过一丝怒意，属于魂圣的威压瞬间释放出来，直逼黄岩而去。我倒要看看武魂殿这些年到底教了你些什么规矩。面对弗兰德的威压，黄岩依旧稳坐如山，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你想看？好啊，那就让你看个清楚。话音刚落，一股极其恐怖的暗红色火焰猛地从黄岩体内爆发而出，没有释放武魂，甚至没有显露魂环，仅仅是这股纯粹到极致的火焰气息，便如同一柄重锤，瞬间将弗兰德那引以为傲的魂圣威压击得粉碎。弗兰德脸色大变，被这股霸道的反震之力逼得连退3步，撞在门框上才勉强稳住身。弗兰德死死盯着黄岩，满是不可置信。你的魂力，还有这火焰的纯度？弗兰德声音发涩，像见鬼了一样。这不可能，邪火怎么可能被提纯到这种地步？12年不见，黄岩竟恐怖如斯。躲在后面的马红俊还没搞清楚状况，急忙喊道：老师，您跟他废什么话？快教训他，让他知道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厉害！你给我闭嘴！弗兰德猛地回头怒斥了一声，额头上已经渗出了冷汗。教训他！弗兰德心中叫苦不迭，刚才那一瞬间的碰撞，他分明感觉到对方的火焰不仅没有一丝杂质，甚至对他的猫头鹰武魂产生了极强的血脉压制。这小子的实力绝对不亚于他这个魂圣。黄岩缓缓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弗兰德，嘴角勾起一抹嘲讽：怎么不继续了？12年前你跑到我家，信誓旦旦的说全大陆只有你能解决我的武魂缺陷，现在呢？看看你教出来的怪物天才，一身杂质邪火只能靠女人来续命。弗兰德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却半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弗兰德，你所谓的骄傲，在我眼里一文不值。黄岩冷冷的说道：带着你的废物徒弟
滚出我家！就在这时，一道平淡却透着无尽威严的苍老声音。老夫刚才还在想，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在老夫的弟子面前大放厥词。青鸾斗罗端着一杯茶，不紧不慢地从里屋走了出来。他连看都没看弗兰德一眼。你就是那个史莱克学院的弗兰德？弗兰德看着眼前这个毫无魂力波动、宛如普通老人的青鸾斗罗，心中却猛地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致命危机感。阁下是？弗兰德咽了口唾沫，声音有些发颤。青鸾斗罗没有回答，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轰！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恐怖威压瞬间降临在弗兰德和马红俊身上。这不是魂圣的威压，也不是魂斗罗，而是属于97级巅峰斗罗的绝对碾压。弗兰德和马红俊连1秒钟都没能撑住，双膝重重地砸在青石板上，将地面都砸出了裂纹。两人被压得死死趴在地上，连一根手指头都动弹不得，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老夫青鸾，当年就是你这只杂毛鸟，想抢老夫的徒弟？弗兰德艰难地抬起头，冷汗混着灰尘呼了满脸，眼中满是惊骇欲绝。青鸾斗罗，超级斗罗，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年那个拒绝自己的小，竟然拜了一位武魂殿供奉级别的超级斗罗为师。青鸾斗罗眼神微冷，威压再次加重了1分。弗兰德猛地喷出一口鲜血，声音嘶哑的求饶：前辈息怒，是晚辈有眼无珠，不知道黄岩是您的爱徒。一旁的马红俊早就吓得涕泪横流，裤裆处甚至渗出了一滩水渍，拼命的磕头：我错了，黄岩，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来要钱了。老师，算了吧，让他们滚吧。青鸾斗罗闻言，这才收起了那恐怖的威压，别再让老夫看见你们这碍眼的杂毛鸟。弗兰德和马红俊如蒙大赦，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浑身已经被冷汗浸透，像丧家之犬一般仓皇逃窜，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天际。看着两人狼狈逃窜的背影，水冰儿忍不住轻笑出声，这就是所谓的史莱克学院院长，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青鸾斗罗也坐回原位，看着黄岩，眼中满是赞赏。小岩，你刚才那股火焰的气息，似乎又精纯了不少。是的，老师，这多亏冰儿刚刚和我深入交流，我对炼火略有感悟，对极致之火的掌控又深了一层。说到极致之火，斗2的马小桃炼化了烈火性教书后，都能达到极致之火。水冰儿在一旁听着，美眸中异彩连连。极致之火，难怪他刚才连武魂都没释放，就能轻易碾压那个马红俊，甚至逼退一名魂圣。水冰儿对黄岩的好感更甚。午饭过后，青鸾斗罗带着黄岩和水冰儿飞回武魂殿，路过了史莱克学院，青鸾斗罗随意释放出一缕精神力，向下探查了一番，嘴角顿时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老夫当是什么热闹，原来是那个叫弗兰德的开的什么史莱克学院在招生。就这种破烂不堪的野鸡学院，能招到几个好苗子，简直是误人子弟。黄岩表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暗自发笑。老师和水冰儿不知道，但他可太清楚，这野鸡学院里现在的好苗子可着实不少。不过黄岩心中很快升起一丝疑惑，老师可是97级的巅峰斗罗，刚才精神力扫过下方，居然没有察觉到队伍里小五身上那10万年化形魂兽的气息。黄岩便反应了过来，肯定是暗中潜伏的唐昊出手了。这只老狗一直像保姆一样暗中跟着唐三，有他用魂力帮忙遮掩，自然发现不了端倪。黄岩并没有开口揭穿的打算，现在揭穿小五毫无意义，就算现在杀了他，以自己目前的等级也根本吸收不了10万年魂环，强行吸收只会爆体而亡，倒不如先让他跟在唐三身边养着，等自己实力和身体素质都达标了，时机成熟之时，再来收割这白送的魂环和魂骨。眼下最要紧的是去落日森林的冰火两仪眼，只要把那里的仙草全部结火，自己的火焰就能彻底蜕变为极致之火。更重要的是，若是能挑一株合适的仙草让老师炼化，这个时候的唐昊魂力顶天了94级，一旦老师借仙草之力突破到98级，那时区一个暗伤未愈的唐昊，还不是随便乱锤。很快来到了武魂城，水冰儿环顾四周庄严肃穆的建筑，轻声感叹，比天水城还要气派得多。黄岩温和地说道，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冰儿，你先在别院里休息片刻，晚点我带你去武魂殿学院办理入学手续。水冰儿乖巧地点了点头。黄岩转身跟着青鸾斗罗走进了书房，老师，徒儿有一事相求，徒儿想请老师陪我去一趟落日森林。落日森林？青鸾斗罗微微皱眉，你去那里做什么？你现在的魂力还没到需要获取魂环的时候吧？为了极致之火，徒儿曾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落日森林中心有一处名为冰火两仪眼的聚宝盆，那里生长着无数天地罕见的仙草，其中一株绝对能让我的火焰彻底蜕变为极致之火。你确定？落日森林可是独孤博的地盘，虽然青鸾斗罗也不在乎独孤博这个91级的封号地板砖的态度，但青鸾斗罗也有自己的强者风度，不会随便欺压他人，传出去自己名声也不好听。徒儿有10成把握。黄岩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区一个最弱的封号斗罗，在老师您面前算得了什么？那里的仙草夺天地造化，不仅对我有效，若是能找到合适的一种，或许能助老师您直接突破98级的瓶颈。当真到了他这个境界，想要提升1级比登天还难，任何一丝希望他都不可能放过。好，事不宜迟，等安顿好冰儿丫头，老夫就亲自陪你走一遭。我倒要看看独孤博那老毒物敢不敢拦老夫的路。此时教皇殿内，鬼魅单膝跪在台阶下，教皇冕下，青鸾供奉和黄岩回来了。看黄岩周身魂力内敛的程度，应该已经成功吸收了第5魂环，正式晋升为50级魂王了。高坐在教皇椅上的比比东缓缓睁开双眼，绝美的容颜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18岁的魂王，不愧是拥有血火凤凰和黑暗圣龙双生顶级武魂的绝顶天才。比比东轻叹了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毫不掩饰的惋惜。12年前我还只是圣女，为了大计只能处处折服，本想着等我坐上这教皇之位，便将他收为亲传弟子，倾尽武魂殿的资源悉心培养。可惜啊，终究是晚了一步。等我解决掉千寻疾那禽兽，这小子已经被青鸾那老家伙捷足先登，成了供奉殿的人了。鬼魅低着头不敢接关于上任教皇的话茬，眼下还有一件事，他们这次回城，身边还带着一个极其漂亮的年轻女孩。
应该是天水学院的人。比比东眉头微皱，手指轻轻敲击着座椅扶手，神色间多了一抹担忧。黄岩在武魂殿高级魂师学院待了整整12年，凭借着碾压同龄人的恐怖天赋和实力，他早就是武魂殿黄金一代当之无愧的绝对核心。而自己的亲传弟子胡列娜对黄岩的崇拜和爱慕，整个教皇殿谁人不知？娜娜知道这件事了吗？比比东沉声问道。圣女殿下目前还在拟态修炼场闭关，应该还没得到消息。娜娜这丫头心高气傲，12年来眼里就只装得下黄岩一个人。如今黄岩突然带了个女人回武魂场，你去一趟修炼场，等娜娜修炼结束，把这件事委婉的告诉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别到时候见了面受了刺激乱了分寸。是，眼下鬼魅领命，化作一团黑影消散在教皇殿内。黄岩，你带回来的这个女人最好别毁了娜娜的道心，否则……比比东露出吞噬的眼神。次日清晨，黄岩准备水冰儿去武魂殿学院办入学手续办。你体内的邪火情况怎么样？黄岩轻笑了一声，神色轻松的说道：“放心吧，目前我还能压制得住。按照我对自己体内邪火现在的感应来看，下一次彻底爆发大概是在1个月之后。”听到1个月这个期限，水冰儿微微低下了头。她心里很清楚，黄岩当初强势将她带回武魂城，甚至可以说是强娶她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她的冰凤凰武魂来压制那股恐怖的邪火。也就是说，最多再过1个月。水冰儿心中难免升起一丝身不由己的悲壮感，但转念一想，她又很快释然了。女人这一生终究是要找一个如意郎君托付终身的，而黄岩无论是天赋、实力、背景还是外貌，不仅完美满足了她对未来伴侣的所有要求，甚至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既然命运如此安排，能将自己交给这样一个惊才绝艳的男人，倒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归宿。我们走吧，去学院报名，以后在武魂殿学院有我罩着你。与此同时，武魂殿学院的一处拟态修炼场外，邪月、炎和胡列娜3人聚在一起，气氛却显得有些沉闷。昨晚比比东已经派人将黄岩回城的消息告诉了他，黄岩那小子竟然比我们还先一步突破到50级成了魂王，真是个怪物。邪月语气中带着几分叹服，然而一旁的胡列娜却心不在焉，绝美的脸庞上满是愁容，甚至还带着几分委屈的酸意。邪月看着自家妹妹这副模样，无奈的叹了口气。行了，娜娜，你这喜欢黄岩的心思，平时献殷勤就算了，现在简直就差没把我喜欢他4个字刻在脑门上。如今人刚回来，你连那个女人的面都没见着，就在这里胡思乱想吃飞醋，至于吗？哥，你胡说什么呢？胡列娜俏脸一红，却又咬着红唇，有些不甘的低下头。我只是想不通，他为什么突然带个天水学院的女人回来。一直站在旁边的严看到这一幕，心中却是一喜，觉得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严连忙凑上前，摆出一副温柔体贴的暖男模样，轻声安慰道：“娜娜，你别难过了，为了这种男人伤心根本不值得。你想想，他明知道你对他一片真心，却还是在外面沾花惹草，甚至大摇大摆的把女人带回武魂城。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感受。说白了，黄岩他就是个自私自利的渣男。你这么优秀，何必非要吊死在他这一棵树上？你身边明明有更懂你、更心疼你的人。你给我闭嘴！”还没等严把话说完，胡列娜猛地抬起头，眼神冰冷的怒视着他：“严，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背后这么编排黄岩？”胡列毫不留情的大声维护道：“黄岩他天赋异禀，实力是我们中最强的，他那么优秀，有别的女人喜欢那是理所当然的。他带谁回来，轮得到你在这里说3道4吗？以后再让我听到你说他半句坏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严直接被骂愣在了原地，他满眼不可置信的看着胡列娜，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委屈，紧接着便是极度的发狂的愤怒。凭什么那个黄岩都不把你当回事，你还要这样死心塌地去维护他？他到底凭什么能得到你这般毫无保留的喜欢？邪月看着气氛僵硬，无奈的按住了严的肩膀，打圆场道：“你明知道黄岩在娜娜心里的位置，何必自讨没趣？”严的低吼：“我们3个从小一起长大，我对他千依百顺，凭什么？因为你打不过他，天赋也不如他。”邪月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的打断了严。就在这时，只见黄岩正带着一抹淡笑缓步走来，而在他身旁跟着一位蓝发蓝眸、气质清冷绝佳的绝色少女，正是水冰儿。胡列娜原本还在气头上，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美眸瞬间亮了起来，之前的阴霾一扫而空。黄岩，你真的回来了！胡列娜下意识的快步迎了上去，但当目光落在黄岩身边的水冰儿身上时，脚步猛地一顿，嘴角的笑容也僵硬了几分。这位是胡列娜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与审视，上下打量着水冰儿。水冰儿被胡列娜锐利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但还是礼貌的微微颔首。黄岩自然察觉到了胡列娜的敌意，不动声色的往前走半步，隐隐将水冰儿护在身侧，笑着介绍道：“这是水冰儿，原天水学院的学员，我这次带她回城，是专门来办理武魂殿学院的入学手续，以后大家就是同学了。”看着黄岩这副下意识维护的姿态，胡列娜心里顿时泛起一阵难以言喻的酸楚，眼眶都有些发红了。你刚回武魂城，连教皇殿都不去，就是为了带她来办入学？黄岩一旁的严再也忍不住，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如此委屈，他怒火中烧的冲上前来，指着黄岩大吼道：“你算什么男人？娜娜天天盼着你回来，你倒好，从外面随便带回来一个女人就往学院里塞，你把娜娜当成什么了？”此话一出，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水冰儿眉头微蹙，眼中闪过一丝冷意，而黄岩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冰冷刺骨的寒意。严，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黄岩微微眯起眼睛，52级魂王威压夹杂着逼近极致的凤凰之火，毫无保留地朝着严倾压而去。我带谁做什么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如果你觉得不服气，现在就可以滚去斗魂台等我。严被这威压逼得连退2步，脸色煞白，但不知为何，他的火焰领主就是一直被黄岩的邪火凤凰所压制。胡列娜突然转过头，眼眶通红的冲着严怒吼一声，随后又转头看向黄岩，紧紧咬着红唇，声音里带着几分倔强和委屈：“黄岩，你刚突破魂王，我不打扰你，但学院的规矩你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的，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能留在武魂殿学院。”说完，胡列娜深深的看了一眼水冰儿，水冰儿，想进入学院可以，只要你能接住我5成魂力的3招，我便要老实
同意你进入学院。胡列娜，你别太过分了。见黄岩如此维护自己，水冰儿很感动，知道自己不能永远成为黄岩的累赘。水冰儿坦然地接受挑战，圣女殿下，来吧。水冰儿亮起了极致之冰武魂，周遭的空气瞬间冰化，浓郁的冰寒之气瞬间席卷全场，恐怖的寒气直逼胡列娜。水冰儿41级控制系战魂宗，武魂冰凤凰。胡列娜身上粉红色的光芒骤然爆发，两黄两紫4个魂环浮现而出。胡列娜46级控制系战魂宗，武魂妖狐。感受到那股无比纯粹的冰属性气息，原本还满脸不屑的燕瞬间闭上了嘴，邪月也露出了震惊的神色。顶级冰属性兽武魂，难怪黄岩站在场边，双手抱胸，开始吧，让我看看你们俩的实力。就在这时，黄岩脸色突然微微一颤，怎么回事？体内的邪火凤凰武魂竟然在剧烈颤抖，难道是体内的邪火要提前爆发？但他立刻静下心细细感应，邪火并没有失控，真正让邪火凤凰产生躁动的是场上水冰儿释放出的那股纯粹的冰凤凰气息，同为凤凰武魂产生的共鸣。黄岩心中暗自诧异，我的邪火凤凰血脉品阶远超马红俊，本质是被邪火压制的顶级凤凰血脉。如若借助水冰儿的冰凤凰净化邪火后，武魂将跳过普通火凤凰形态，直接进化为能与黑暗圣龙匹配的真正顶级凤凰武魂。第一魂技无魅。胡列娜娇喝一声，打断了黄岩的思绪，她双眼泛起奇异的粉红光芒，一股无形的精神波动直逼水冰儿而去，想控制我。水冰儿神色清冷，不退反进。第一魂技冰封。瞬息之间，刺骨的寒气凝结，一层厚厚的坚冰直接在胡列娜脚下蔓延，试图将她冻结。胡列娜冷哼一声，身形如鬼魅般闪烁躲开，反应倒是不慢，但5级的魂力差距可不是那么好弥补的。水冰儿双手结印，冰蓝色的眼眸中没有丝毫波澜，等级不代表一切，圣女殿下小心了。场外的燕看着两人交手，忍不住冲着黄岩喊道：黄岩，你看到了吧，娜娜的实力根本不是这个女人能比，等她输了，你最好按规矩让她滚出学院。黄岩都懒得喷这个甜狗。水冰儿的冰属性极其纯粹，心智也很坚定，娜娜的魅惑对她效果大打折扣，胜负还不好说。黄岩感受着体内越发渴望、越发活跃的武魂悸动，目光灼灼地盯着场上那道冰蓝色的倩影，低声呢喃：冰儿，你还真是我的福星啊，自己或许能和水冰儿施展武魂融合技。场上冰蓝与粉红两色魂力激烈碰撞。第二魂技无魅之光。胡列娜身形灵动，试图拉近距离，粉红色的光晕大面积铺开，无孔不入地向水冰儿侵袭。第二魂技冰环铠甲。水冰儿不慌不忙，一层晶莹的冰甲瞬间覆盖全身，将那股精神魅惑之力强行隔绝在外。紧接着水冰儿玉手一挥，第三魂技抗拒冰环。一道冰蓝色的光环猛地从水冰儿体内爆发，将逼近的胡列娜强行震退了数步。水冰儿，你只会防守吗？我只是在证明我有留在学院的资格。胡列娜眼中闪过一丝恼怒，身上的第4魂环骤然亮起，深紫色的光芒大盛，接我这招。第4魂技水冰儿同样亮起了第4魂环，四周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半空中隐隐有冰雪凝聚。就在两股强大的魂力即将碰撞之际，一道红色的身影如同瞬移般闪入场中。黄岩双手齐出，左手燃起暗红色的邪火，右手化作漆黑的龙爪，轻描淡写的将两人的魂力波动同时捏碎。好了，切磋到此为止。胡列娜被反震力逼退半步，眼眶通红的瞪着黄岩，你又护着他，明明是我占上风，我是怕你们俩打出真火，伤了谁都不好。黄岩无奈的笑了笑，转头看向邪月，邪月，你觉得呢？邪月点了点头，走上前说道：娜娜，收手吧，水姑娘的冰属性极其纯粹，很大程度上克制了你的魅惑，以41级硬抗你46级不落下风，她绝对有资格留在精英班。哥，你怎么也帮外人说话？燕在一旁急得跳脚。水冰儿收起武魂，周身的寒气散去，对着胡列娜微微颔首，多谢圣女殿下指教。胡列娜死死咬着红唇，水冰儿，你给我等着。等几人走后，水冰儿看着黄岩，我这样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黄岩轻笑一声，走到他面前，目光灼灼地盯着他。比起这个，我刚才发现了一件更有趣的事。水冰儿被黄岩看得有些不自在。什么事？黄岩凑近了几分。刚才你释放武魂的时候，我体内的邪火凤凰对你的冰凤凰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水冰儿瞳孔微缩，你的意思是你的邪火要提前爆发了？不，黄岩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我的意思是，我们之间或许可以尝试一下武魂融合技。水冰儿愣住了，你是火，我是冰，属性完全极端相克，怎么可能施展武魂融合技？正因为极致的相克，一旦融合成功，爆发出的威力才会更加恐怖。而且刚才的血脉共鸣你也感觉到，关键不在于冰与火，而在于我们同源的凤凰血脉。水冰儿虽然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但还是点了点头，释放武魂，尝试让我们的魂力交汇，不要有任何抵抗。水冰儿将白皙冰凉的玉手轻轻搭在黄岩宽厚温热的手掌上，刹那间，一冰一火两股截然不同的魂力在两人掌心间碰撞。闭上眼睛，用心感受，同时缓缓催动体内的邪火凤凰武魂。暗红色的邪火顺着两人相握的手掌，试探性的涌向水冰儿。水冰儿眉头微蹙，你的火焰里有一股很狂躁、很邪异的气息，它在试图吞噬我的魂力，那就是我武魂缺陷带来的邪火。黄岩紧紧握住水冰儿的手，别怕，试着用你的凤凰之冰去包裹它，压制它，甚至净化它。水冰儿默默加大了冰凤凰魂力的输出，纯粹的冰蓝色光芒顺着两人交握的双手蔓延，与暗红色的邪火交织在一起。起初两股力量还在剧烈排斥，但随着两声清脆的凤鸣在两人体内同时响起，奇迹发生了，冰与火竟然在凤凰血脉的牵引下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平衡漩涡，而那股
狂躁的邪火，在凤凰之冰的冲刷下，竟真的开始一点点褪去杂质，变得纯粹起来。但魂力消耗太快了，而且排斥力依然很强，想要真正施展出武魂融合技，恐怕没那么简单。至少证明了这条路行得通。黄岩看着掌心变得更加纯粹的一缕火焰，眼中闪过一丝狂热。冰儿，你的冰凤凰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刚才那一会儿，我体内的邪火就被压制了许多。水冰儿平复了一下呼吸，那接下来该怎么做？黄岩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凑近了几分。万事开头难，既然能初步交融，剩下的就是不断磨合。从今天起，每天晚上你来我房间，我们单独练习。水冰儿猛地抬起头，冰蓝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慌乱。去你房间？怎么？怕我吃了你？黄岩看着水冰儿难得窘迫的样子，忍不住打趣道：武魂融合需要绝对的安静和专注，还要毫无保留的敞开心扉。训练场人多眼杂，万一被人打扰导致魂力反噬，可是会出人命的。水冰儿咬了咬红唇，避开黄岩极具侵略性的目光。好，我知道了。入夜，水冰儿换了一身宽松的冰蓝色长裙，略显局促的走了进来。黄岩指了指床榻，自己率先盘膝坐下。水冰儿深吸一口气，走到他面前，同样盘膝坐好。白天只是初步试探，今晚我们要进行更深层次的融合。黄岩看着他，语气变得认真起来，双掌相接，让我们的魂力在彼此的经脉中完成一个大循环。水冰儿猛地抬眼，经脉交融，对于魂师来说，经脉是极其脆弱且隐私的地方，任由他人的魂力进入，无异于将性命完全交到对方手上。没错，这意味着我们要对彼此完全不设防。黄岩直视着他的眼睛，如果你觉得勉强，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水冰儿沉默了片刻，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退缩。水冰儿缓缓伸出双手，贴上黄岩的掌心，开始吧，闭上眼睛，放开心神。黄岩低声引导，暗红色的邪火顺着掌心缓缓涌入水冰儿的体内。水冰儿身体猛地一颤，闷哼出声：好烫，别抵抗，用你的冰凤凰魂力去引导它，包裹它。黄岩的声音带着一丝安抚的意味。水冰儿咬紧牙关，立刻调动体内的凤凰冰寒之气，迎着那股狂躁的邪火而去。两股极端的力量在水冰儿的经脉中轰然相遇。水冰儿倒吸一口凉气，额头上瞬间布满了细密的汗珠，脸色变得有些苍白。撑住，引导它顺着另一条经脉回到我的体内，完成循环。水冰儿竭力控制着魂力，渐渐的，那股被冰寒之气包裹、洗涤过的火焰，顺着另一只手回流进黄岩的经脉，感受到回流的魂力，黄岩浑身一震，眼中闪过一丝惊喜。邪火里的杂质真的被净化了一部分。继续循环，这股邪火太霸道，我的魂力快压制不住了，接下来交给我。黄岩反客为主，体内庞大的魂力瞬间接管了主导权，带着水冰儿的冰寒之气，在两人体内平稳而快速的运转起来。房间内，一红一蓝两道光芒交相辉映，将两人的面庞映照得忽明忽暗。终于，两人魂力耗尽，结束了融合。水冰儿脱力般的喘息着，浑身已经被汗水浸透，冰蓝色的长裙紧紧贴在身上，你的邪火简直像个无底洞。黄岩感受着体内明显轻松了许多的武魂，畅快地舒了一口气，看向水冰儿的目光越发炽热。辛苦你了，今晚的成效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水冰儿避开他的视线，撑着身子站了起来。既然有效，那就好，我先回去休息了。等等，黄岩一把拉住水冰儿的手腕，你魂力透支的这么厉害，现在回去，明天连床都下不了。水冰儿挣扎了一下，没挣脱。那你想怎么样？就在这睡，我用纯正的凤凰魂力帮你温养经脉，算是今晚的报酬。水冰儿白皙的脸颊上飞起一抹红晕，声音冷了几分。不可能，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传出去我以后怎么见人？冰儿，你觉得你现在的样子能走得出这扇门吗？水冰儿咬了咬牙，强撑着转身迈出一步，然而透支的身体根本不受控制，双腿一软，整个人直直瘫在黄岩的怀里。放开我！水冰儿声音细若游丝，连挣扎的力气都没了。别逞强了！黄岩将水冰儿拦腰抱起，轻轻放在床榻上。我如果真想对你做什么，刚才经脉完全交融的时候，你就已经反抗不了了。我黄岩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还不至于趁人之危。水冰儿靠在床头，看着黄岩坦荡的眼神，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你不许乱来！黄岩没有废话，直接在水冰儿身后盘膝坐下。黄岩双掌轻轻贴上她的后背，一股温和、纯粹、没有丝毫狂躁的赤色魂力缓缓注入水冰儿的体内。水冰儿发出一声舒服的轻叹，这股魂力好温暖，和刚才那股邪异的火焰完全不同，这是被你净化后的纯正凤凰之力。黄岩一边控制着魂力游走在他的经脉中，一边说道：极致的冰与火虽然相克，但同源的凤凰血脉却能相互反哺。你帮我压制邪火，我用提纯后的血脉之力帮你温养经脉，长此以往，你的冰凤凰品质也会跟着提升。感受着体内逐渐充盈的力量和渐渐修复的经脉，水冰儿眼中的防备彻底卸下。难怪你执意要尝试武魂融合，这种修炼速度比我自己冥想快了数倍不止，所以每天晚上来我房间，对你我都有好处。黄岩收回双掌，顺势将水冰儿揽入怀里睡着了。次日清晨，黄岩带着水冰儿走进来主力训练场。胡列娜冷哼了一声：黄岩，你带他来这里做什么？这里是主力战队的专属场地。岩皱着眉头，语气不善：当然是来拿主力位置。主力？胡列娜冷笑道：武魂殿战队的主力名额早就定了，他一个外人，凭什么插队？水冰儿走上前来：当然是凭实力了。狂妄！燕身上猛地爆发出一股炽热的气息。昨天你不过是仗着属性克制挡了奈奈一招，真以为自己能在武魂殿横着走，是不是狂妄？打过才知道。水冰儿没有丝毫退让，邪月伸手拦住准备发作的燕，皱眉看向黄岩：你认真的？战队目前除了我们4个，还有另外3名主力，你想让他顶替谁？只要能证明他比现在的队员强不就行？那我来做他的对手。岩指着水冰儿：我是火属性，你是冰属性，我倒要看看你的冰能不能冻住我的火焰领主。燕，你一个47级的强攻系挑战一个41级的控制系，还要不要脸了？是他自己要抢主力位置，如果连我都打不过，凭什么代表武魂殿出战？岩冷哼道。水冰儿正欲上前接受挑战，黄岩冷直接挡在了水冰儿身前，伴随着一声高亢的凤鸣，暗红色的邪火冲天而起，炽热的温度瞬
瞬间将训练场内的空气扭曲。黄、紫、黑、5个魂环从黄岩脚下接连升起，属于5环魂王的庞大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燕被这股气势逼得倒退半步，死死咬着牙，额头上青筋暴起，却强撑着不肯低头。燕，是不是我平时给你太多好脸色，让你连自己的位置都摆不正了？黄岩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声音冷得掉渣。记住，我才是战队的队长。燕脸色铁青，双拳攥得咔咔作响。你这是以权谋私，如果你不服，现在就可以来跟我比一场。黄岩上前一步，逼视着燕，只要你赢了，主力位置随你安排，但如果你输了，就给我直接滚出战队。燕瞳孔骤缩，满腔的怒火瞬间被卡在了喉咙里。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才47级，面对拥有万年第4、第5魂环的黄岩，根本没有任何胜算，而且他绝对不愿意被赶出战队，更不愿意离开胡列娜。燕憋屈到了极点，转头看向一旁的胡列娜和邪月，希望他们能出面打个圆场。然而邪月只是眉头紧锁，一言不发。胡列娜也咬着红唇，漠然注视着这一切，没有开口的意思。孤立无援的憋闷感涌上心头，燕死死咬着后槽牙，眼眶通红的瞪了黄岩一眼，算你狠。邪月叹了口气，看向剩下的3名主力队员张平、李凯、徐宇、水姑娘，你挑一个吧。水冰儿目光平静，直接指向其中一人，就李凯吧。半个时辰后，伴随着李凯被抗拒冰魂震出场外，水冰儿毫无悬念地拿下了主力位置。时光飞逝，转眼到了当月月末深夜，黄岩没有了往日平稳的魂力波动，反而透出令人窒息的炽热和狂暴的暗红火光。伴随着黄岩压抑到极致的痛苦低吼，水冰儿紧紧攥着衣角，眼底满是焦急与心疼。这1个月来，黄岩力排众议护着他，每晚耗费心力用纯正的凤凰之力为他温养经脉，那份霸道却又无微不至的温柔，早已将他心中的坚冰彻底融化。他发现自己不仅习惯了黄岩的存在，更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人。水冰儿深吸一口气，推开房门，房间内的温度高得可怕，几乎要将空气点燃。黄岩双眼赤红，浑身缠绕着狂躁的邪火，死死盯着闯进来的水冰儿，声音嘶哑的如同野兽：“出去！今晚的邪火彻底爆发了，我快没理智了，别靠近我！”水冰儿反手关上房门，不仅没有退缩，反而一步步走向他。“我不走，你疯了吗？”黄岩痛苦地捂住额头，指甲几乎嵌进肉里。今晚光靠经脉交融根本压制不住，你会受伤的，趁我还能克制，滚出去！水冰儿走到他面前，看着满脸痛苦的黄岩，眼底闪过一丝决绝与柔情。今天换我来帮你，水冰儿，你知不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黄岩死死抓着床沿，手背上青筋暴起，死死盯着他。我知道，水冰儿轻声说着，伸手解开了衣带，浓郁的冰寒之气在房间内蔓延，迎向那狂躁的暗红火焰。黄岩呼吸猛地一滞，赤红的双目中燃起更加疯狂的火焰。你不后悔吗？水冰儿轻身上前，声音轻柔却坚定。黄岩，我愿意。理智的弦在这一刻彻底崩断，暗红色的狂暴邪火瞬间将那一抹冰蓝色的光芒完全吞没。次日清晨，水冰儿她便察觉到了体内的异样，原本清冷的冰凤凰魂力，此刻竟然变得无比纯粹，甚至带着一丝神圣的威压。黄岩将水冰儿紧紧搂在怀里，眼中再也没有了昨夜的狂躁，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化不开的柔情。水冰儿脸颊瞬间飞上2抹红晕，把头埋进他的胸口，声音细若游丝：“我的魂力43级了。”黄岩轻抚着水冰儿的长发，嘴角勾起笑意：“我的魂力也提升了1级。”黄岩魂力等级远高于水冰儿，除此之外，我能感觉到我们2人的武魂已经产生了一种本源上的联系，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武魂融合技了。昨晚冰与火的交织，黄岩清晰感知到2人的凤凰本源彻底粘合在了一起，以后更轻易施展出武魂融合技。水冰儿满脸的惊喜与不敢置信，武魂融合技这么轻易就能施展了吗？要知道，武魂融合技的契合条件极其苛刻，哪怕是亲生兄弟姐妹都未必能做到。其实我跟我妹妹水月儿之间也有一个武魂融合技，名为冰雪飘零。水冰儿靠在黄岩怀里，嘴角泛起一丝温柔的笑意。我原以为这一生能有妹妹这一个可以一起施展武魂融合技的人就已经非常幸运了，真没想到居然还能遇上你。2人简单用过早餐后，并肩来到了武魂殿学院的专属训练场。刚进门，迎面便走来一位身材火爆、红发披肩的绝色女子，正是武魂殿长老之一凌渊斗罗。黄岩加入武魂殿后，因为同属火属性武魂，青鸾斗罗便特意请凌渊斗罗来帮忙辅助教导。2人平时以姐弟相称，感情极好。黄岩笑着迎上前，凌渊斗罗的目光在黄岩和水冰儿紧握的手上停顿了一瞬，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他心里其实一直很喜欢黄岩，只是觉得2人年龄差距有些大，又摸不透黄岩对自己到底是什么心思，所以一直没有表露出来。这次听说黄岩带了个天水学院的女孩回来，而且关系极其亲近，他心里实在放心不下，这才特意跑来学院看看。怎么，姐姐来看看自己的弟弟都不行？凌渊斗罗很快收敛了情绪，似笑非笑地打量着水冰儿，这位就是你从天水学院带回来的小丫头，长得倒是水灵。水冰儿能察觉到对方目光中那一丝隐晦的敌意，但还是礼貌地微微欠身。黄岩紧握着水冰儿的手，大方地介绍道：“凌渊姐，冰儿现在是我的女人，我们今天过来是打算尝试一下施展武魂融合技。”武魂融合技，凌渊斗罗猛地一怔，心里顿时泛起一阵难言的酸楚和失落。你们才认识多久，武魂契合度竟然已经达到这种地步？昨晚刚好找到了契机。黄岩笑了笑，凌渊姐来的正好，不如就在旁边帮我们略阵，看看我们这武魂融合技的威力如何。昨晚找到的契机，凌渊斗罗敏锐地捕捉到了话外之音，目光扫过水冰儿眉眼间尚未完全褪去的初战春情，心中那股酸涩感几乎要将他淹没。凌渊斗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强装镇定地说道：“好啊。”黄岩和水冰儿2人相视一笑，双手紧紧相握，同时释放了武魂。暗红色的邪火凤凰与冰蓝色的冰凤凰冲天而起，一冰一火，2股截然相反的极致气息在半空中不仅没有互相排斥，反而完美的交织缠绕在一起。武魂
融合祭冰焰神皇，伴随着两人异口同声的低喝，一头体型庞大，左翼燃烧着暗红邪火，右翼散发着极致冰寒的神圣凤凰虚影凝聚成型，带着狂暴无匹的威势，直扑凌渊斗罗。凌渊斗罗脸色微变，原本只打算用4成魂力的他，毫不犹豫地亮起了第6魂环。第6魂技爆炎天甲，剧烈的爆炸声在训练场内回荡，冰火交织的狂暴能量瞬间席卷全场，烟尘散去，凌渊斗罗竟然被逼得退后了半步，身前的火焰护甲上甚至结出了一层薄薄的冰霜，竟然能逼退我半步。凌渊斗罗散去魂力，眼神复杂地看着眼前的两人，这武魂融合技的爆发力，第一次尝试施展，竟然已经勉强摸到了魂斗罗的门槛，真是不可思议。凌渊斗罗很清楚，那要是两人配合更加默契，对武魂融合技施展更加熟练，日后实力越来越强呢。难以想象，等两人相继修炼到封号斗罗，所施展的武魂融合技威力该会有多么强大。凌渊斗罗强行压下心底翻涌的失落与酸楚，行了，你们这武魂融合技威力很强，以后多加磨合就是了。教皇殿那边还有些公务需要我去处理，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继续修炼了。凌渊斗罗转过身，背影透着几分难以掩饰的落寞，看着他匆匆离去的方向，水冰儿轻轻扯了扯黄岩的衣袖。黄岩，凌渊前辈他是不是喜欢你？黄岩低头看向怀里的水冰儿，嘴角勾起一抹轻笑，看出来了，同为女人，那种眼神我怎么可能感觉不到？水冰儿轻轻白了黄岩一眼，语气中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娇嗔。训练场远处的看台上，胡列娜死死盯着场内的冰火双皇，脸上满是酸楚与嫉妒，修长的手指紧紧攥着护栏，指关节都有些发白。娜娜，你别看了。一旁的燕看着胡列娜这副模样，满脸讨好的凑了上来。那个天水学院的丫头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你可是我们武魂殿的圣女，天赋容貌哪点不比她强？黄岩他以后肯定会明白你的好，你给我闭嘴！胡列娜眼神冰冷的瞥了燕一眼，我的事不用你管，离我远点！燕被骂得缩了缩脖子，满脸苦涩的退到了一边。胡列娜心里的委屈却越发汹涌，她转头看向身旁的亲哥哥邪月，眼眶微红的咬唇道：哥，凭什么那个水冰儿能跟他有武魂融合技？黄岩现在满眼都是那个水冰儿，你又何必自己找不痛快？我不管，我咽不下这口气。胡列娜一跺脚，转身就朝着训练场外跑去。我去找老师。教皇殿内，老师，您可得给我做主啊！胡列娜一见到比比东，眼泪就吧嗒吧嗒的往下掉，满腹委屈的扑到比比东身边。黄岩他不仅把天水学院的那个水冰儿带回来，他们俩竟然还弄出了武魂融合技，他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圣女放在眼里呢？看着眼前哭得梨花带雨的爱豆，比比东绝美的容颜上浮现出一抹深深的头疼与无奈。比比东伸手揉了揉隐隐作痛的眉心，叹息：娜娜，感情这种事讲究的是两厢情愿，武魂契合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黄岩他喜欢人家水冰儿，人家也愿意跟着他来武魂殿，你让我怎么给你做主？可是老师，我也喜欢他，我哪里比那个水冰儿差？胡列娜不依不饶地拉着比比东的袖子，比比东更加头疼了，看着胡列娜这副执迷不悟的样子，语气中带上了几分没好气的无奈。你喜欢他，那就自己去把他的心抢回来，你总不能指望我堂堂教皇下令逼着他喜欢你吧？难不成你还想让我教你？趁着黄岩不注意把他打晕，然后关进教皇殿的密室里强行生米煮成熟饭。胡列娜白皙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老师，您胡说什么呢？我才不要用那种手段。看着胡列娜连脖子都红透了的窘迫模样，摇了摇头。既然不想用这种手段，那就把眼泪给我擦干。你堂堂武魂殿圣女，妖狐武魂的拥有者，难道在吸引男人这方面还会怕了一个刚来武魂殿的小丫头？胡列娜愣了一下，密室魅惑，瞬间醍醐灌顶。老师，谢谢你的指点。黄岩，得不到你的心，那总要得到你的身体吧？胡列娜得到比比东的真传，打算用密室和魅惑拿下黄岩，一场为爱疯狂的阴谋就此展开。当晚，黄岩去找青鸾斗罗的路上，胡列娜早就埋伏起来。就在黄岩走过来时，胡列娜突然闪现到黄岩眼前。第2魂技魅惑，只见胡列娜周身泛起绯红柔光，眼部2道粉紫色激光射向黄岩的眼中。没有防备的黄岩果然中招了。幻境中，胡列娜柔媚的虚影朝黄岩走来，令人失神。可这对于常年抵抗邪火的黄岩来说，简直不堪一击。黄岩的精神意念始终保持清醒，用精神力调动体内的纯火，破开了胡列娜的魅惑。娜娜，你够了，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赶紧离开我的视线。黄岩，你看我几分像从前？我爱你的心永远不变，为什么你会看上那个女人而不是我？你只是因为要压制邪火才选那个女人是吧？我愿意等你。黄岩也是被胡列娜感到头疼，一个闪身来到了大殿中间。老师，黄岩走上前，青鸾斗罗目光在黄岩身上扫过，感受到黄岩体内更加凝实的魂力波动，总算是完美解决了你身上邪火反噬的问题，而且还借此可以大幅提升你的修炼效率。你来找我不只是关于这件事吧？我想请您陪我去一趟落日森林。古籍残卷中描述，那里是天下所有珍稀植物的伴生地，那里绝对长满了外界难得一见的仙品药草，能让武魂产生进化。青鸾斗罗眼中闪过一丝震惊，如果能找到仙草，不仅是妍儿和冰儿，武魂殿的黄金一代，甚至供奉殿的各位前辈，或许都能从中受益。据我所知，落日森林深处常年被毒瘴笼罩，据说那老毒物独孤博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你说的那个冰火两仪眼，极有可能就在他的毒阵之中。老师，区区一个毒斗罗，在老师您这位97级巅峰斗罗面前，算得了什么？你小子倒是会拍马屁。青鸾斗罗摆了摆手，明早在武魂城外汇合吧。次日清晨，青鸾斗罗没有废话，带着黄岩和水冰儿化作一道流光，直奔落日森林而去。三人到了落日森林深处，一片浓郁的碧绿色毒瘴挡住了去路，这就是独孤博布下的毒阵。青鸾斗罗冷哼一声，一股恐怖的威压骤然爆发。独孤博，滚出来见老夫！滚滚音浪夹杂着97级超级斗罗的骇人魂力，瞬间穿透毒瘴，一道墨绿色的身影略显狼狈地冲了出来，正是满脸惊疑不定的毒斗罗独孤博。青鸾斗罗，独孤博原本的警惕瞬间变成了惊恐。见过三供奉，不知三供奉大驾光临有何吩咐？面对武魂殿的巅峰强者，他这个最弱的封号斗罗根本生不起半点反抗的念头。老夫带弟子来你这后花园找点东西，把毒阵打开。
独孤博心里暗道不妙，但面上却不敢有丝毫犹豫。他连忙挥散毒杖，让出了一条通道。三人穿过毒阵，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一个呈现出椭圆形的水潭出现在三人面前，一边是冰白色的寒泉，一边是朱红色的沸泉，周围长满了各种奇花异草，散发着诱人的药香。青鸾斗罗看着眼前的奇景，眼中闪过一丝讶异。水冰儿更是感受到体内的冰凤凰武魂竟然发出一阵愉悦的颤动。黄岩，这里的气息好纯粹。黄岩看着满地的仙草，转头看向一旁忐忑不安的独孤博，似笑非笑的开口：“毒斗罗前辈，这里的草药我包圆了，你没意见吧？”独孤博嘴角抽搐了一下，尽管拿去便是。随后黄岩目光直接锁定了泉眼中心，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冰儿属于我们的机缘到了。听到黄岩的话，独孤博脸色大变，急忙出声阻止：“使不得，那两株草千万碰不得。毒斗罗前辈有何指教？”独孤博咽了口唾沫，指着泉眼中心那两株仙草，那两株草一寒一热，蕴含着极其恐怖的极端毒性，你们若是碰了，只怕瞬间就会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你说的没错，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单吃一株确实必死无疑，但如果将它们的中和属性利用起来，并在冰火泉水中炼化，便是脱胎换骨的天大机缘。黄岩转头看向水冰儿，眼神温柔而坚定：“冰儿怕吗？”水冰儿没有丝毫犹豫，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你我武魂皆是凤凰，你乃凤凰之冰，我乃凤凰之火。待会儿你服下八角玄冰草，我服下烈火性胶书，服下后，我们立刻开启武魂融合状态，跳进这泉水之中，跳进泉水里，借着泉水中的冰火本源之力，彻底炼化仙草药力，让我们的凤凰武魂完成最终的蜕变。独孤博在一旁听得头皮发麻，疯了，你们简直是疯了！那泉水连老夫的毒功都扛不住，你们跳进去绝对尸骨无存。青鸾斗罗冷冷地瞥了独孤博一眼，97级的强悍威压瞬间将其锁定。闭嘴！我徒弟既然说有把握，那就是有把握。若是他们出了半点差池，老夫拿你陪葬。独孤博顿时噤若寒蝉，冷汗直冒，再也不敢多说半个字。黄岩从魂导器中取出玉刀和铁剑，迅速将两株仙草采下，交汇在一起。两人毫不犹豫，各自将对应属性的仙草吞入腹中。极致的寒意与狂暴的炽热瞬间在两人体内炸开，两人的脸色顿时一红一白。武魂融合，黄岩低喝一声，一把将水冰儿紧紧拥入怀中，暗红与冰蓝两色光芒冲天而起，冰焰神皇的虚影瞬间将两人包裹在内，伴随着水花四溅，两人紧紧相拥，毫不犹豫地跃入泉水之中。泉面上瞬间水波翻涌，随后又迅速归于平静。岸上的青鸾斗罗和独孤博能清晰地看到，泉眼下方两人化作的冰焰神皇正闪烁着耀眼的冰蓝与赤红双色光芒，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的药力正迅速充斥两人全身。因为处于武魂融合技的冰火交融状态，冰泉与阳泉中肉眼可见的天地元力化作点点光芒颗粒，正疯狂地涌入黄岩和水冰儿的体内。怎么可能？那可是连老夫都不敢轻易触碰的极致冰火之力，他们不仅没被融化，竟然还在吸收泉水里的能量。青鸾斗罗紧绷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下来，嘴角勾起一抹傲然。老夫的弟子岂能用常理揣度？毒斗罗，看来你这宝地今日算是彻底成全他们。三供奉说的是，能被两位小友看上，是这泉水的福气。与此同时，八角玄冰草的寒气，还有周围冰泉的能量，正在不断提纯水冰儿的冰凤凰血脉。烈火性胶书的药力也在帮黄岩压制和彻底掌控邪火。两人不断的吸收阴阳泉的能量，照他们这个戏法，老夫这冰火两仪眼的能量不会被抽干吧？怎么，你心疼了？不敢不敢。独孤博苦着脸解释，老夫只是怕这能量太过庞大，万一撑爆了两位小友的经脉，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泉水深处，冰蓝与赤红的光芒交织闪烁，随着冰泉与阳泉中的天地元力不断涌入，黄岩和水冰儿清晰地感觉到体内两株仙草的庞大药力正在被身体迅速炼化，而且他们的魂力也在飞速提升。冰儿，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我要把体内的邪火全部压缩起来。压缩邪火？水冰儿微微一愣，不是要借着这次机会用八角玄冰草和冰泉的力量把它彻底净化掉吗？不，净化掉太可惜了。邪火虽然是武魂缺陷，容易反噬，但它本身蕴含的破坏力却极其苦。既然现在有你的凤凰之冰帮我中和，水冰儿瞬间领会了黄岩的意图，你想把它彻底掌控，保留下来变成你自己的攻击手段。没错，我要让这邪火成为我手中真正的利刃。黄岩低喝一声，立刻开始有意识的引导压缩体内狂暴的邪火。好，我用冰凤凰的本源帮你稳住经脉，维持平衡。水冰儿全力催动魂力，配合着黄岩的动作，一直紧盯着水面的独孤博，突然惊呼出声：“三供奉，您快看，那小子身上的赤红火焰怎么变暗了？而且还在不断向内收缩，他是不是吸收不了阳泉的能量，要被反噬了？”青鸾斗罗仔细感受了一下水下的气息波动，嘴角再次泛起一抹笑意。他不是吸收不了，他是在主动压缩那股变异的邪火。独孤博满脸不可思议，那可是极致的火毒，他不趁机化解排出去，还敢把他往死里压缩，这小子不要命了，你懂什么？他这是要把武魂的缺陷硬生生炼化成自己的杀手锏。终于，黄岩和水冰儿原本剧烈翻涌的气逐渐沉稳了下来。冰儿，我成功了，邪火已经被我彻底压制，现在它不再是反噬我的隐患，而是完全受我掌控，可以随意释放的一股纯粹能量。太好了，我感觉我的冰凤凰血脉也彻底蜕变，魂力直接冲破了瓶颈，我的武魂也褪去了邪火的杂质，进化成了正统的火凤凰，魂力突破58级。此时水花破开，冰蓝与赤红交织的光芒冲天而起，两人解除武魂融合状态，稳稳地落在了岸边。独孤博感受着两人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气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股气息如此纯粹，分别达到了火属性和冰属性的极致。你们两个小怪物竟然真的活下来，邪火已完全受我掌控，武魂也正式蜕变为正统火凤凰。
掌握了极致之火，魂力目前是58级。青鸾斗罗神情豁然，好一个极致之火！那冰儿丫头呢？水冰儿恭敬回道：“回前辈，我的冰凤凰血脉也提纯到了极致，掌握了极致之冰，魂力从43级一口气提升到了50级。”独孤博在一旁听得直咽口水，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两人。青鸾斗罗听脸上的笑意再也掩饰不住，不愧是我青鸾的弟子，极致之冰与极致之火，单凭这2大极致属性，你们未来的成就便不可限量。老师，我的武魂还有进化的空间。此话一出，全场寂静。水冰儿、青鸾斗罗乃至一旁的独孤博，皆是满脸错愕地看向黄岩。独孤博更是忍不住叫出声来：“小子，你已经是极致之火的正统火凤凰了，再进化还能变成什么怪物？”青鸾斗罗也收敛了笑容，神色凝重中带着一丝期待。就在刚刚，我将邪火彻底剥离、压制，武魂完成蜕变的那一刻，我清晰地感知到，在我的凤凰血脉深处，竟然还潜藏着一股极其纯粹的光明属性。以前这股光明血脉一直被狂暴的邪火压制着，根本无法显现。如今邪火被清除，它终于有了复苏的迹象。只不过，想要让这股光明血脉彻底觉醒，还差一个影子。黄岩走向冰火两仪眼旁的一处药匏，目光锁定在一株红红灿灿、宛如机关般的奇异仙草上，将那株机关凤凰葵摘下。这株仙草是唤醒我体内光明凤凰血脉的最佳引子，同时可以提纯火凤凰血脉。而黄岩火属性已经是极致之火，在炼化机关凤凰葵，激发自身火凤凰血脉，就能激发潜伏的光明血脉。黄岩原地盘膝坐下，开始炼化其药力。机关凤凰葵的霸道药力化作滚滚热流，在体内横冲直撞，试图再次提纯他的火凤凰血脉。但黄岩的火属性已达极致，进无可进。黄岩毫不犹豫地牵引着这股庞大且无处发泄的药力，朝着血脉深处那丝潜伏的光明气息发起猛烈冲击。没过多久，黄岩身上纯粹的赤红火焰中陡然绽放出一抹璀璨的神圣金光，伴随着一声高亢清越的凤鸣，黄岩背后的火凤凰虚影冲天而起，原本赤红的灵羽上迅速覆盖上一层耀眼的灿金光辉。黄岩缓缓睁开双眼，金红两色光芒在眼底一闪而逝。妍儿，成了！青鸾斗罗紧紧盯着那沐浴在金红双色火焰中的凤凰虚影。现在我的武魂不再是单一的火凤凰，而是火光双属性的光明凤凰。独孤博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老夫活了这么大岁数，今天算是开眼了。青鸾斗罗眼中金光大放，妍儿，好一个光明凤凰，60级魂帝，以你现在的极致双属性抵御，就算是遇到魂斗罗，也绝对有一战之力。青鸾斗罗收回打量徒弟的目光，看向了一直站在边缘的独孤博。被一位97级的巅峰斗罗盯上，独孤博额头上再次渗出冷汗。仙草被摘了，阵法被破了，现在这2个小怪物也得了天大的好处。这青鸾斗罗该不会要过河拆桥，杀人灭口吧？然而青鸾斗罗并没有直接发难，而是看向黄岩。妍儿，这老毒物的药园子算是成全了你，你觉得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独孤博闻言，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堂堂毒斗罗的老命，现在居然捏在这个小辈手里了，当然是杀了。当然是杀了吧！一声嘹亮的凤鸣声响彻天际，光明凤凰武魂宛如神圣降临。独孤博握紧拳头，我是做错了什么？眼下有青鸾斗罗在此，打也打不过，只能远遁了。独孤博脚下9道魂环亮起，一条巨大的碧鳞蛇皇张开巨口，喷出毒雾，毒雾瞬间蔓延整个冰火两仪。青鸾斗罗早就察觉到独孤博的动机，随即释放一股能量屏障，笼罩整个冰火两仪。这点毒雾对于一个极限斗罗来说不痛不痒。独孤博感觉到整个冰火两仪眼都被能量屏障封住，自己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里。此时水冰儿提前给自己造了一个冰屋子，避免接触到毒雾。随着毒雾渐渐地蔓延到黄岩的脚下，只见他抬手一声令下，光明净化，瞬间光明凤凰武魂爆发出神圣的光明，翱翔于天际，所到之处不断吞噬和净化毒物。独孤博眼看逃不出这冰火两仪眼，只能拼了。老夫我今天就算死，也要带走你个小怪物！就在独孤博催动魂力，准备彻底用美杜莎凝望之时，前辈且慢，在我的光明凤凰武魂净化下，前辈是否感觉到体内的毒素有所缓解？独孤博此时才缓过来，自己多年的毒体确实在光明凤凰武魂的净化下得到缓解。小怪物，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前辈误会了，我的武魂进化为光明凤凰武魂，能净化一些邪祟和毒物，刚才只是我的一个试验而已。独孤博闻言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我偶然从一本古籍当中得知，碧鳞蛇毒乃是天下剧毒，但你们独孤家的武魂传承却无法免疫这种毒素。你实力高强，还能用魂力强行压制，但你孙女呢？她现在应该已经毒入骨髓了吧？如果不治，她绝对活不过30岁。听到孙女，独孤博彻底破防了，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抖。你既然知道的这么清楚，难道你有解毒之法？当然，我不但能解你的毒，也能解你孙女的毒，甚至还能让你们的毒功更进一步，彻底摆脱反噬之苦。独孤博呼吸急促，老夫玩了一辈子毒都解不了，你一个毛头小子，就凭我刚刚在这冰火两仪眼中彻底解决了自身的邪火隐患。黄岩打断独孤博，指了指身后的泉水，你守着这块宝地，却只知道把它当成压制毒素的工具，简直是暴殄天物。只要独孤博加入武魂殿，成为武魂殿的长老，从今往后为我效力，解毒之法我自会传授。独孤博看了一眼旁边似笑非笑，随时准备动手的青鸾斗罗，又看了看眼前深不可测的黄岩，他惨笑一声，随后神色变得无比郑重。只要你能解燕燕身上的毒，别说加入武魂殿，就算把这条老命卖给你，老夫也心甘情愿。黄岩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你们独孤家的毒是随着武魂觉醒融入血液和经脉之中的，我要做的就是用这里的几味特定药草作为药物，将你们体内的毒素全部逼出来，然后导入一块魂骨之中储存。这样一来，毒素不仅不会反噬自身，还能在战斗时通过魂骨释放，成为真正的杀手锏。独孤博恍然大悟，猛地一拍大腿，激动道：妙啊！老夫玩了一辈子毒，
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把毒素逼进魂骨，就等于多了一个完美的储毒容器。黄岩心中憋笑，带着上帝视角看斗罗，真的是降维打击。独孤博又面露难色，老夫自己倒是有一块魂骨，可以随时开始。可燕燕她修为尚浅，身上并没有魂骨，无妨。青鸾斗罗语气中透着武魂殿供奉的霸气。既然你已答应加入武魂殿，那就是自己人。区一块适合小辈的魂骨，老夫亲自去宝库给他挑一块合适的。他堂堂封号斗罗，自然知道魂骨的珍贵。多谢三供奉，多谢黄岩少爷。从今往后，老夫这把老骨头就卖给武魂殿了。黄岩微微一笑，伸手将独孤博扶起。解毒的药引我会替你们配好，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办。少爷请吩咐。独孤博现在可谓是死心塌地，连称呼都主动改了。我老师也要借着宝地炼化一株仙草，期间由你来护法。老师，您的武魂是青鸾，这株八瓣仙兰药性极其温和醇厚，最适合固本培元，驱除体内杂质。您已经是97级巅峰斗罗，这株仙草应该能让您直接突破瓶颈，到达98级。98级，青鸾斗罗的呼吸瞬间变得粗重起来，哪怕他自是在供奉殿前修数十年，心性早已坚若磐石，但此刻也忍不住心跳如鼓，激动的双手微颤。这可是突破98级的契机啊！言儿，你可知这98级，我足足停留了30年啊！青鸾斗罗声音里难掩激荡的情绪。放眼如今整个斗罗大陆，除了消失几十年的唐晨、海神岛大祭司波塞西以及大供奉千道流这3位极限斗罗之外，最强者也不过是98级的惊愕斗罗。只要老夫能借此跨过这道坎，突破到98级，便能真正跻身这斗罗大陆第2梯队的巅峰强者之列。到时候除了那3位，老夫谁也不惧。老师底蕴深厚，突破98级本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这株仙草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事不宜迟，老师您现在就安心吸收吧。好，青鸾斗罗也不再废话，当即盘膝坐下，将八瓣仙兰送入口中。独孤博，给老夫护法，若有差池，老夫拿你试问。三供奉放心，只要老夫还有一口气在，绝不让任何人打扰您炼化仙草。青鸾斗罗闭上双眼，身上很快泛起一层柔和的光晕，进入了深度的炼化状态。独孤博语气透着一丝兴奋，老夫既然带着燕燕加入了武魂殿，自然算是三供奉这一派系的人。等三供奉突破到98级，在武魂殿内便有了跟2供奉惊愕斗罗分庭抗礼的实力。有这棵参天大树罩着，加上少爷您的看重，我们爷孙俩以后的待遇绝对差不了。这波买卖老夫非但不亏。黄岩嘴角上扬，他走上前，随手采下一株9品紫芝，直接抛给了独孤博。既然独孤长老如此识时务，我也不能让你白叫这声少爷。这株9品紫芝虽未达仙草品阶，但也是世间罕见的顶级灵药，对你的修为大有裨益，就当是给你的奖赏了。独孤博手忙脚乱地接住，感受到紫芝上浓郁精纯的药力，顿时大喜过望，连连拱手。黄岩为自己和水冰儿各挑了精神类的仙品草药，开始吸收起来。有了高阶魂斗罗级别的精神力作为支撑，10万年以下魂兽死后的灵魂震荡，对黄岩来说已经构不成致命威胁。这第6魂环，我完全可以去尝试吸收8万年甚至9万年年限的魂环了。没过多久，盘膝而坐的青鸾斗罗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极其狂暴的魂力波动，这股威压如渊如玉，瞬间席卷了整个冰火两仪眼，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不好！独孤博脸色一变，连忙上前一步，迅速撑起一道碧绿色的魂力屏障，将黄岩和水冰儿牢牢护在身后，抵挡着这股肆虐的魂力风暴。片刻后，狂暴的魂力渐渐收敛，化作一股更加深邃浩瀚的气息。青鸾斗罗猛地睁开双眼，眼中金光爆射，仰天发出一声畅快淋漓的大笑。98级，老夫终于踏出这一步。黄岩带着水冰儿从屏障后走出，恭喜老师得偿所愿，突破98级大关。独孤博和水冰儿也连忙齐声附和，恭喜三供奉，恭喜前辈。言儿，你这精神力怎么回事？老夫不过是突破个瓶颈的功夫，你的精神力怎么变得如此凝实庞大？老师，趁着您突破的空档，我刚才炼化了一株名为忘川秋水露的仙草，如今我的精神力已经暴增到了高阶魂斗罗的境界。高阶魂斗罗，青鸾斗罗忍不住重重拍了拍黄岩的肩膀，好小子，不愧是我的徒弟，真有你的！60级就能有如此恐怖的精神力，那你这第6魂环的年限绝对能达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地步。冰儿丫头，你如今也到了需要猎取魂环的瓶颈，对于你的魂环，你可有什么想法？前辈，我的武魂是冰属性，星斗大森林虽然魂兽众多，但高年限的冰属性魂兽却极为罕见，所以我想去极北之地看看，那里常年冰封，几乎全都是冰属性魂兽，肯定能找到最契合我的魂环。极北之地不错，那里确实是最适合冰属性魂师的猎魂宝地。等我们在星斗大森林帮妍儿猎取完合适的第6魂环，老夫就亲自带你去一趟极北之地。青鸾斗罗大手一挥，事不宜迟，独孤博、妍儿，赶紧收拾一下，把这些有用的药草全都带上，出发去星斗大森林给你猎取第6魂环。此时独孤博主动解下腰间的一个皮囊，少爷，这些仙草娇贵，寻常的储物魂导器恐怕会流失药性，老夫这件如意百宝囊能够储存活物，用来装载这些仙草再合适不过，还请少爷收下。黄岩毫不客气地接过如意百宝囊。与此同时，史莱克学院操场上一片热闹，我终于突破30级了。奥斯卡兴奋地在操场上又蹦又跳，满脸掩饰不住的激动。食物系魂师修炼本就困难，赵无极决定给奥斯卡猎取魂环，顺便带史莱克七怪去星斗大森林外围历练。赶紧回去收拾行李，明天一早我们在学院门口集合。另一边，青鸾斗罗带着黄岩和水冰儿飞往星斗大森林的路上，感受到下方传来战斗的魂力波动，一个魂圣与一只4万年的白虎战斗。岩儿、冰儿，如今你们的实力有所提升，为师给你们找个人来练练手。说罢便带着2
两人落下。此时柳二龙正和一只4万年的白虎在缠斗，青鸾斗罗一巴掌直接把白虎给拍死。柳二龙看到这一幕，整个人惊住，多谢前辈出手相救。晚辈柳二龙来自蓝电霸王龙家族，敢问前辈是？柳姑娘在下武魂殿3供奉青鸾，我这2徒弟有一招武魂融合技，正愁找人请教请教。柳二龙此时便明白为什么青鸾斗罗会救自己，此刻他别无选择，请黄岩和水冰儿开武魂。两人并肩而立，双手紧紧相握，光明凤凰，冰凤凰，伴随着2声清脆的凤鸣，一金一蓝2只巨大的风凤虚影在2人身后冲天而起。也就是在这一刻，柳二龙脸上的漫不经心瞬间僵住了，他猛地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小子的魂力气息60级。柳二龙瞪大了眼睛，这小子明明才5个魂环，怎么魂力波动已经达到了60级的准魂帝境界？不到20岁的准魂帝。柳二龙又猛地转头看向水冰儿，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小丫头看起来比他还小，竟然也有50级的魂力，准魂王。然而根本不给柳二龙过多震惊的时间，半空中光明凤凰与冰凤凰已经彻底交融在一起，极致的光明之火与极致之冰完美契合，没有丝毫排斥。武魂融合技冰焰神皇，伴随着黄岩和水冰儿齐声低喝，一只身披冰红色翎羽，周身却燃烧着璀璨金色神焰的绝美凤凰骤然降临，邪火凤凰蜕变为光明凤凰，连带着冰焰神皇的形态气息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成功融合，冰焰神风气息暴涨，魂力威压如同排山倒海般倾泻而下。这怎么可能？柳二龙感受着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声音都变了调。这股威压竟然直接逼近了封号斗罗，一个准魂帝和一个准魂王的武魂融合技，威力怎么可能堪比封号斗罗？半空中，黄岩操控冰焰神凤，双翼一震，径直朝着柳二龙俯冲而来。前辈小心了！柳二龙哪里还敢有半点保留，浑身魂力毫无保留的轰然爆发，仰天怒吼，火龙附体，伴随着一声高亢的龙鸣，炽热的火焰从柳二龙体内狂涌而出，瞬间覆盖全身。然而武魂附体之后，萦绕在柳二龙心头的致命危机感竟然没有丝毫减弱。该死！第7魂技赤龙真身！柳二龙怒吼一声，7魂环光芒大放，整个人瞬间化作一条体型庞大的赤色火龙。面对冰焰神皇，柳二龙根本不敢拖大。半空中，冰焰神皇甚至没有动用任何魂技，仅只是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完成了一个简单的俯冲撞击。两者相撞的瞬间，柳二龙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巨大的赤龙真身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倒飞而出，重重地砸在荒野之上，瞬间被迫解除了武魂真身状态，恢复了人形。仅一个俯冲，便将一鸣开启了武魂真身的魂圣重创。柳二龙捂着胸口，剧烈的咳嗽着，还没来得及喘息，他便惊骇地发现自己身上竟然烧起了一层附带着神圣气息的蓝金色火焰，这正是蜕变后附带了光明属性的全新冰焰。好痛！黄岩眼中也闪过一丝诧异，看来武魂蜕变后，我们的武魂融合技不仅威力大增，连这冰焰的特性也变得更加霸道。地上的柳二龙此刻已经急得满头大汗，那光明冰焰如同复古之躯，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无法将其剥离。感受着体内飞速流逝的魂力和越来越强烈的灼烧感，柳二龙彻底慌了。他堂堂一个高阶魂圣，非得被这2个小娃娃活活烧死不可。我认输了，快停下！黄岩走上前去，随手一挥，便将柳二龙身上燃烧的光明冰焰尽数收回体内。青鸾斗罗脸上的笑容没有停过，满意的看着。就在此时，黄岩察觉到异常，有一股十分驳杂的邪火气息正在朝我们这里靠近。这要巧吗？黄岩心中略有所思，拥有这种恶心邪火气息的，除了马红俊，还能有谁？算时间线，既然马红俊出现在了星斗大森林外围的镇子上，那就意味着史莱克一行人也到。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唐三将会遇到那只2000多年修为的人面魔蛛，而那只人面魔蛛会爆出外附魂骨8蛛毛。外附魂骨本就极其罕见，珍贵程度丝毫不亚于10万年魂骨，更何况这8蛛毛未来甚至能随着主人一路进化，最终蜕变成神器。既然好巧不巧的在这里遇上，黄岩当然不可能将其让给唐三。冰儿，看来我们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注定有大机缘了。史莱克七怪来到了黄岩休息的客栈，马红俊一进门就被水冰儿的背影吸引上，那双猥琐的小眼睛猛地睁大，直勾勾地盯着水冰儿绝美的容颜。戴老大，你看那边那个小妞长得还挺水灵啊，这身段。戴沐白瞥了一眼，胖子，你要是邪火压不住了就上吧，我们史莱克七怪给你兜底。马红俊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目光更加放肆地在水冰儿身上游走。小妞，要不要过来陪哥哥喝2杯，顺便帮哥哥压制一下邪火？上次被青鸾斗罗吓退后，弗兰德回去专门调查了水冰儿的背景，得知水冰儿来自天水学院，且是极品冰凤凰武魂后，弗兰德便私下叮嘱过马红俊，那女孩可是罕见的冰凤凰武魂，你是邪火凤凰，一冰一火，若是能把她追到手，你们极有可能开启武魂融合技，到时候你这邪火反噬的毛病说不定也能彻底解决。想到弗兰德的话，马红俊心里顿时一阵火热，直接无视了背对着他的黄燕，凑到桌前搓着手道：嘿嘿，美女，咱们还真是有缘啊，居然在这里又碰上。听说你是冰凤凰武魂，巧了，哥哥我是火凤凰，咱们这一冰一火简直就是老天爷安排的姻缘，天造地设的一对啊！水冰儿俏脸一寒，眼中满是厌恶，给我滚开！马红俊不仅没退，反而笑得更流氓了。哎呦，脾气还挺辣，哥哥我就喜欢你这种带刺的。马红俊瞥了一眼对面始终背对着他的黄燕，不屑地撇了撇嘴：美女，你跟着这种连脸都不敢露，连个屁都不敢放的缩头乌龟有什么前途？不如跟着哥哥我吧，今晚咱们好好交流一下武魂融合技，你找死！水冰儿周身温度骤降，冰蓝色的魂力已然在掌心凝聚。黄燕缓缓转过头，目光犹如看着一具尸体般盯着马红俊：死胖子，几天不见，你这嘴里喷粪的本事倒是
见长。马红俊脸上的猥琐笑容瞬间僵住，吓得本能的往后退了2步。上次青鸾斗罗那恐怖的威压，至今还是他的心理阴影。怎么会是你？马红俊咽了口唾沫，心里顿时怂了。但马红俊眼角余光瞥见不远处的戴沐白和唐三等人。黄岩，你少嚣张！今天我史莱克的兄弟们都在这，我还能怕了你不成？死胖子，上次留你一命，是觉得你不过是一只随手可以捏死的蝼蚁，懒得脏了手。但既然你今天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黄燕缓缓站起身，一股神圣而炽热的气息骤然从体内爆发而出，伴随着一声清亮的凤鸣，璀璨夺目的光明凤峰虚影在黄燕背后浮现，将整个大堂照得亮如白昼。在这股纯正至极的光明凤凰血脉压制下，马红俊体内的邪火凤凰武魂仿佛遇到了天敌，不受控制的剧烈站立起来。马红俊双腿一软，竟是直接被这股血脉威压得跪倒在地，浑身冷汗直冒，连半点魂力都调动不起来。这怎么可能？马红俊满脸惊恐的尖叫出声，声音里带着浓浓的绝望。史莱克七怪众人仿佛看到了神明降临，戴沐白引以为傲的邪眸里满是不可置信。他看起来也就比我大1、2岁的样子，怎么可能是魂王？唐三更是瞳孔骤缩，死死盯着那2枚黑色的魂环，声音都有些发颤。第4魂环就是万年级别，这完全打破了刚子提出的魂环吸收极限理论。黄燕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地上的马红俊，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既然你满脑子都是找女人泄火，那今天就彻底断了你的念想，你下半辈子做个太监去吧，我还要废了你那引以为傲的武魂。感受到黄燕身上毫不掩饰的杀机，马红俊强烈的求生欲战胜了恐惧。开武魂，邪火凤凰附体，伴随着一阵紫红色的光芒，马红俊浑身长出稀疏的紫红色羽毛，脚下勉强升起了2个黄色的百年魂环。黄燕看着无能的马红俊，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他准备直接动手废了对方。胖子，你不是一直觉得我们都有邪火反噬的缺陷吗？黄燕缓缓抬起右手，指尖上一团暗红色的诡异火焰凭空燃起。这团火焰一出现，空气中顿时弥漫起一股极其狂暴、炽热且充满毁灭气息的波动，比马红俊身上的邪火不知道纯粹了多少倍。今天我就用这邪火帮你彻底去火。既然你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那以后就别当男人了。至于你这只草鸡武魂，也一并废了吧。黄燕屈指一弹，那团暗红色的邪火瞬间化作一道流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马红俊的下半身和丹田气海而去。住手！不远处的唐三和戴沐白终于反应过来，目眦欲裂的大吼出声。唐三脚踏鬼影迷踪，想要冲过来救援，但那团暗红色邪火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他根本来不及阻挡。凄厉至极的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酒楼，暗红色的邪火毫无阻碍的没入马红俊的下半身和丹田之中。我的武魂，我的！马红俊死死捂着裆部，像一只煮熟的虾米一样在地上疯狂打滚。他身上原本附体的紫红色羽毛瞬间被焚烧殆尽，背后那只滑稽的草鸡虚影发出一声绝望的哀鸣。戴沐白冲上前，看着马红俊身下的一滩血迹和彻底破碎的丹田，双眼瞬间红了，猛地转头死死盯着黄燕。你竟然废了他！大家不过是口角之争，你下手未免也太狠毒了。唐三爷眼中闪烁着冰冷的紫意，阁下只不过口舌之争，你却直接毁了他的武魂，断了他的根，如此行径与邪魂师何异？阁下你已有取死之道。黄燕嗤笑一声，他刚才满嘴喷粪，扬言要强行带走我女伴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出来阻止？怎么不见你们说他狠毒？黄岩发动极致光明之火，裹挟着60级准魂帝威压以及光明凤凰超级武魂的血脉品质，直接朝着史莱克众人碾压过去。你们史莱克学院的人是不是觉得全天下都得惯着你们这群垃圾，只许你们欺男霸女，别人连反击都不行？戴沐白气急，身上白虎武魂瞬间附体，3个魂环升起，但戴沐白的白虎武魂顶天了也不过是个顶级武魂，在黄燕的压制下瑟瑟发抖，根本不敢上前。唐三强忍着威压，就算胖子有错在先，也罪不至此。你今天必须给我们史莱克一个交代，交代！就凭你们几个连魂宗都不到的废物，也配找我要交代？想动手就一起上，我今天不介意把你们史莱克这群所谓的怪物全都变成死物。2楼，原本正端着酒杯看戏的赵无极猛地站起身，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弗兰德的得意门生马红俊竟然就被彻底废了。小兔崽子，你找死！赵无极双目通红，大力金刚熊武魂瞬间附体，7个魂环骤然升起。赵无极怒吼一声，正准备直接跳下楼去，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撕成碎片，给马红俊报仇。然而还没等赵无极迈出半步，一股恐怖威压骤然降临，赵无极脚下的地板瞬间化为齑粉，赵无极身躯猛地一脚被死死的压制在原地，连一根手指头都动弹不得。刚刚升起的7个魂环瞬间被压回了体内，冷汗瞬间浸透了赵无极的后背。这是超级斗罗的威压，小辈之间的事就让小辈自己解决。你一个70多级的魂圣也想下去凑热闹？同样在看戏的青鸾斗罗连面都没露，只是用威压死死锁定了赵无极，老老实实在上面看着，再敢动一下死！赵无极瞳孔剧烈收缩，满脸惊骇与绝望。在青鸾斗罗的魂力威压下，他连呼吸都觉得困难，哪里还敢有半点动作，只能像一尊雕像般僵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楼下的唐三等人直面黄燕。一旁的宁荣荣心中更是恼火，你竟敢欺负我！我可是7宝琉璃宗的小公主，你以为自己有个魂王修为就了不起？不过才5环而已，离魂帝还差得远呢。我劝你识相点，现在立刻给胖子磕头道歉，再跪下请求他的原谅，否则我7宝琉璃宗绝不会放过你。黄燕听完，先是一愣，随即竟放声大笑起来。大堂内充满了嘲弄。7宝琉璃宗剑道陈星，武斗锣鼓容，
小丫头，你真是被家里惯坏了，就算是你爹宁风致清零，也没有你这般傲气。你居然敢侮辱我父亲！宁荣荣脸色瞬间涨红，气得浑身发抖。你死定了！我这就传信回宗门，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黄燕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废话真多。既然你们史莱克这群废物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的兄弟情深。唐三双眸亮着紫光，唐三已化作一道残影，鬼影迷踪步施展开来。蓝银草带着剧毒尖刺从侧翼突袭，戴沐白狂吼一声，白虎护身杖与白虎烈光波齐出，小舞则骄喝着跃向空中，邀功蓄势待发。七宝转出有琉璃，一曰力，二曰速。宁荣荣手中七宝琉璃塔光芒大盛，两道增幅光束精准地落在了唐三和戴沐白身上。奥斯卡在一旁忙得满头大汗，一边制造恢复大香肠，一边急促喊道：“戴老大，小三，顶住，我马上就好。”然而战场边缘，朱竹清却静静伫立，一脸冷漠，淡淡扫过地上哀嚎的马红俊，眼中没有半分同情，反而透着一抹解脱的冷意。水冰儿都快气笑了，这不是你们在围攻黄燕吗？水冰儿也想帮忙，但被黄燕一个眼神拒绝。对付这几个渣子，黄燕一个随手都能按死。朱竹清面无表情，他不该调戏别人，那是他咎由自取。你们要为一个人渣出头，那是你们的事，别拉上我。此时黄燕冷笑，身形如电般闪过唐三的缠绕，抬手就是一记光明火拳，直接将冲在最前面的戴沐白轰飞出去，撞碎了酒楼的立柱。你们这群只会抱团取暖、是非不分的废物，也配谈威胁？黄燕甚至都懒得动用魂技，光凭魂力和肉体都能轻松击败他们。黄燕指尖凝聚出一团压缩到极致的光明火球，压迫感让宁荣荣脸色瞬间惨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给这种人渣加持，那我就先废了你们的辅助。宁荣荣浑身战栗，被黄燕那森寒的杀意锁死，手中的琉璃塔竟开始摇晃起来。住手！唐三见状，瞳孔骤缩，暗器机关疯狂启动，企图强行打断黄燕的攻击，但黄燕连躲都懒得躲，周身的光明护盾便将所有暗器震成了色粉。黄燕看着围攻他的几人，仿佛在看一群跳梁小丑，语气戏谑：“这就是史莱克的怪物，真是让我大失所望。”宁荣荣看着步步逼近的黄燕，吓得连连后退：“你别过来，我可是七宝琉璃宗的公主，我见爷爷和古爷爷最疼我了，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爸爸绝不会放过你，你背后的势力也得跟着陪葬。”青鸾斗罗眸光骤然一寒，七宝琉璃宗，看来这几十年世人已经忘了供奉殿的手段。正好老夫突破98级，正愁没个由头立威，陪葬就凭那两个老家伙。宁荣荣，你真是无知的可爱。黄燕眼神一冷，手中的光明火球瞬间崩解，化作无数细碎如萤火的暗红色星轮，在他指尖跳动。既然你这么引以为傲你的身份和容貌，那我就送你一份大礼。对宁荣荣来说，她最珍视的应该就是她的脸，那就让宁荣荣毁容，让她当一辈子的丑八怪，让她余生都活在痛苦当中，这可比直接杀了了事要好得多。一缕缕火星如同复古之狙，直冲宁荣荣的面门而去。不，救我！小三救我！唐三目眦欲裂，疯狂甩出手中的龙须针，尔敢滚！黄燕随手一挥，魂力如浪潮般将唐三掀翻，火星毫无悬念的落在了宁荣荣那张娇生惯养的脸上，伴随着皮肉烧灼和惨绝人寰的尖叫，那一缕缕血火瞬间在她的皮肤上留下了无法愈合的焦黑疤痕。我的脸！宁荣荣捂着脸瘫倒在地，指缝间渗出血水。黄燕冷漠地俯视着她，这辈子你就带着这张脸去当你那高高在上的公主吧。宁荣荣惨绝人寰的哭声，每一声都像是钝刀，在切割着史莱克众人的心。原本疼得几乎昏死过去的马红俊，此时勉强睁开肿缝般的眼睛，看到宁荣荣那张布满焦黑疤痕、血肉模糊的脸，马红俊眼中竟闪过一丝扭曲的快意，心想大家一起毁灭吧。奥斯卡双眼通红，拳头攥得咯咯作响，猛地踏前一步：“黄燕，你这个畜生！荣荣那么漂亮，你竟然下得去这种狠手！我今天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杀了你！”黄燕周身魂力微微一震，魂力威压直接锁定在奥斯卡身上。奥斯卡未尽的话语瞬间卡在嗓子眼里，脸色惨白，双腿不由自主地打颤。你拿什么拼？拿你那几根香肠吗？奥斯卡，你这个怂货！三哥，小五，帮我报仇，杀了他！我要让他碎尸万段！唐三看着宁荣荣那张甚至无法辨认五官的脸，眼中满是震惊与不可思议。黄岩，你找死！唐三准备从口袋里掏出阎王贴，就在这时，一股魂力威压精准地朝着黄岩的身上蔓延。察觉到这股强大的魂力，青鸾斗罗立马爆发着极限的斗罗的威压，强势抵挡下来。两股威压碰撞，瞬间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史莱克七怪被震退倒地，黄岩靠着强大的光明凤凰武魂保护水冰儿勉强抵挡下来。青鸾斗罗瞬间闪身来到人跟前，竟然是你！敢欺负我儿子，你已有取死之道！只见唐昊脚踏虚空，脚下9个魂环冉冉升起，杀意如实质般向四周扩散，空气骤然凝固。区95级的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唐昊，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吧！只见青鸾斗罗展开青鸾双翼舞轮，一瞬间就来到唐昊的跟前，双翼化作铡刀劈向唐昊。面对跨越3个等级的差距，唐昊不敢大意，第8魂技千钧壁垒。只见唐昊周身产生一个超强防御屏障，硬生生的抗下了青鸾斗罗的普通一击后，被震飞了出去。双方开始缠斗，各种近身攻击都无法伤到对方。唐昊使出9981锤，青鸾斗罗以极致的速度和敏锐的攻击渐渐取得上风。唐昊不退反进，他猛地召回昊天锤，第7魂技昊天真身悍然发动，昊天锤暴涨至10丈。可这样还不够，唐昊一声怒下，身上的第1到第6魂环齐齐炸开，力量、速度、防御60%增幅，6大魂技瞬间叠加，唐昊整个人的气势如火山喷发般暴涨。只见青鸾斗罗开怀大笑起来：“唐昊，你终于能让老夫稍微兴奋一下。”青鸾凤鸣领域开，第8魂技碧天云海沉绝。只见青鸾巨鸟张开巨口吸走领域内的空气，整个领域内形成了真空。原本朝青鸾斗罗快速抡锤的昊天真身慢了下来，身体瞬间失重。不好，唐昊停止了进攻。第7、第8、第9魂环炸，此时大须弥锤彻底催动，恐怖的威压席卷整个天空。唐昊举起巨锤抡向青鸾斗罗，锤身所到之处，周围空间扭曲，
气流大地震吧！青鸾斗罗两眼放光，来吧！等级差距是你无法跨越的鸿沟。第9魂技，青鸾破空啸。青鸾斗罗开始凝聚全部周围的风力和魂力，贯穿天地的青色凤鸣冲击波直击唐昊的大须弥锤。果然，昊天锤被震飞，昊天真身直接被击碎，唐昊重伤飞出。就在唐昊重伤的那一刻，一股10万年的魂兽的气息突然释放出来。青鸾斗罗追击着魂兽气息，看到了小舞。此时赵无极正带着史莱克7怪逃跑。原来如此，唐昊眼见不敌，化作一道流光远遁了。青鸾斗罗刚刚踏入98级，根基不稳，若唐昊临死反扑可能会重伤。再三思考下，还是决定放走唐昊。不愧是老师，黄岩和水冰儿开始各种拍马屁，青鸾斗罗被各种彩虹屁淹没了，哈哈哈！话虽如此，若不是等级压制，胜过唐昊岂会那么轻松？言儿时候不早了，为师给带你去找魂环。随着青鸾斗罗精神力的搜索，一只85000年的烈火飞鸾，身具火凤凰血脉。言儿，这只烈火飞鸾属性与你极其契合。黄岩感受着虚空中传来的炽热气息，确实是极品，麻烦老师了。青鸾斗罗微微颔首，随手一挥，魂力威压瞬间将其锁定，死死按在地上。伴随着几声清脆的捕猎声，烈火飞鸾被重创至濒死状态。去吧，尽早吸收。青鸾斗罗收手而立，黄岩唤出光明凤凰武魂，随着深黑色的魂环渐渐被炼化，时间飞速流逝，直到第2天清晨，黄岩才缓缓睁开眼，双眸中闪过一丝璀璨的火光。65级，黄岩感受着体内澎湃的魂力，惊喜地看向身边的水冰儿和青鸾斗罗。水冰儿眼唇惊呼，竟然直接连升了5级，这不奇怪，之前你服下的机关凤凰葵尚有残余药力在体内，加上这次是越阶吸收85000年的魂环，双重叠加才有此奇效。黄岩站起身，感受着新获得的力量，这第6魂技凤火焚天极其强悍，它不仅能大幅增幅我的光明之火，释放时威力还会直接翻倍。水冰儿好奇道，那配合你前3个增幅类魂技呢？我计算过了。黄岩眼中闪烁着狂热，前3魂技叠加之下，能提供火属性、速度和攻击300%的增幅，再加上这第6魂技的翻倍效果，综合增幅将达到恐怖的600%。现在的我全力一击足以硬抗魂斗罗的第8魂技，既然我的魂环已经到手，接下来就该去极北之地为冰儿寻找合适的第5魂环了。黄岩正准备动身，步子却猛地一顿，眉头微皱的回头看向那具烈火飞鸾的残骸。怎么了，小岩？青鸾斗罗察觉到他的异样，好奇地问道。黄岩指着那烈火飞鸾的翅膀处，有些迟疑地开口：老师，我刚才突然感觉到，在那畜生的翅膀位置，似乎有一股非常浓郁的亲切感，好像在呼唤我的武魂。青鸾斗罗神色一动，老夫刚才随手将其重创，倒是不曾仔细探查，难道这畜生临死还给你留了什么惊喜？青鸾斗罗根本没往魂骨去想，毕竟魂骨何其珍贵，除了10万年魂兽死后必爆，就算是高阶万年魂兽，能爆出魂骨的概率也微乎其微。青鸾斗罗不认为，恰好这只烈火飞鸾就能爆出一块魂骨，而且黄岩说的还是翅膀位置，在这个位置的魂骨只有外附魂骨一个可能。黄岩快步走上前，魂力化刃，精准地切开了烈火飞鸾那焦黑的羽翼，刹那间，一股炽热而精纯的力量波动荡漾开来，一对流转着暗红色流光的骨骼静静地躺在血肉之中，这是魂骨。黄岩将其取出，忍不住失声道：不对，这种连接感，这是外附魂骨。青鸾斗罗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黄岩身边，看着那对宛如红宝石雕琢而成的羽翼状物，眼中满是震惊，竟然真的是外附魂骨。老夫刚才竟完全没察觉到它的存在，看来它与你的光明凤凰武魂产生了某种极致的共鸣，所以才避开了我的感知，唯独被你感应到。水冰儿也惊喜地凑了过来，眼唇轻呼，美眸中满是为黄岩感到高兴的色彩。外附魂骨可是能随着魂师等级提升而进化的至宝，论稀有程度甚至在10万年魂环之上。岩哥，你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青鸾斗罗忍不住抚须大笑，好一个天之骄子，不愧是老夫的弟子。原本以为这85000年的魂环已是极大的机缘，没想到这烈火飞鸾竟然还产出了外附魂骨。小岩，趁着气息还没散，立刻就地炼化。黄岩盘膝坐下，将那对火红羽翼按在背部。片刻后，黄岩背后的暗红色流光收敛，一对晶莹剔透、犹如红宝石雕琢而成的巨大凤翼在他身后缓缓舒展开来。黄岩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老师，这2个魂技都堪称逆天。第一个是吞噬，他能通过吞噬其他拥有火凤凰血脉的魂兽，来提升这块魂骨的年限和强度。而第2个，黄岩顿了顿，周身魂力猛然荡漾开来，一股炽热的波动瞬间覆盖了方圆100米的范围，是领域类魂技，名为火之领域。领域，青鸾斗罗瞳孔微缩，甚至有些失态，你才65级，竟然就拥有了领域。即便是封号斗罗，拥有领域的也是凤毛麟角。在领域内，我的火属性强度会直接提升50%，而且我能感觉到，这只是个基础，等我突破魂圣，甚至在那之前，只要魂骨进化的够快，这个领域极有可能进化为真正的凤凰领域。水冰儿在一旁听得美眸发亮，50%的属性提升，加上你之前的增幅，现在的你真的能正面硬汉魂斗罗了。随后在黄岩有意指引下，很快就找到了那只正准备捕食的人面魔蛛。黄岩随手一挥，一道光明之火便化作利刃呼啸而出。死吧，我刃划过。那只在原著中本该成就唐三的人面魔蛛，甚至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直接被炽热的火焰切成了2半，焦黑的尸体散发着阵阵恶臭。青鸾斗罗一脸平静，但下一刻，青鸾斗罗直接愣住了。小岩，等等！青鸾斗罗盯着那具被劈开的蛛尸，语气中透着一丝荒诞与不可置信。老夫是不是感受错了？那里面好像又有魂力波动在闪动。黄岩故作茫然地停下脚步，走过去
续用魂力挑开蛛丝，指着那8根紫黑色的晶体猪腿，语气满是震惊：“老师，您是说这个？这不会又是魂骨吧？我只是看这畜生想偷袭，随手给了一刀而已啊！这运气也太离谱了。”水冰儿此时已经彻底石化在原地，美眸瞪得滚圆。2000年的人面魔蛛竟然也出魂骨，而且看这位置又是外附魂骨。严哥，你今天是不是被幸运女神附体了？小严，你这运气要是传出去，全大陆的魂师怕是都要羞愧的自尽。黄岩将那8根猪腿取出，点头道：“果然是外附魂骨，看这形态，应该叫它8蛛毛。虽然属性与我的光明凤凰不合，但这东西的价值确实无可估量。外附魂骨有2大好处。”是可成长性，理论上来讲，一块外附魂骨可以跟着魂师一路成长，甚至最终进化为超神器。第二是不可被剥夺的安全感。外附魂骨虽然价值堪比，乃至超过了10万年魂骨，但哪怕暴露了外附魂骨，也不会遭受太多追杀。毕竟外附魂骨一旦被魂师炼化吸收，哪怕被击杀，外附魂骨也不能掉落。所以追杀拥有外附魂骨的魂师的几率，远远比不上追杀其他拥有万年魂骨、10万年魂骨的魂师。相对来说，安全感很高。既然是你的机缘，那就说明这是天意。走极北之地，老夫现在倒真想看看，到了冰儿猎取魂环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再捡出一块魂骨来？黄岩笑了笑，随手将8蛛毛收入魂导器，3人朝着极北之地出发。与此同时，史莱克学院，老赵，你带队出去一趟，怎么把人带成这副鬼样子？弗兰德看着躺在担架上，下半身血肉模糊的马红俊，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怒吼。赵无极灰头土脸的站在一旁，声音都在发颤。弗兰德，那黄岩，他根本不是人，那是怪物中的怪物。黄岩，又是他！弗兰德气得浑身发抖，他废了红俊，难道不知道红俊是我唯一的亲传弟子？我要杀了他！我要去武魂殿讨个公道！院长，冷静点！赵无极一把拉住弗兰德，压低声音道：“青鸾斗罗当时就在楼上，他只用了一道气息，我就差点跪在地上动弹不得。你觉得咱们去武魂殿是讨公道，还是去送死？”即便到了这时候，赵无极还是想着为自己换尊，差点跪在地上动弹不得。开玩笑，赵无极当时都开始想遗言了，毕竟他当初可是武魂殿的通缉犯，被武魂殿追杀，杀了武魂殿不少人。也就是青鸾斗罗那时候还在闭关，赵无极被追杀的时候，实力也就魂王魂帝。弗兰德原本涨红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僵在原地半晌，最终颓然地瘫坐在椅子，声音沙哑：“青鸾斗罗，那位三供奉竟然亲自护着他。”弗兰德刚刚一瞬间有些冲动，想着黄岩才进入星斗大森林，如果身边只有水冰儿一人，他还可以直接去追杀黄岩，将其扼杀在摇篮当中。但现在嘛，弗兰德紧了眼马红俊，心中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马红俊废都废了，未来别说封号斗罗，修炼到魂圣都费劲，与其为此去平白树立一大仇敌，不值得。当弗兰德看到宁荣荣脸上那几道深可见的布满焦黑死皮的疤痕时，整个人如遭雷击，那是极致的凤凰血火透过了皮肉，伤了生机，怕是这辈子都消不掉了。完了，全完了！弗兰德眼神空洞，红俊废了，宁荣荣毁容了。宁风致要是知道他的心头肉在咱们学院变成了丑八怪，剑斗罗的剑气，明天就能把史莱克劈成废墟。就在此时，玉小刚走了进来，弗兰德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冲上前：“小刚，你赶紧想办法救救他们，否则史莱克学院要完了。”刚子于是连忙查询典籍，还真让玉小刚发现了这所谓的一线生机，那就是九星海棠液加。九星海棠的治疗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范围性全属性整体治疗，只要还有一口气，那叶家的传人就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即便荣荣脸上的伤是极致火焰所致，在九星海棠面前也并非绝症。弗兰德眼中的死灰复燃，猛地拍了一下大腿：“对啊，我怎么把叶家给忘了？只要能治好荣荣的脸，宁风致那头就好交代了。”玉小刚看了一眼沉默不语的唐三，正好我也打算带你们去天斗皇家学院，那里有更好的资源。此时七宝琉璃宗殿内，宗主，不好了，小姐她毁容了。什么？宁风致剑斗罗古斗罗闻言瞳孔震荡，是青鸾斗罗的弟子黄岩。片刻后，事情就是这样。三人依旧无法从震惊中缓过来，剑骨斗罗身上爆发着怒气，宁风致此时心疼得无法言语。宗主，根据附近宗门弟子来报，青鸾斗罗和他的弟子正在前往极北之地猎取魂环。好一个青鸾斗罗，此仇不报，我是不为人。传令下去，请宁山长老去史莱克治疗荣荣的伤势。剑书古书，我们去宰了那个叫黄岩的小子。七宝琉璃宗内3道身影飞往极北之地。剑书古书，那黄岩身边有青鸾斗罗，可有把握战胜他？风致，区97级的封号斗罗，以我95级和老剑人96级的魂力，定能一战。还有你的辅助。剑斗罗微微皱眉，老骨头，不可轻敌。青鸾斗罗乃武魂殿3供奉，实力强横。此时极北之地内，青鸾斗罗就感受到有一股人类魂师的气息，正朝这边飞来。有意思。青鸾斗罗停下脚步，精神力穿透漫天风雪，探查来人的气息。只见青鸾斗罗大笑，来得正好，是一只3万年左右的冰辟邪，追赶着人类魂师。青鸾斗罗微微闭目感知，随即有些惊讶，这小畜生血脉极高，恐怕是那冰辟帝皇蟹一脉的嫡系。虽然才2万多年，但这一身寒毒和防御，战力绝对抵得上6万年的普通魂兽。难怪领头那个魂圣都快被耗干了。水冰儿美眸一亮，呼吸都急促了几分。3万年的冰辟邪，老师，我的第5魂环它合适吗？何止是合适，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青鸾斗罗看向水冰儿，赞许道：“你现在拥有极致之冰，体质又经过仙草和冰火2一眼的淬炼。虽然第5魂环吸收25000年有些冒险，但这冰辟邪的魂环能带给你的提升，绝对是质变的。既然合适，那就留下它。”黄岩拍了拍水冰儿的手，转头看向前方，风雪中几道蓝色的身影显得格外突兀。领头的女子脸色惨白，魂力已经透支到了极限，正护着身后几个年轻弟子踉跄而逃。水冰儿看清那些人的服饰后，失声惊呼：“那是院长的服饰。”
老师，那是我们天水学院的人。领头的天水学院院长也发现了水冰儿，顾不得擦拭嘴角的血迹，凄厉的大喊道：“冰儿，快跑！后面那畜生疯了，别过来送死！”水冰儿正要冲上前，却被黄岩一把拉住。冰儿，你带院长他们退后。黄岩光明凤凰武魂瞬间附体，炽热的金红光芒在极北的冰原上犹如一颗升起的太阳。这只冰辟邪，我来帮你料理。狂妄的小辈，那可是堪比6万年修为的冰辟邪，快躲开！天水学院的一名老师焦急地喊道。可下一秒，他的声音就戛然而止。只见黄岩脚下2黄1紫3黑6个魂环交替闪烁，那股属于65级魂帝却威压直逼封号斗罗的气息，瞬间将后方追击而来的寒气一扫而空。第一魂技凤凰圣辉，第二魂技金羽疾风，第三魂技烈阳裁决。随着黄岩的一声低喝，前3个魂环接连爆发，火属性、速度、攻击全部增幅300%。黄岩身形一闪，在空中留下一道扭曲的残影。这是魂帝能拥有的威压。天水学院院长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那3个增幅魂技竟然叠加到了这种程度。天水学院等人此刻也认出了黄岩3人，一脸激动。黄岩双手虚握，一团暗红色的邪火在掌心跳动。为了给冰儿留个活口，只能用这一招了。黄岩心中有些无奈，以他的极致之火对冰辟邪的克制，无论是用第4、第5，亦或者是第6魂技，都有很大可能直接将冰辟邪秒杀。但这可不行，冰儿还等着吸收魂环呢。自创魂技邪火焚天，黄岩身形瞬间出现在冰辟邪上方，极致邪火的暗红火球狠狠砸在冰辟邪的甲壳上。轰！冰辟邪那足以抵挡魂圣攻击的碧绿色甲壳，在接触到邪火的瞬间便开始寸寸崩裂，发出凄厉的嘶鸣，烟尘散去。原本不可一世的冰辟邪蜷缩在深坑中，通体焦黑，生命气息微弱到了极点，显然已进入了濒死状态。搞定！黄岩收起武魂，周身炽热的气息瞬间收敛，转头看向呆若木鸡的水冰儿。冰儿，趁现在杀了他，吸收魂环。水冰儿回过神来，心中震撼莫名。他从未想过，在极北之地横行霸道的冰辟邪，在黄岩手中竟然撑不过一招。水冰儿唤出冰凤凰武魂，凝结成一柄冰剑，精准地刺入了冰辟邪最脆弱的眼睛。一枚透着深邃紫黑色的魂环缓缓浮现而出，立刻盘膝坐下，开始牵引魂环。天水学院的院长等人才如梦方醒，带着幸存的师生走近。水月儿和学武2人的目光死死盯着正在吸收魂环的水冰儿，眼中满是惊骇与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半个月前他强行带走的时候，他才41级，这才过去多久？他怎么可能就要吸收第5魂环了？黄岩，你对我姐做了什么？你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透支生命力的邪药？半个月提升9级魂力。黄岩还没开口，天水院长已经一个箭步冲到了水月儿身前，反手就拉住了水月儿的胳膊，将她拽到身后。黄岩大人，请恕罪，这孩子年纪小不懂事，他是太担心冰儿了，绝无冒犯之意。天水院长声音发颤，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可是亲眼看到黄岩刚才那一招邪火焚天的威力。上次见黄岩还只是魂王，现在居然就已经是魂帝了。刚刚那一招绝对已经超过了他，甚至可以将他秒杀。这还是在没使用魂技的情况下，更别提一旁还站着青鸾斗罗。大人，刚刚若非您及时出手，我们这些人恐怕都要葬身于此。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月儿他只是一时被吓坏了，才口不择言。天水院长一边说着，一边疯狂给水月儿使眼色。黄岩淡淡一笑，他的担心倒也不算多余。不过9级魂力而已，对普通人来说是天方夜谭，但对于服用了仙草的极致之冰拥有者来说，并不算什么难事。仙草？天水院长愣住了。黄岩看向入定中的水冰儿，淡笑道：“冰儿现在的天赋已经不是你们天水学院能想象的。至于这第5魂环，3万年的冰辟邪，这可是顶级配比。你若真为你姐姐好，现在就安静点，别打扰她融合。”黄岩看得出来，就在此时，水冰儿成功吸收这枚3万年极致之冰魂环。随着一声嘹亮的凤鸣，水冰儿周身寒气内敛，冰凤凰武魂虚影在背后展翅翱翔。姐姐，你居然直接跳到了52级！水月儿惊叫道，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天水院长更是满脸惊骇，他能感受到水冰儿背后那只冰凤凰散发出的极致冰属性和血脉威压，竟然让他这个魂圣都感到了一丝来自灵魂深处的战栗。这股气息是极致之冰。冰儿，你的武魂进化了。如果说之前水冰儿的冰凤凰只是顶级武魂，那么现在就是超级武魂。这时，青鸾斗罗忽然走到冰辟邪尸体旁，他盯着尸体，眉头紧锁，眼中竟然流露出一抹罕见的震惊。老师，您这是什么表情？总不至于这只3万年的小蝎子真能给冰儿爆出一块魂骨吧？青鸾斗罗没有说话，只是并指如刀，猛地划开了冰辟邪焦黑的残躯，一道晶莹剔透、散发着幽幽碧绿光泽的骨骼，在风雪中显得格外耀眼。3万年冰辟邪左腿骨，而且还是极致之冰。黄岩不由想到，自己穿越前看的斗2剧情中的那块附带魂技是冰爆术的冰辟邪左臂骨，同样是极致之冰。不过那只冰辟邪左臂骨是7万年年限。此时天水学院众人更是惊呆了，哈哈哈！青鸾斗罗看向黄岩的表情更加喜爱。妍儿连续碰上3只魂兽，烈火飞鸾爆了外附魂骨，人面魔蛛也爆了外附魂骨，现在这只3万年的冰辟邪居然又出了一块极致之冰左腿骨。妍儿，你怕是修炼什么神级运气？魂骨什么时候变得跟大白菜一样随处可见？你这气运简直让老夫都感到害怕。黄岩摸了摸鼻子，心中也是一阵无奈。他本只是想打个趣，谁能想到这极北之地的魂兽竟然这么客气。老师，这大概就是人品好。黄岩在心底弱弱的回了一句，看来冰儿这丫头的运气确实不是一般的好。这块魂骨与她的第5魂环同根同源，吸收之后，她的极致之冰恐怕会更上一层楼。水月儿已经彻底失去了语言能力，只是呆呆地看着那块魂骨。魂环跳级吸收也就罢了，竟然还能当场爆出一块极致属性的魂骨，这简直是在挑战他的认知底线。黄岩看着那块魂骨，转头对刚起身的蓄水冰儿笑道：“冰儿，魂骨与你刚吸收的魂环同
出一脉，现在吸收效果最好。水冰儿再次盘膝坐下，在水月儿几人羡慕又震撼的目光中开始融合。片刻后，水冰儿顺利吸收。水冰儿睁开双眼，眼中的碧绿光芒一闪而逝，周身散发的寒气变得更加凝练。53级，水月儿尖叫一声，整个人已经麻木了。半个月，从41级到53级，姐，你这已经不是在修炼了，你这是在飞啊！水月儿说着，忍不住望了一眼黄岩。早知如此，当初如果被带走的是我该多好啊！天水院长也是一脸呆滞，这种提升速度，在整个魂世界历史上恐怕都是闻所未闻。冰儿，先别急着看魂骨，这3万年的冰碧血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第5魂技？水冰儿眼中闪过一抹兴奋，我的第5魂技名为冰碧帝皇钻，它能瞬间凝聚极致之冰魂力于一点，形成极具穿透力的螺旋冰钻，配合我的极致之冰，不仅能无视50%的防御，还能在击中瞬间引发寒毒爆发。以我现在的魂力施展，威力绝对能媲美普通魂圣的全力一击。这第2叫冰爆术，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技能，它需要先将目标完全冻结，让其体内充满极致之冰的能量，然后我可以引动目标自身的能量与体内的冰产生剧烈连锁反应，将其瞬间引爆。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被爆者的实力越强，体内积蓄的能量越庞大，爆炸的威力也就越恐怖。如果我能用左腿接触到目标，直接注入冰爆之力，威力还会成倍增长。这个技能简直就像是为了群战和越级挑战而生的，哈哈哈！青鸾斗罗不禁感慨，这2个小家伙真是逆天，未来定会超过老夫。就在这时，青鸾斗罗突然感受到2股强大的精神力不断的靠近，一股精神力带着强横霸道的威压，另外一股精神力带着野兽狂怒的威压。一气一兽武魂7宝琉璃宗的那2位来得正好，老夫刚刚晋升98级，是时候在魂师界打打威望了。此时黄岩也感受到了强大精神力的抵近。老师岩儿，想必你也感知到了。青鸾斗罗看向天水学院众人，你们立刻离开这极北之地，告别天水学院众人后，天空瞬间出现万道能量光剑，朝向黄岩他们飞来。来了！只见青鸾斗罗脚下9道魂环亮起，背后的青鸾羽翼展开，98级极限斗罗的威压极致的压缩着空气。青鸾斗罗一跃上天，自创魂技羽翼飞剑。青鸾斗罗身上的青色羽毛瞬间化成能量光剑，飞向天空，抵挡住了剑斗罗的万道飞剑。一时间，剑与剑碰撞的爆炸声响彻天际。剑斗罗感受到青鸾斗罗身上所散发的威压，恐怕已经突破到98级。青鸾，别来无恙啊！你应该清楚我们此行的目的，你必须给我7宝琉璃宗一个交代。交出黄岩！青鸾斗罗双手环抱，陈星、小辈之间的恩怨，你们这些老东西也来参合。黄岩是我的弟子，想要他，你做梦吧！武斗罗闻言愤愤不平，我们7宝琉璃宗的小公主生来尊贵，伤了她，那就拿命来赔！哈哈哈！青鸾斗罗突然兴奋了起来。7宝琉璃宗过了几十年的安稳日子，怕是忘了我武魂殿的存在了吗？如今竟敢威胁我武魂殿的人，找死！宁风致此时站了出来，我7宝琉璃宗岂会怕了你武魂殿不成？剑书古书上，只见宁风致手持7宝琉璃塔，一约力，2约速，3约魂，辅助之光照射到剑斗罗和古斗罗身上，速度、力量、魂力都得到显著的提升。2人瞬间闪现到青鸾斗罗的身边，剑斗罗手持长剑攻击青鸾右侧，古斗罗手持骨头攻击青鸾左侧。只见青鸾斗罗不紧不慢，第2魂技鸾风护体，青鸾周身形成了极致的风速包裹着自己，2人的攻击被强大的风劲弹开，随后3人厮打在一起。青鸾的羽翼对抗着骨头和长剑，极致的风速对抗着长剑的坚韧与野兽的狂怒，从天空打到地下，所到之处无故爆发着能量震荡。黄岩看向水冰儿，冰儿随时准备用武魂融合技。眼见局势焦灼，宁风致加大辅助力度，第4魂技防御增幅，第5魂技魂力储备，第6魂技属性增幅，3大辅助技能同时增幅到剑骨斗罗。剑骨斗罗的输出比之前更加强劲，可面对的是98级的极限斗罗，等级差距依然是他们不可逾越的鸿沟。第7魂技七杀真身，陈星体内沉睡的七杀剑武魂本源苏醒，整片天地的剑道法则凝聚成庞大的能量体，霸道磅礴的剑势席卷方圆千里。第7魂技幽冥古龙真身，古斗罗也开启了武魂真身，身躯化作100丈大的黑龙，所在之处空间撕裂，虚空笼罩大地。同样，青鸾斗罗也展开真身，上古苍穹青鸾真身直冲云霄，万千雷灵如雨坠落，鸾鸣一动，天地共振，神魂震慑。3个强大的真身再次晋升不断，战斗余波震动极北之地。黄岩开启光明凤凰武魂保护着水冰儿。终于，宁风致开启7宝真身，7宝琉璃光域覆盖整个战斗场地，剑骨斗罗得到全方位的增幅。2人相视一眼，默契的开启第9魂技。第9魂技五化真龙，第9魂技神魔两斩，庞大的能量实体朝着青鸾斗罗展开。2人合力施展的第9魂技堪称神技。青鸾斗罗眼神一凝，决定不再保留。第8魂技碧天云海领域开，领域所在的范围瞬间吸成真空。第9魂技青鸾破空霄，迎接着剑骨斗罗的最强魂技，3股能量的碰撞爆发着巨大的能量爆炸，能量波动蔓延到了极北之地。极北之地深处的一双碧绿色的眼睛缓缓睁开。此时战场上3人都被震退，所有人几乎耗尽了魂力，已无再战的可能。黄岩闪身到青鸾斗罗跟前保护老师。就在此时，空气中的雪花急速下坠，温度骤降到物理极限。极北深处传来一声震慑灵魂的声音：人类，你们打扰本地闭关！该死！青鸾斗罗和剑骨斗罗感受到了恐惧，不好，快走！走得了吗？
人类敢打搅本王闭关，去死吧！涌动之域，刹那间以冰地为中心，空气中的水汽直接被凝结成细碎的冰晶，冰蓝色的晶体迅速扩散，范围瞬间覆盖整个战场，寒冷超越人类的极限，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连血液都仿佛凝固了。青鸾斗罗和剑骨斗罗惊呆了，没想到极北之地存在这般恐怖的怪物。此时青鸾斗罗凝聚着魂力屏障，保护着黄岩和水冰儿。言儿冰儿，若为师抵挡不住，会拼尽全力将你们送走，届时要以大局为重，老师万万不可，徒儿不会丢下你。这些年来，黄岩和青鸾斗罗早已超过师徒关系，剑斗罗、古斗罗同样在保护宁风致，三个斗罗之间的战争早已耗尽他们的魂力，时间一长，他们根本无法抵挡冰地的涌动之域。眼看青鸾斗罗快要坚持不住，突然黄岩脚下的魂环冉冉升起，磅礴的魂力如潮水般自体内汹涌而出，一只光明凤凰武魂从体内迸发出来。火之领域开，以黄岩为中心，火之领域蔓延方圆百里，将剑骨斗罗和宁风致们包围住。领域所到之地迅速融化冰块，冰地此时已经震惊了，没想到竟然有人类觉醒极致之火武魂。对于极北之地来说，这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必须除掉。人类若放任你的成长，你将成为极北之地亿万生灵最大的威胁。今天你就留在这里吧。冰之利刃，只见冰地周身凝聚着数道冰块，万道冰箭射向黄岩。第一魂技凤凰圣辉，第二魂技金羽疾风，第三魂技烈阳裁决。随着黄岩的一声低喝，前三个魂环接连爆发，火属性、速度、攻击全部增幅300%。黄岩身形一闪，躲避着冰箭。黄岩此时要做的就是为老师和剑骨斗罗争取恢复魂力的时间。此时宁风致也放下恩怨，第七魂技七宝真身，辅助之光，为三位封号斗罗恢复魂力。水冰儿和青鸾斗罗担忧地看着战场，只见黄岩和冰地缠斗在一起，打斗场面激烈，极致之冰与极致之火之间的对抗，冰块凝聚与融化瞬息之间产生，就算使用第五魂技和第六魂技也无法是对冰地造成任何威胁。就在这时，水冰儿飞身到黄岩跟前，岩哥。黄岩看了看水冰儿，两人双掌相接，同时释放武魂，光明凤凰与冰蓝凤凰完美交织，凝聚成左一光明右一冰寒的冰焰神皇虚影。冰焰神皇翱翔在天际，冰地惊讶地看着冰焰神皇，那人类女孩竟然是极致之冰武魂，身上还有我冰地帝皇蝎子鸣的灵魂气息。此时冰地突然想到自己即将迎来40万年的渡劫，若是夺舍这个人类女孩修炼成神，便能躲过渡劫。也就在这时，冰焰神皇带狂暴无匹的攻势袭来，这一攻击堪比一名普通封号斗罗的全力一击，冰地也不敢大意，随即释放魂力冰皇之怒，这是冰地最强杀招，能召唤极致之冰的威能对敌人进行毁灭性打击。只见无数带着毁灭气息的冰锥迎向冰焰神皇，最终冰焰神皇抵挡不住强大的冰皇之怒，两人的武魂融合技也消失在天空中。这一击冰地有所保留，青鸾斗罗飞身上天接住两人。此时剑骨斗罗也准备迎战冰地，只见冰地缓缓抬头，人类，今天就放过你们，我与那个女孩有缘，你贵为极致之冰的武魂属性，若有需要猎杀魂环，到极北之地找我。说罢，冰地消失在茫茫血海中，众人齐刷刷地看向水冰儿，没想到是水冰儿的这份机缘，他们才躲过灾难。此时宁风致也清楚地知道，若是没有黄岩和水冰儿，他们今天怕是交代在这里。且看在黄岩的天赋上，这种怪物只能教好黄岩，今天的恩怨就此了结，日后我会多加管教蓉蓉。随后宁风致带着剑骨斗罗离开了极北之地。此时青鸾斗罗看着自己的两个徒弟，别提有多开心，没想到自己同时拥有两个怪物徒弟。水冰儿还被冰地帝皇蝎看上，随后也带着两人离开了极北之地。此时天斗城内，史莱克一行人安顿在一家偏僻的旅店中。马红俊浑身焦黑，躺在床上哀嚎，变成残废后无法通过长长毛泻火。马红俊饱受邪火折磨，痛不欲生。相对而言，只是毁容的宁荣荣表现就好了许多。宁荣荣戴着一副面具，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戾气。荣荣，九星海棠叶家一向深居简出，但你是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宁宗主又是太子的老师。唐三看着宁荣荣劝道，只要你出面去天斗皇家学院找叶玲玲，通过她请出叶家主治愈你脸上的伤和胖子的命，想必三教委不会拒绝。弗兰德也急切地附和道，是啊，荣荣，胖子现在的经脉都快废了，只有九星海棠这种神技才能让他彻底恢复。为了你自己的脸，也为了伙伴，你就走一趟吧。我不去。宁荣荣的声音从面具下传出，冰冷的没有一丝起伏。荣荣，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的脸如果不赶紧治，万一留下永久的疤痕，我说我不去。宁荣荣猛地站起身，声音陡然变得尖锐而怨毒，救他？凭什么要我去求人救他？宁荣荣隔着面具死死盯着马红俊，眼中满是疯狂的恨意。马红俊，如果不是你管不住那张臭嘴，非要去挑衅黄岩，我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我会变成现在这个连见人都要戴面具的鬼样子吗？那是黄岩下的毒手，你怎么能怪胖子？戴沐白皱眉道，不怪他怪谁？宁荣荣歇斯底里的吼道，黄岩身边有巅峰斗罗，连我见爷爷和古爷爷都要忌惮3分，我能找他报仇吗？可马红俊呢？他明明知道对方不好惹，非要拉着全队下水。在我被毁容的时候，他居然还有心思在那冷嘲热讽，说我变丑了。这种烂人死了才是活该，因为被毁容。此时宁荣荣心里已经开始扭曲，虽然让他毁容的是黄岩，但宁荣荣潜意识里认为陈星和古荣不是黄岩老师青鸾斗罗的对手，认为七宝琉璃宗不是武魂殿的对手。按照柿子要找软的捏这个道理，宁荣荣自然而然就将仇恨转嫁到了罪魁祸首，而且自己被毁容后还嘲笑自己的马红俊身上。宁荣荣冷笑一声，想让我用七宝琉璃宗的人情去救一个害我毁容的废物，你们做梦去吧。说完，宁荣荣不再理会呆若木鸡的众人，只留下屋内一片死寂和马红俊痛苦的身影。弗兰德看着床上几乎缩成一团的马红俊，老脸煞白，深深叹了口气。老师，荣荣现在的心理状态非常危险，他不敢去恨拥有巅峰斗罗背景的黄岩，只能将满腔的怨毒发泄在胖子身上。在他
他看来，胖子就是那个把灾祸引向他的罪魁祸首。可咱们毕竟是一个整体啊！戴沐白一拳砸在桌子上，就因为胖子说了几句错话，他就要眼睁睁看着伙伴去死吗？马红俊在床上剧烈的抽搐了一下，嘴里溢出带血的白沫，含糊不清的哀求着：“三哥，救我！我不想死，我真的知道错了，救我！”朱竹清站在角落，皱着眉头看着他，刚刚也差点忍不住跟着宁荣荣一起离开。在这样的团体中，朱竹清浑身都不自在。此时唐三走过去，运起玄天功，强行压制住马红俊体内乱窜的邪火，沉声道：“院长，不能再指望荣荣了，他现在恨不得胖子立刻死在他面前。戴老大，你和奥斯卡守着胖子，我去一趟天斗皇家学院。既然荣荣不肯动用宗门关系，我就试着用我手里的暗器图纸或者草药知识。”此时，宁荣荣偷偷来到天斗城七宝阁，她压低面具，将一枚晶莹剔透的令牌拍在桌上。“小姐，您怎么打扮成这样？”阁主看清令牌后，吓得魂不附体。“别废话，也别通知我父亲，否则我拆了你这阁楼。给我办2件事：找个闽公系魂圣，今晚去城南那家旅店抓个叫马红俊的人；第二，给我找个地痞，越变态越好。”阁主愣住了，冷汗直流。“小姐，这找地痞做什么？马红俊那死胖子不是邪火焚身吗？”宁荣荣发出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低笑，好好的伺候马红俊，帮他压制住邪火。天斗城叶家，唐先生，九星海棠一脉从不参与外界纷争，家父已闭关3年，不问世事，您请回吧。叶姑娘，我愿意用暗器图纸和百年药草作为交换，只要救他一命，条件随你开。唐三握着茶杯的手微微发紧，叶玲玲抬眼看了他一瞬，你那位同伴伤的是极致之火，即便九星海棠能修复经脉，被毁掉的命根也无法重生，救回来也是废人，那也比他死了强。唐三猛地站起身，况且你们叶家与七宝琉璃宗素有交情，荣荣他，宁荣荣。叶玲玲打断他，眼中闪过一丝讥讽，如果他真有什么事，他本人应该亲自来求我，倒是你一个外人替他出头。唐三语塞，叶玲玲端起茶盏，做出送客的姿态。唐先生，我劝你省省力气，你那位伙伴现在需要的不是医生。说完，他起身离开了房间，只留下唐三一人僵在原地。城南旅店凌晨，戴沐白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推门冲进马红俊的房间，看到的只有空荡荡的床铺和半敞的窗户。胖子呢？奥斯卡脸色惨白，指着床上残留的血迹。我也不知道，刚才迷迷糊糊好像听到动静，过来一看就不见了。该死！戴沐白一拳砸裂了墙壁。赵无极从窗户探头看了看，对方至少是魂圣，手法干净，没有留下任何魂力痕迹。这个时间点恐怕已经来不及追了。史莱克众人急得团团转。此时朱竹清提醒了一句：“谁会拐走一个废物呢？现在谁最恨那死胖子？”一语点醒众人。唐三来到七宝阁，唐三直入主题：“荣荣，胖子在哪？”宁荣荣歪了歪头，语气轻快道：“胖子，他不是在旅店养伤吗？我一个弱女子，还能把他藏起来不成？昨晚有人潜入旅店，把胖子掳走了，对方是魂圣级别的闽公系，手法干净利落。你告诉我，在天斗城，谁会花这么大手笔对付一个半死不活的废人？”宁荣荣沉默了片刻，忽然轻笑出声：“三哥，你这是在怀疑我？”“荣荣，我只是想知道真相。”宁荣荣走下楼梯，凑近唐三，面具后丝眼睛闪烁着病态丝光。马红俊管不住他那张臭嘴，害我被毁容，你唐三在场，却没能拦住那个疯子。宁荣荣一字一顿：“你们所有个人都欠我。”唐三攥紧拳头，指甲嵌进掌心：“所以你就让人把他掳走？荣荣，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做什么？”“我知道啊。”宁荣荣转身走回楼梯，背对着他，语气轻描淡写：“我在帮他泄火，他下半身不是废了吗？我找了几个好心哥，帮他换种方式压制邪火。”唐三浑身一震，眼中闪过惊怒：“你疯了！”宁荣荣踏上台阶，头也不回：“三哥，看在以前的情分上，我不动你，但你记住，马红俊的事你最好别管，否则……”宁荣荣回头看了唐三一，面具下丝嘴角勾起诡异丝弧度：“我不介意也帮你找几个好心人。”唐三站在原地，浑身发抖，他拿宁荣荣毫无办法。唐三忍不住在心中安慰自己：荣荣他顶多让少给胖子一点教训，不会和他说的那样，给胖子找了几个男人泄火。男人泄火，唐三瞬间泛起恶心，让史莱克的人出动去找马红俊。然而在城南的一个角落里，马红俊躺在角落里，嘴里喊着：“求求你们放过我！”只见几个壮汉猥琐地盯着马红俊：“啊，不要！”此时马红俊仰面躺在杂草丛中，浑身上下的衣物碎成布条，露出布满淤青和血痕的肥胖躯体。他睁着眼睛，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没想到这辈子竟然被几个男人侮辱，但是好在邪火被暂时压制住。此时唐三终于找到了胖子，一眼就看到了草丛中那团臃肿的身影。他停住脚步，双拳紧握：“三哥！”马红俊的嘴唇翕动着，发出气若游丝的声音。唐三快步走过去，脱下外袍盖在他身上：“别说话，我带你回去。”“回去。”马红俊忽然笑了，嘴角扯动脸上微郁的交加：“三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惹那个黄颜的。”唐三没有说话，唐三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灭了黄颜，以他现在的魂力根本无法做到，那就只能用唐门暗器了。我要加快找到制作唐门顶级暗器的材料。黄颜，你的末日即将到来。此时天斗帝国太子东宫内，青鸾斗罗带着黄颜与水冰儿避开守卫，悄然落入内殿。伪装成雪清河的千仞雪快步走出，看清来人后，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喜，立刻躬身行礼：“三爷爷，您怎么来了？我路过天斗城，顺道来看看你。”青鸾斗罗难得露出一丝温和，指了指身后的黄颜：“这是我弟子黄颜，这是我新收的弟子水冰儿。”千仞雪目光扫过两人，在水冰儿身上
上停顿片刻。三爷爷，这位水冰儿姑娘是何时加入武魂殿的？前不久刚收的。千仞雪转而看向黄岩，眼神变得十分复杂。黄岩的颜值是越来越吸引千仞雪。黄岩，我们有12年没见了吧？是的，小雪姐。千仞雪思绪不禁飘回12年前，那时父亲千寻疾虽被重创，但还活着，他尚且无忧无虑，与刚拜师的黄岩有过一面之缘。谁知随后便是父亲惨死，爷爷妥协，他为了得到比比东的认可，孤身来到天斗帝国执行这可笑的窃国大计。看到你就想起当年在武魂殿的日子。千仞雪自嘲般笑了笑，那时候我还算幸福。此时千仞雪看到黄岩，小雪姐这些年独自在天斗筹谋，受苦了。黄岩回应道。千仞雪深吸一口气，迅速收敛情绪。三爷爷，您这次来天斗城，不只是为了看我吧？这次前来主要是看看你的进度。比比东如今掌控着武魂殿，根基越来越稳，如今更是有脱离供奉殿的掌控的趋势，所以小姐得加快进度夺取天斗帝国。雪夜那老东西身体如何了？雪夜太能活了，哪怕我已经开始在日常饮食中下慢性毒药，想制造他年事已高自然病死的假象，但他生命力依然顽强，按当前进度恐怕还有10年可活。青鸾斗罗微微叹息，大哥在武魂城非常响亮，雪儿你卧底12年，天斗上下已经安插了不少我们的人，依我看不如提前收网，到时候武魂殿在外部配合施压，你就能轻松执掌天斗帝国。接下来无论是将天斗并入武魂殿，还是继续保持天斗大帝的身份，你都能彻底自由，随时回武魂城。千仞雪沉默片刻，三爷爷，我会认真考虑的。千仞雪转头看向黄岩和水冰儿，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微光闪过，千仞雪动用天使头部魂骨，卸下伪装，恢复了原本金发及腰的绝美容颜。水冰儿看着眼前气质高贵神圣的女子，眼中闪过一丝惊艳，变回本尊。千仞雪长舒了一口气，12年不见，你也不是当初那个小男孩了，你现在修炼的如何？魂力多少级了？小雪姐，我现在的魂力是65级。黄岩微笑着回答。千仞雪愣在原地，65级，这怎么可能？你才18岁。水冰儿终于找到插话的机会，千小姐，黄岩确实非常优秀，其实我们刚认识时，他的魂力才52级，是和我在一起后，他接连获得种种机缘，短时间内才突飞猛进到了65级。水冰儿说完，给了黄岩一个小眼神，黄岩会心一笑。青鸾斗罗一眼看穿了水冰儿宣示主权的小心思，只是淡淡一笑，并未插手。千仞雪心中一震，但看着水冰儿那副隐隐示威的姿态，她立刻明白了对方的用意。原本她对黄岩只有老友重逢的喜悦，此刻属于女人的胜负欲却被瞬间点燃。千仞雪嘴角勾起一抹从容的笑意，原来如此。不过12年前我认识她时，她就已经是武魂殿最耀眼的天才，冰儿妹妹能陪她走这一段，确实是件幸事。水冰儿毫不退让的微笑道：“千小姐说的对，不过我和黄岩不仅是走这一段，未来也会一直走下去。毕竟我们的武魂融合技可是连老师都称赞过的。”千仞雪眼神微明，武魂融合技，难怪三爷爷会破例收徒。不过修炼一途，自身的强大才是根本。黄岩适时开口打断：“小雪姐，冰儿叙旧先到这吧，三爷爷这次来还有正事要办，冰火两仪眼的收获。”青鸾斗罗接话道：“雪儿，我刚才说的夺权计划，你尽快准备。另外，天斗城哪里的药材最全？我们需要一批高年份的极寒之物，万年以上的冰髓、血蚕、极寒属性的灵药，有多少要多少。这是为了帮冰儿淬炼武魂本源，也让他们的武魂融合技更进一步。此前在冰火两仪眼所采集的血蚕也就那么1-2株，还远远不够。”千仞雪闻言，深深的看了水冰儿一眼：“三爷爷放心，我这就传令下去，将太子府司库里所有的极寒药材都整理出来。另外，明早天斗拍卖场刚好有一场安排，据说有一块万年寒髓，我也会让人一并拿下。多谢千小姐费心。”水冰儿微微欠身：“不必客气，既然是三爷爷的弟子，自然不是外人。”千仞雪转而看向黄岩：“不过你如今已是65级，第7魂环可有打算？”小雪姐放心，第7魂环的事我早已有了打算。黄岩自信一笑。青鸾斗罗站起身：“既然药材有了着落，老夫便先出去转转，顺便看看天斗城的布防，你们年轻人自己聊吧。”说完，他身形一闪，便消失在内殿。殿内顿时只剩下3人。千仞雪看向水冰儿，语气温柔却带着一丝刻意：“冰儿妹妹，我和黄岩整整12年没见了。当初在武魂殿时，虽然我们也没在一起多久，但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不知冰儿妹妹能否行个方便，给我们一点私密空间，让我们单独聊聊？”听到青梅竹马4个字，水冰儿心中猛地一紧。可千仞雪的话说得极为客气，挑不出半点毛病。水冰儿深吸一口气，勉强维持着得体的微笑，转头对黄岩柔声道：“既然千小姐这么说了，那你们便好好聊。岩哥，我去外面的花园等你。”说完转身走出了内殿。看着水冰儿离去的背影，千仞雪似笑非笑的看着黄岩：“你这位小女友占有欲可真够强的。”黄岩无奈一笑：“冰儿只是在乎我，小雪姐别介意。”黄岩弟弟没想到18岁便达到65级，真让我吃惊。机缘巧合，得了一些造化。黄岩平静道：“小雪姐，老师提的夺权计划，你当真决定要提前动手？”千仞雪微微点头：“雪夜确实活得太久，继续拖下去，我怕变数太多。只是宁风致一直盯着我，还有独孤博那个老独孤博的话，小雪姐可以放心，他不会干扰你的计划。”黄岩淡淡道：“只要武魂殿的封号斗罗配伍，足可在1天之内清洗天斗皇室。”千仞雪摇了摇头：“血洗皇室动静太大，先解决雪夜，待我顺利登基后再慢慢清理才女。”接着好奇道：“不过你为何笃定独孤博不会干扰？”黄岩笑了笑：“之前我带老师外出，寻到了独孤博的药源冰火两仪眼，我以此为契机，给了他彻底根治碧鳞蛇毒的法子。
他便立誓效忠了。千仞雪美谋圆睁，就这么简单。你竟然收服了独孤博，只是恰好知道碧鳞蛇毒的解毒之法，投其所好罢了。黄岩平静道。千仞雪深深地看着黄岩，眼神中多了几分欣赏。运气向来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仙草赠佳人。黄岩微微一笑，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玉盒，递到千仞雪面前。这是仙草，水仙玉鸡骨，能润筋补骨，气通八脉，对你而言，不仅能大幅提升魂力，还能进一步优化资质。千仞雪娇躯一震，她万万没想到，黄岩竟会为12年前仅有一面之缘的自己，特意留下一株12年来独自潜伏的孤独与委屈。在这一刻，排山倒海般涌上心头。千仞雪看着手中的玉盒，眼眶瞬间红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千仞雪已猛地跨出一步，双手死死环住她的腰，将头埋在黄岩肩头，竟隐隐啜泣起来。黄岩身体一僵，迟疑片刻，手终于轻轻落在千仞雪背上。小雪姐，这些年你辛苦了。千仞雪娇躯微颤，渐渐止住啜泣，有些不舍得退开一步，擦去眼角泪痕，让小弟看笑话。这株仙草我便收下了，本就是为你准备的。黄岩温和道。千仞雪将玉盒收好，似笑非笑地看着黄岩，你对我这么好，就不怕外面的冰儿妹妹知道跟你闹脾气？黄岩摸了摸鼻子，冰儿明事理，她会理解的。千仞雪见好就收，好了，不逗你了，药材我今晚就让人加急整理，明早的安排我也会亲自安排。门外，水冰儿正有些不安地贴近门扉，内殿中，千仞雪早已察觉到门外那股隐隐有些焦躁的冰属性魂力波动，看来你的冰儿妹妹在外面等急了。千仞雪促狭一笑，快出去陪陪她吧。黄岩失笑点头，转身推门走了出去，看着黄岩走到水冰儿身边，两人并肩离去的亲密背影，千仞雪嘴角的笑意渐渐淡去，一股前所未有的羡慕与嫉妒在心底悄然蔓延。等我彻底掌控天斗帝国。千仞雪美眸微凝，暗自攥紧了拳头。花园内，水冰儿挽着黄岩的胳膊，语气带着一丝试探：岩哥，你和千小姐聊完了？刚才在里面，你们没发生什么别的事吧？黄岩面色如常，能有什么事？不过是聊了聊夺权计划，顺便我把之前留存的一株水仙玉鸡骨送给了他。水冰儿脚步微顿，语气里泛起一丝酸意。岩哥对千小姐还真是周到。小雪姐在天斗卧底12年，处境极其不易，我送仙草也是为了她能尽快突破。黄岩揽住水冰儿的纤腰，温声安抚。而且这株仙草也比不上你我在冰火两仪眼融为一体，难道你还不相信我？水冰儿轻哼了一声，醋意消了大半。信你是一回事，但那位千小姐看你的眼神可不像是单纯的。姐姐，你以后可得和她保持距离。黄岩连连点头，放心吧，冰儿，走吧，我们先去看看明早安排的准备情况。天斗拍卖场，翌日清晨，天斗拍卖场一间奢华包厢内，千仞雪已换上了雪清河的伪装。不出意外，千仞雪拍得了水冰儿需要的所有药材。三人刚回太子东宫，玉天恒拉着独孤雁躬身行礼。独孤雁没有理会玉天恒，一双碧绿色美眸死死盯着黄岩。没想到爷爷说的黄岩颜值这么高，而且年纪轻轻就突破到了60级，比玉天恒还优秀，脸上瞬间挂起红晕。独孤雁拱手行礼道：“这位应该就是黄岩公子吧？刚才爷爷特意叮嘱我说，公子解决了困扰我独孤家世世代代的碧鳞蛇毒，对我独孤家有再造之恩，爷爷让我务必亲自前来当面向公子致谢，大恩大德，独孤雁永生难忘。”玉天恒脸色僵硬，压下心中火气，紧盯着黄岩道：“在下蓝电霸王龙家族玉天恒，连我爷爷和独孤前辈都束手无策的碧鳞剧毒，阁下究竟是用何种神技解开的？”水冰儿黛眉微蹙，不动声色地挡在黄岩身前。解毒之法乃是严哥的独门隐秘，玉公子一上来就如此盘问，未免失了分寸吧？独孤雁连忙斥责：“玉天恒，不得对我独孤家的恩人无礼。”黄岩戏谑地看着蓝电霸王龙，杂血尾龙而已，在黄岩的第二武魂黑暗圣龙面前，不过只是低等生物罢了。独孤雁歉意道：“还未请教这位姑娘是天水学院水冰儿。”水冰儿淡淡回应，挽着黄岩的手没有松开，原来是天水学院的冰凤凰。独孤雁再次看向黄岩，日后在天斗城内，若有用得着我独孤雁的地方，尽管开口。黄岩温和笑道：“独孤姑娘客气了，举手之劳罢了。况且独孤前辈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至于解毒的具体法门，确实涉及宗门隐秘，不便多言，还请玉公子见谅。”玉天恒双手攥紧，强撑笑容：“阁下言重了。”千仞雪适时打圆场：“好了，既然误会解开，大家便都是朋友。天恒，孤与黄岩还有些要事商谈。”玉天恒躬身告退，迈出2步，却发现独孤雁依然站在原地，一瞬不瞬地盯着黄岩。玉天恒心中的怒火瞬间升腾。大斗魂场的邀约，玉天恒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转过身，脸上挤出一抹傲然的笑意：“黄岩兄弟，既然你难得来一次天斗城，那有些地方是绝对不能错过，比如天斗大斗魂场。不瞒你说，我所率领的黄斗战队最近连克强敌，已经拿下了团战18连胜，而我个人在单人博弈中也早已拿到了金斗魂徽章，目前战绩是36胜2负。不知黄岩兄弟可曾去过大斗魂场？今晚可有兴趣让我们黄斗战队招待1、2？”听到这番挑衅，水冰儿忍不住险些笑出声来。一个连魂宗都还不是的魂尊，竟然在一个65级的魂帝面前炫耀战绩。千仞雪嘴角微微上扬，黄岩觉得好笑，既然别人把脸伸过来了，他自然没有退缩的道理。正好他的黑暗圣龙武魂还没有亮相，正好拿玉天恒开刀，向魂师界宣布，所谓斗罗大陆第一兽武魂，不过是一只低等的杂血尾龙罢了。黄岩拍了拍水冰儿的手，看着玉天恒似笑非笑道：“18连胜，确实是个不错的成绩。既然玉公子如此盛情相邀，我若是不去，岂不是扫了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兴致？今晚我一定准时赴约。”
玉天恒想借助斗魂场的决斗狠狠地羞辱黄岩，并亲手扯下黄岩的遮羞布，在独孤雁面前证明自己比黄岩更强。可惜挑错柿子捏了。千仞雪终于忍不住轻笑出声，轻轻摇头，真是不知者无畏。一个39级的魂尊，竟敢主动挑衅65级的魂帝，姑今日算是长见识了。水冰儿收敛了眼底的清冷，转头温柔看向黄岩，扑哧一笑：“岩哥，你方才那副看戏的模样，可把玉公子气得不轻。说起来，你当真打算今晚去大斗魂场出手对决？”黄岩嘴角微微上扬，神色淡然。既然他主动把脸面送上门来，我若是不踩上一脚，反倒辜负了他蓝电霸王龙双子星的名头。更何况蓝电霸王龙坐拥天下第一兽武魂的名号太久，也该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龙武魂。当下时代，蓝电霸王龙的确是公认的第一龙类武魂，只因其从未有人见过黄岩的黑暗圣龙出世。千仞雪美眸骤然发亮，深深看向黄岩，看来今晚姑有幸得见你从不对外展露的第二武魂了，自然不会让雪儿姐失望。黄岩淡淡一笑，语气笃定。听闻这句亲昵的雪儿姐，千仞雪心头微颤，随即收敛心绪，温和看向水冰儿。冰儿姑娘，万年寒髓与万年血残的药效越早炼化效果越好，东宫后院密室已然备好，无人会前去打扰，你可安心闭关修炼。水冰儿虽不舍与黄岩分离，却深知实力才是魂师立足的根本。她转头看向黄岩，轻声叮嘱：“岩哥，那我便去闭关了。今晚大斗魂场对决，你切记手下留情，分寸自持。这里是天斗城，玉天恒终究是蓝电霸王龙家族之人，放心，我自有分寸。”黄岩抬手轻拍他的肩膀，语气温柔：“安心闭关，待你出关，我送你一份惊喜，我信你。”水冰儿甜甜一笑，向千仞雪躬身行礼，便跟随东宫侍女前往后院密室。待水冰儿的身影彻底消失，千仞雪脸上的温和笑意尽数褪去，换上一抹促狭的神色，缓步走到黄岩身前，低声打趣：“冰儿妹妹对你体贴入微，临行尚且念念不忘，你可会舍不得？”黄岩从容调侃：“殿下这是吃醋了。”千仞雪俏脸微红，白了他一眼，正色开口：“少贫嘴，说正事。独孤博如今已然彻底倒向我，血腥亲王最大的依仗已然消散，天斗夺权计划可以加快进度。”黄岩神色一凛，点头附和。独孤博的碧鳞蛇毒已彻底根除，实力不降反升，有他相助，血腥亲王与雪崩再无翻身可能。只是雪夜大帝那边药量务必严控，不可让其骤然离世，需等到你彻底掌控天斗军政大权方可。千仞雪眼底掠过一抹冷芒，孤心中有数。宁风致对我依旧信任，七宝琉璃宗稳占我方，只要拔除蓝电霸王龙这个阻碍，天斗帝国迟早尽归我们囊中。他抬眼望向天色，嘴角勾起玩味弧度。时辰差不多了，随姑前往天斗大斗魂场，今日便亲眼看着你彻底碾碎那只小雷公狗的傲慢与骄傲，乐意至极。黄岩轻笑一声，与千仞雪并肩踏出东宫，夜幕笼罩天斗城。大斗魂场外灯火璀璨，人声鼎沸。贵宾包厢内，玉天恒早已等候多时，见雪清河与黄岩推门而入，眼底阴鸷转瞬化作热情笑意，上前迎接：“殿下日理万机，竟亲自前来观战，实属荣幸。黄岩兄弟，我还以为你今夜不会赴约。”千仞雪浅笑淡然：“黄岩是姑的贵客，你们切磋较量，姑自然要来捧场，只是点到即止便可，莫要伤了彼此和气。”玉天恒挺胸昂首，自信满满：“殿下放心，我自有分寸，绝不会伤及黄岩兄弟。”对决已经安排在主斗魂台，一旁独孤雁连忙上前劝阻：“天恒算了吧，大家皆是相识，何必上台分个生死高下？”玉天恒不耐拂开他的手，挑衅看向黄岩：“燕燕，魂师切磋本就是常事。黄岩出身武魂殿，心高气傲，总不至于怯战退缩。”黄岩双手环胸，似笑非笑：“魂师世界实力为尊，无彩头的切磋太过无趣，不如增设赌约。”玉天恒朗声大笑，满是亲密：“彩头有趣，不知黄岩想赌何物？我蓝电霸王龙从不会输不起。”黄岩随手甩出一块莹润魂力充盈的4万年右臂魂骨，落在桌面：“我若落败，这块魂骨归你。此骨是青鸾斗罗早年所赠，属性不符，一直闲置，正好用来设局。万年魂骨摆在眼前。”玉天恒呼吸急促，难掩贪婪，强压心绪追问：“若是我输了，你想要什么？”黄岩笑意转冷：“我不要你的魂骨，你落败便当着全场观众大喊3声。蓝电霸王龙不过是低等杂血尾龙，放肆！”玉天恒勃然大怒，雷光隐现周身：“你竟敢羞辱蓝电霸王龙一族，你找死！”千仞雪静坐品茶，不动声色，藏去笑意。黄岩平静反问：“莫非蓝电双子星毫无底气，提前预知必败？好，我跟你赌！”玉天恒怒极反笑，眼神狠厉：“今夜定要让你为狂妄买单，但愿你的骨头和口舌一样硬朗。”说完甩袖去往后台备战，独孤雁满心无奈紧随其后。包厢只剩2人，千仞雪打趣：“4万年魂骨随手便能舍弃，你出手阔绰，这份赌约摆明要把蓝电霸王龙脸面踩进尘埃，泥潭远远不够。”黄岩收好魂骨，冷笑道：“我要让他们认清死守老旧荣光何等可笑。走吧，雪儿姐，好戏开场。”千仞雪立刻传令手下造势，大肆宣扬武魂殿天骄对战蓝电天才，附带万年魂骨赌资的赛事。消息飞快传遍整座天斗城，半个时辰后，主斗魂赛场座无虚席，观众欢呼几乎掀翻穹顶。后台休息区，玉天恒满眼赤红来回踱步，满心惦记那块万年右臂魂骨，一心想要重创黄岩夺取宝物。独孤雁望着他偏执贪婪的模样，满心不是出声劝解。天恒冷静些，在你眼里家族荣耀难道只是换取魂骨的筹码？玉天恒一意孤行，融合这块魂骨，我便是家族继承人。这名武魂殿小子今夜必死。此刻独孤雁看着面目狭隘的玉天恒，往日好感尽数消散，对比从容大度还出手救治独孤一族的黄岩，玉天恒的自私愈发刺眼。恰逢黄岩走入准备间，一身沉稳气度让独孤雁心头一颤，主动上前低声恳求：“黄岩公子，天恒只是一时冲动，待会儿上台还请手下留情。”黄岩温和应下，看在独孤博前辈的情面，我绝不会取他性命。贴心的答复令独孤雁脸颊发烫。一旁玉天恒妒火中烧，厉声呵斥燕燕不必求情，催促黄岩立刻登台。黄岩微微颔首，径直走向主擂台，心中静待玉天恒为自大付出代价。斗魂台上，玉天恒全力催动武魂，
蓝色雷霆裹满身躯，右臂龙化附上蓝鳞，两黄一紫魂环盘旋升空，居高临下倨傲喊话：黄岩年纪尚轻，我全力出手便是对你最大尊重。黄岩只觉荒谬，年纪从不能界定强弱。玉天恒的自负一览无余，贵宾席千仞血托腮静坐，满心等候黄岩亮出第二武魂底牌。面对嘲讽，黄岩冷声回击：你引以为傲的第一兽武魂，在我眼里只是杂血尾龙。玉天恒暴怒，正要强攻，黄岩沉声喝喊：黑暗圣龙附体，震彻全场的龙吟骤然炸开，漆黑魂力化作滔天黑浪，至尊龙威铺满整座赛场。方才喧闹的看台瞬间死寂。玉天恒身后蓝电霸王龙虚影在血脉压制下不停站立，雷光暗淡，连武魂本体都在本能畏惧呜咽。上位真龙血脉天然克制下位龙类，玉天恒双腿发软，险些跪倒，体内血脉不停传递臣服讯号，他无法接受眼前一幕，歇斯底里污蔑这是邪异功法，你是堕落邪恶魂师。黄岩淡然驳斥，弱者无力改变现实，便把超出认知的一切归为歪门邪道，你终究只是无能懦夫。观众席上，独孤雁望着威压席卷全场的黑暗圣龙，再看失态乱废的玉天恒，心底失望不已。角落观战的独孤博满脸震惊，转头询问青鸾斗罗：黄岩武魂不是极致光明凤凰吗？怎会多出黑暗圣龙？青鸾斗罗面露笑意，小妍是罕见双生武魂，平日只修炼光明凤凰，黑暗圣龙一直深藏不露，今天全靠玉天恒自大才逼出底牌。一光一暗双极致属性共存一身，实属旷世奇才。玉天恒死死盯着周身没有一枚魂环的黄岩，嘶哑质疑：无魂环何来这般恐怖威压？你的武魂定然暗藏诡异。此时黄岩收到青鸾斗罗传音，授意他借此战扬名天斗，壮大武魂殿声势。得到授意的黄岩扬声传遍全场：我的黑暗圣龙不带魂环，只因他是从未修炼，没有附加魂环的第二武魂。全场死寂3秒后，海啸般的欢呼声轰然爆发，仅凭武魂血脉便能碾压老牌顶级兽武魂。黄岩的逆天天赋震撼所有观众，压住黄岩的观众放声呐喊。包厢内千仞雪满心骄傲，暗自庆幸自己陪着黄岩见证高光时刻。擂台上玉天恒面色惨白，心神俱溃，无法接受蓝电霸王龙败给无魂环武魂，满心不甘哀嚎命运不公。黄岩默然俯视，弱者抱怨天意，强者打破桎梏，实力才是世间唯一道理。不肯认输的玉天恒强行狡辩：我只是受血脉克制，比拼实战你远不如我。黄岩顺势给对方出手机会，既然你认定是血脉压制束手束脚，大可全力施展龙化绝技攻我原地不闪不躲。玉天恒喜出望外，再三确认黄岩不会避让，随即催动全部魂力凝聚雷霆龙爪邪狂暴雷芒轰向黄岩，雷光遮蔽视线，众人都以为黄岩难逃重创，可电光散尽，黄岩衣衫完好，分毫未伤，仅凭护体魂力稳稳扛下必杀一击。玉天恒僵在原地，浑身颤抖，不敢相信全力一击毫无成效。黄岩淡淡开口：39级蝼蚁拼尽全部，也撼动不了65级魂帝分毫。话音落下，魂帝级别磅礴威压倾泻而下，玉天恒双腿一软跪倒擂台，所有傲气尽数粉碎。黄岩提醒赌约，玉天恒却耍赖狡辩对方隐瞒修为，赌约作废。黄岩不耐再耗，随手一道黑暗龙镜打出，玉天恒胸骨受创倒飞摔落台外，咳血倒地，气息萎靡。赛场爆发出漫天欢呼，众人讥讽蓝电霸王龙名不副实，盛赞黑暗圣龙为当世第一兽武魂。台下玉天恒听闻嘲讽，气急攻心，再度吐血，一道火红身影破空落地护住玉天恒。赶来观战的柳二龙怒目瞪视台上黄岩，厉声斥责：你身为高阶魂帝，刻意藏疾欺压小辈，赢下比试还肆意羞辱，武魂殿行事全凭卑劣。黄岩逐条辩驳，率先邀战赌斗的是玉天恒，贪图万年魂骨立下约定的也是他，是他仅凭年纪臆测我修为，察觉不出魂力是自身见识浅薄，我从未刻意隐瞒任何东西。柳二龙被说得无言以对，仍旧固执护短，你本可拒绝切磋，刻意应战便是存心戏耍晚辈。黄岩眼神冷冽，贪利入局，自取其辱，输了就卖惨薄同情，这便是蓝电霸王龙的风骨。千仞雪站在看台围栏边嘲弄出声，愿赌服输是常理。柳二龙身为长辈，不教后辈手性，反倒胡搅蛮缠。玉天恒拼死不肯当众喊话受辱，柳二龙眼珠一转，定下新赌约：你若敢与我交手，我落败便让天恒履约再赠等价之宝，倘若我取胜，你登台道歉承认以大欺小。台下独孤博怒斥柳二龙78级魂圣越级对战后辈毫无体验，青鸾斗罗却笑着点名：黄岩光明凤凰天生克制火龙，即便是寻常封号斗罗也难占到上风，此战黄岩稳操胜券。黄岩爽快应下赌约，能对战魂圣还稳赚宝物，自然划算。柳二龙纵身落上擂台，7圈魂环悬浮周身，赤红火龙虚影腾空，狂暴热浪席卷全场，全场观众沸腾，热议跨阶大战。擂台边玉天恒原本盼望独孤雁担忧自己，却见他目光牢牢锁在黄岩身上，满眼惊艳震撼，半分目光都不留给他。他心中最后一丝念想彻底破碎。柳二龙催动火龙武魂，喝令黄岩开出黑暗圣龙，黄岩却径直收起这门武魂。柳二龙皱眉质问：难不成想要肉身应战，或是直接认输？认输你还不配。黄岩笑意玩味，对付你的火龙，用不着动用黑暗圣龙。话音未落，炽烈金光铺满擂台，璀璨巨凤虚影在黄岩身后舒展双翼，极致火焰属性硬生生压过火龙威势。柳二龙瞠目结舌，6枚2黄1紫3黑配比的魂环缓缓升起，第4环便是万年黑环，极品魂环配置震撼全场。独孤雁猛地起身，难以平复心绪。柳二龙强行稳住心神，摆出长辈架子，境界差距难以逾越，我让你率先出手。黄岩冷嗤一声，自寻苦头，怪不得旁人。前3魂环接连点亮，凤凰圣辉、金羽疾风、烈阳裁决3道魂技同步生效，自身攻击速度火属性暴涨3倍，外附凤翼展开，火之领域铺开，再度增幅火焰威力，滔天烈焰压顶而来。
柳二龙再也不敢拖大。第7魂环瞬间亮起，催动赤龙真身，庞大火龙身躯直面烈焰攻势，可一切为时已晚。黄炎第6枚万年黑环大放异彩，烽火焚天轰然出手，层层增幅后的光明烽火化作巨型火凤，邪风号斗罗及破坏力碾压而下。青鸾斗罗抬手布下无形魂力屏障，护住整座擂台，隔绝爆炸余波，避免伤及观众。两大顶级武魂的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一股强大的光明之火能量袭向柳二龙，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处于赤龙真身状态下的柳二龙眼中终于露出了惊恐与绝望。第6魂技，柳二龙尖叫着将体内所有的魂力毫无保留的全部压了上去，试图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然而在重重叠加的超强增幅面前，一切都是徒劳。轰！暴虐的光明之火瞬间将庞大的赤龙真身吞噬，护罩内火蛇狂舞，随之传出柳二龙极其凄惨的尖叫声。待到火焰渐渐散去，柳二龙已然被硬生生打出了武魂真身状态，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般重重砸在地上，狂吐鲜血。柳二龙身上的衣物大半已被极致之火烧成了灰烬，只剩下仅剩的一点焦黑碎骨，勉强护住关键部位，浑身大面积灼伤，狼狈至极。不，这不可能！我的武魂！柳二龙瘫软在地上，眼中满是无法置信的惊恐。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股霸道无比的极致之火不仅重创了他的经脉，甚至直接侵入了他的武魂本，将他的火龙本源彻底灼伤。这意味着，除非有逆天的神级机缘，否则他这辈子的修为上限已被彻底锁死，终其一生最多也只能止步于魂斗罗，再无一丝晋升封号斗罗的可能。短暂的死寂后，整个大斗魂场彻底炸开了锅，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赢了，居然真的赢了！65级的魂帝正面击败了75级的老牌魂圣，这简直是神迹！黄燕，观众席角落里，独孤博深吸了一口气，面色前所未有的严肃。这柳二龙虽然只是75级魂圣，但凭借火龙武魂，其爆发力绝对堪比普通的魂斗罗。可在开启了武魂真身，甚至倾泻了全部魂力的情况下，接下小燕这一招烽火焚天，依然被瞬间废掉，在情理之中，但这也太震撼了。说到这里，独孤博忍不住抚了抚胡须，有些感慨地叹道：“说实话，即便是老夫，若是正面毫无防备地应接小燕刚才那一招，恐怕也讨不到半点好处，肯定会受伤。这小子的极致之火当真霸道。”随后，独孤博转过头，语气中带着浓浓的惊叹与讨好，对身旁的青鸾斗罗拱手道：“青鸾冕下，您真是为武魂殿培养出了一位了不得的绝世天才。以小燕如今展现出来的逆天战力，未来她的成就简直不可限量。依老夫看，她将来突破到99级极限斗罗，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青鸾斗罗微微一笑，负手而立，看着台上的黄燕，眼中满是欣慰。这还只是开始，小燕的极限可远不止于此。玉天恒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大脑一片空白，内心的骄傲在这一刻被彻底粉碎。怎么会这样？他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早知道他拥有这种力量，我怎么可能去招惹他？玉天恒浑身颤抖，心中满是悔恨。斗魂台上，黄燕缓缓走上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瘫倒在地的柳二龙。此时的柳二龙浑身无力，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仅剩的焦黑碎布勉强遮挡着关键部位。虽然身上有些许灼伤，但那成熟丰满的身段在费城中显得格外扎眼，平添了几分我见犹怜的柔弱感。黄燕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柳二龙，淡淡的开口：“柳二龙院长，胜负已分，现在是不是该兑现你的承诺了？”柳二龙银牙咬碎，感受到全场无数道异样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只觉得无地自容。他很清楚，今天若是敢赖账，不仅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名声会彻底臭掉，他心血凝聚的蓝霸学院也将面临灭顶之灾。各大家族的抵制，学员的退学，会瞬间将学校压垮。柳二龙下意识的想要挣扎着站起来，可体内空空如也，连一丝魂力也提不起来，稍微一动便是一阵撕裂般的剧痛。更让柳二龙绝望的是，只要他一站起来，身上那几片残存的碎布就会彻底滑落。为了保住最后的体面，柳二龙只能死死的低下头，咬牙切齿的低声道：“给老娘，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找到一件等值于4万年魂骨的宝物送去给你。”很好，宝物的事情可以给你时间。黄燕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目光在柳二龙身上扫过，语气玩味。不过除了宝物，似乎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吧？那句话你可别忘了。柳二龙浑身一颤，脑海中顿时浮现出那句屈辱至极的话：蓝电霸王龙不过是低等杂血伪龙。虽然他对于蓝电霸王龙家族也不屑一顾，但现在这个情况，他喊出来，对他也是莫大的羞辱。柳二龙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刚准备硬着头皮喊出来，黄燕却突然抬起手，指向了台下脸色惨白的玉天恒。等等！黄燕嘴角微微翘起，眼中满是戏谑：“你喊多没意思！玉天恒，这赌约本就是因你而起，这句话还是由你这个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天骄亲自喊出来，才更有说服力。不，我不喊，我死也不喊！”玉天恒疯狂地摇头，真要喊出这句话，他不仅会被逐出宗门，更会成为整个家族钉在耻辱柱上的罪人。就在玉天恒拼死抵抗时，观众席上的独孤雁缓缓走了出来。独孤雁居高临下地看着台下满身是血、狼狈不堪的玉天恒，眼中没有一丝心疼，反而写满了浓浓的失望与冷漠。玉天恒，愿赌就要服输，输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输了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把话喊出来，履行你的约定，别让我更看不起你。玉天恒迎着独孤雁冰冷的目光，又听着周围观众席上传来的一阵阵唏嘘与嘲讽，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心中满是委屈与怨恨。燕燕，连你居然也这么对我。可面对大事，玉天恒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死死地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地刺入掌心，终于红着眼，闭上双眼，歇斯底里地大喊道：“蓝电霸王龙不过是低等杂血伪龙！”声音在大斗魂场内回荡。玉天恒猛地睁开眼，死死地盯着黄燕，眼中交织着屈辱与不甘。黄燕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嘲弄，随后不紧不慢地点了点头：“很好，玉天恒，你总算还有点胆量。”接着，黄燕环视全场，声音在魂力的包裹下响彻每一个角落：“从今日起，斗罗大陆魂师界就会知道，
所谓的斗罗大陆第一兽武魂蓝电霸王龙不过是一个笑话，真正的第一兽武魂是我的黑暗圣龙与光明凤凰。话音落下，整个大斗魂场先是死寂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掌声与欢呼声。黄燕，黄燕！就在这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千仞雪面带微笑，摇曳生姿的从贵宾席上缓缓走下，来到了斗魂台上。小燕表现得真不错。千仞雪美眸中异彩连连，看着黄燕，由衷的赞叹道：“今日一战，你不仅证明了自己，更让那些固步自封的家伙看清了差距。未来的魂师界注定是属于你的。”说完，千仞雪自然的并肩站在黄燕身边，两人并排而立，迎着全场数万人的瞩目，共同享受着那排山倒海般的崇拜与欢呼。回到太子东宫，殿内平退了左右，青鸾斗罗带着独孤博随后走了进来。独孤博刚一落座，便忍不住抚掌大笑，看着黄燕赞叹道：“小燕，今日一战，老夫算是彻底服了。以魂帝之姿正面击穿开启武魂真身的老牌魂圣，当真是英雄出少年，让老夫大开眼界啊！”黄燕淡淡一笑，谦逊道：“独孤前辈过誉了，不过是占了极致之火在属性上的绝对压制吧。属性压制也是实力的一部分。”青鸾斗罗在一旁微微点头，眼中满是赞许。极致之火的霸道本就非凡火可比，不过你今天不仅废了柳二龙，还逼得玉天恒当众喊出那种话，等同于把蓝电霸王龙家族的脸面给彻底踩在了脚底下。他们怕是要恨你入骨。千仞雪端起茶盏冷笑道：“恨又如何？今日斗魂全场瞩目，是他们主动挑衅在先，立字据在后，有武魂殿和太子府在，蓝电霸王龙家族只要脑子没坏，就绝不敢明着动手。再说了，以小燕的实力，整个蓝电霸王龙家族除了那个玉元镇，有谁能是小燕的对手？”独孤博附和着点头，有些幸灾乐祸的笑道：“殿下说的极是，那柳二龙的本源被极致之火灼伤，这辈子上限已被锁死，算是彻底废了。蓝电霸王龙家族这次不仅丢尽了颜面，还折损了一名潜力极高的魂圣，真是一场痛快的豪赌。”黄燕眼神微冷，淡淡的说道：“这只是个开始，既然他们敢挑衅，就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至于柳二龙承诺的与4万年魂骨等值之物，他就算不服也得乖乖交出来。”青鸾斗罗转头看向千仞雪，沉声开口：“少主，此前独孤博加入我武魂殿，按规矩本是要去武魂城复命的，但为了配合你的窃国计划，老夫决定暂且隐瞒独孤博加入武魂殿的消息。接下来还是让独孤博继续以血腥亲王府上客卿的身份待着，这样能更好的帮你执行接下来的计划。”千仞雪美眸大亮，当即点头应了下来，对独孤博微微一笑：“如此，便要麻烦独斗罗了。血腥亲王那老家伙向来谨慎，但对你却深信不疑。有你在他府上，很多我们不便出面的事情，你都能一清二楚，这对我掌控天斗帝国大有裨益。”独孤博拱了拱手，笑道：“殿下客气了，既然老夫已加入武魂殿，为殿下效力自是理所应当。血腥那老家伙的一举一动，老夫都会替殿下盯紧。”就在这时，东宫偏殿的方向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冰属性天地元力颤抖，虚空中寒流涌动，温度骤降。千仞雪敏锐地察觉到异样，转头看向黄燕，却发现黄燕的目光在同一时间已经下意识地移向了元力波动的方向，眼中闪过一抹关切与期待。千仞雪心中微微一动，虽然千仞雪内心深处极希望黄燕能一直陪在自己身边，但看着黄燕的神情，也知道强留无益。千仞雪收敛了眼底的一丝落寞，强颜欢笑地拍了拍黄燕的肩膀，轻声道：“看来是冰儿妹妹马上就要出关了，小燕，你快过去陪她吧，这里有我跟三爷爷在，不用担心。”黄燕眼中闪过一丝感激，向千仞雪温和一笑：“多谢雪儿姐体贴，这冰属性元力波动如此剧烈，看来她这次突破非同小可，有你守着也更安全。”独孤博也哈哈一笑，拱手道：“极致之冰的冰凤凰，配上小燕的极致之火，当真是天作之合。小友快去，莫要耽误了正事。”黄燕再次致谢，随即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残影，迅速朝着偏殿的方向掠去。待到黄燕的气息彻底消失在感知范围内，千仞雪脸上的笑容才渐渐淡了下去，美眸中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复杂与落寞。青鸾斗罗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轻叹一声，缓步上前劝慰道：“少主，在感情一事上，小燕或许有些迟钝，但她对你的感情与维护，老夫看得一清二楚，你不必过于忧虑。”千仞雪深吸一口气，将心头的情绪强行压下，恢复了往日身为太子的冷静与果决。“三爷爷，我明白，小燕的优秀有目共睹，她身边有优秀的女子陪伴也是情理之中。我如今身负窃国重任，本就无法时刻分心，只要她心里有我的一席之地，便足够了。”千仞雪转过身，目光落在独孤博身上，神色瞬间变得严肃。“不说这些了，独孤博，血腥亲王最近可有什么针对我的小动作？”独孤博面色一正，当即拱手答道：“回殿下，血腥那老家伙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分，他似乎隐约察觉到雪崩的伪装有些过于刻意，生怕雪崩被你暗中除掉，因此正暗中通过一些隐秘渠道联系七宝琉璃宗，试图为雪崩争取宁风致的支持。”千仞雪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宁风致是个聪明人，他看好的是我这个，甚至已经把我当成了未来的天斗大帝。血腥想去拉拢他，简直是痴人说梦。”独孤博点头赞同：“殿下所言极是，宁风致那只老狐狸绝不会为了一个废物皇子去得罪如日中天的太子。不过雪崩那边还是不得不防，那小子虽然表面上是个纨绔，但心思极深，一直在隐忍。”千仞雪美眸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雪崩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若非为了不引起雪夜的怀疑，我随时可以让他无声无息的消失。独孤博，你回府后继续盯着他们，若有任何异动，随时向我汇报。独孤博躬身领命：“老夫明白，殿下放心，只要有老夫在，血腥和雪崩就翻不起什么风浪。”后院密室大门缓缓开启，一股极寒的白雾喷涌而出，水冰儿自寒雾中缓步走出，周身冰晶环绕，清冷出尘。黄燕迎上前去笑道：“冰儿，顺利出关了。”水冰儿冰蓝色的眼眸中满是喜悦：“多亏了那几件极寒至宝，我的魂力已经从53级提升到了54级。”说到这里，水冰儿微微抬手，掌心瞬间凝聚出一朵冰莲，又在眨眼间化作虚无。水冰儿有些兴奋地继续说
说道。不过魂力提升只是其次，彻底炼化这几件极寒至宝后，我对冰属性的掌控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如今我有信心在瞬息之间完成冰爆术的施展，且威力比以往更强。黄燕由哀地为他高兴，赞叹道：“冰爆术本就霸道，如今能做到瞬法，在实战中绝对是对手的噩梦。恭喜你，冰儿。”水冰儿抿嘴一笑，收起魂力，随后好奇地拉住黄燕的手问道：“对了，你今天和玉天恒在大斗魂场的战斗结果如何？可还顺利？”黄燕轻笑一声，将今日在大斗魂场发生的事情，从击败玉天恒，逼起海蓝殿霸王龙是低等杂血尾奴，到柳二龙强行插手被自己一击秒杀，并立自取所要，一件等值于4万年魂骨赔偿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水冰儿听完，美眸中满是震撼，惊呼道：“你竟然一击秒杀了开启武魂真身的老牌魂圣柳二龙，还要对方赔偿等值于4万年魂骨的至宝！燕哥，你如今的实力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震惊过后，水冰儿似是想到了什么，眼神微微一暗，有些酸溜溜地看着他。不过今天在斗魂台上陪着你一起享受全场数万人瞩目和欢呼的是雪儿姐姐吧？黄燕微微一愣，水冰儿轻轻咬了咬红唇，有些吃醋的低声嘟囔道：“真可惜，我偏偏在这个时候闭关。要是今天我也在场，就能陪你并肩站在一起。”黄燕看着水冰儿酸溜溜的可爱模样，无奈一笑，直接上前一步，一把揽过水冰儿纤细的腰肢。水冰儿娇躯一颤，脑海中瞬间变得一片空白。黄燕看着水冰儿这副动人模样，心中不由得一热，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此时千仞雪隐隐察觉到了不对劲，原本平静的天地元力，此时在密室周围变得异常活跃，那是属于黄燕的狂暴火元素与属于水冰儿的极寒冰元素，两股本该水火不容的属性，此刻竟然在虚空中隐隐交融在一起，散发出一股令人面红耳赤的炽热。千仞雪顿时愣在原地，心想他们在干什么？我去看看。穿越斗罗，我和水冰儿日夜双修，只因我觉醒了黑暗圣龙和血火凤凰武魂，我体内的血火需要水冰儿进行压制。当初我觉醒武魂的那一刻震撼全大陆，我拒绝了弗兰德画的大陆，毅然加入武魂殿。如今刚满18岁，就已经成就魂王境界，轻松碾压所谓的史莱克的黄金一代。从强取水冰儿开始，我的血火开始进化，武魂也跟着蜕变。极品火凤凰将踏平史莱克，镇压海神岛，就此踏上一条横推斗罗的无敌之路。星斗大森林内围，我费了9牛2虎之力，总算是把一只火青鸾魂环吸收完毕。身后裹挟着血火的凤凰虚影冲天而起，老师青鸾斗罗一脸惊喜：“小妍，你果然没让我失望。万年第4环也就罢了，你第5魂环居然就能直接达到4万年年限。老师，这血火既是折磨，也是锻炼。12年来不间断的血火让我心悸，精神力都在抵御血火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所以能越阶吸收4万年魂环，倒也不足为怪。哈哈哈！”青鸾斗罗仰天狂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就知道我青鸾的弟子绝不会让我失望。我面色不变，眼神深处却很是复杂。就在刚刚吸收魂环成功的那一刻，脑海深处前世18年的记忆喷涌而出，让我明白自己原来是个穿越者，准确来说是投胎转世到了斗罗大陆，转生到了斗罗大陆的嘉晴村，就是索托城附近马红俊的那个村子。不过我比马红俊大6岁，6岁觉醒武魂时，血火凤凰和黑暗圣龙双生武魂同时出现。我有纯正的火凤凰血脉，只是被血火拖累，跟唐三的蓝银草昊天锤双生武魂一个道理。先天满魂力，千仞雪终究是抵不过好奇心，也许是心中对黄岩的喜爱驱使他去偷窥，心中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与落寞，在这一刻变得愈发强烈。千仞雪咬紧红土，站在原地，脚步像是被定住了一样。他本该转身离开的，这里是他的密室，他的东宫，他有什么可懂？可那扇紧闭的石门，此刻却像一块磁石，牢牢吸引着他的目光。脑海中不受控制的浮现出一些画面，黄岩结实的臂膀，冰与火的魂力在肌肤相贴间交融，生疼。千仞雪脸颊烧得厉害，我在想什么？千仞雪低声啐了自己一口，却发现喉咙有些发干，心跳快得不正常，压抑了12年，整整12年。他戴着雪清河的面具，活在男人的身份里，连呼吸都要小心黄奕，没有朋友，没有倾诉对象，更不可能有情感上的慰藉。可黄岩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激起了他以为早已干涸的涟漪。他送她仙草，叫她雪儿姐，语气温柔又自然。在水冰儿面前，他甚至没有刻意避嫌。千仞雪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胸口那股翻涌的酸涩。明明是他先认识黄岩的，12年前在武魂殿，他还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千仞雪，黄岩还是个刚拜师的小男孩。两人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他一直记得那个安静坚韧的少年。如果不是比比东把他送到天斗帝国卧底，如果不是他要伪装成雪清河，一装就是12年，如果他一直留在武魂殿，留在供奉殿，那么现在在密室里和黄岩的人会不会就是他？千仞雪射紧了拳头，指甲陷入掌心，极度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够了！千仞雪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冷静。他是武魂殿的少主，是潜伏在天斗帝国12年的卧底，他不该被这种情绪左右。他不甘心，可他能做什么？千仞雪苦笑了一声，小年，等我把天斗的事处理好，就算你心里只有水冰儿，我就算是用强也要得到你。次日，三人乘着太子的专属马车来到了天斗皇家学院。刚一走进学院的拟态修炼场附近，他们便看到前方围着几个人，气氛显得有些沉闷。那正是黄斗战队的成员独孤雁、奥斯罗、玉峰和石家兄弟。你们几个不再训练，围在这里做什么？千仞雪双手负后，迈步走了过去。独孤雁等人听到声音，纷纷转过头来。
来，当看到雪清河，众人连忙躬身行礼，参见太子殿下。然而，当独孤雁的目光落在雪清河身后的黄岩身上时，娇躯忍不住微微一颤，眼中闪过一丝崇拜和仰慕。昨日大斗魂场上，黄岩一击秒杀柳二龙的画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千仞雪敏锐地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挑眉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玉天恒呢？”独孤雁咬了咬红唇，有些黯然地叹了口气：“回殿下，天恒他昨天已经正式递交了退学申请，脱离了黄斗战队，昨晚就跟着家族的人返回蓝电霸王龙宗了。”千仞雪故作惊讶，实则心中了然。玉峰在一旁忍不住小声抱怨道：“昨天那一战对老大的打击太大，再加上蓝电霸王龙宗觉得丢了颜面，直接把他召回了宗门。现在我们黄斗战队少了一个主攻手，连日常的配合训练都无法进行了。”正当玉峰话音落下，黄斗战队几人神色愈发黯然时，黄岩目光微动，察觉到有两道气息正朝着拟态修炼场快速逼近，其中一股阴冷而雄浑的气息，他再熟悉不过。紧接着，独孤博细微如丝的声音便通过 B 线传音传入了黄岩耳中：“小怪物，老夫裴雪星那老家伙过来。”他一听说太子带你和水冰儿进了皇家学院，就火急火燎地拉着老夫赶过来。这老东西心眼多，估摸着是想借着老夫的事来给太子和你一个下马威，在小燕子他们面前争一争面子。听到传音，黄岩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雪星亲王若是知道，他平日里引以为傲是做最大底牌和靠山的独斗罗，如今早已成了自己人，甚至连命都攥在自己手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这尊他用来耀武扬威的靠山，实际上是一柄悬在他自己头顶，随时会落下的利剑。清河今日怎有雅兴来学院视察？一道略带傲慢与虚伪的笑声从不远处传来。雪星亲王身披华贵长袍，双手负后，迈着四方步走了过来。而在他身后半步，一身墨绿色长袍的独孤博正缓步跟随。爷爷，独孤雁见到独孤博，顿时面露喜色，连忙迎了上去。独孤博对孙女点了点头，目光不着痕迹地在黄岩身上扫过，随后又恢复了那副生人勿近的冷酷模样。见过皇叔。千仞雪温和一笑，微微躬身行礼。雪清河的谦逊与温良伪装的天衣无缝，免礼吧。雪星亲王摆了摆手，目光越过千仞雪，直接落在了黄岩身上，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这位便是昨日在斗魂场上大放异彩的黄岩小友吧？本王听闻你一击便重创了蓝霸学院的柳二龙院长，真是年少有为。不过这里是天斗皇家学院，可不是寻常打打杀杀的地方。”不等黄岩开口，雪星亲王又转头看向千仞雪，语气带着几分说教的意味：“清河，你身为太子，结交魂师虽是好事，但也要分清轻重。皇家学院规矩森严，外人若无要事，还是少往这里带为好，免得打扰了黄斗战队的日常训练。你说是吧，独孤先生？”说完，雪星亲王还得意外地看了独孤博一眼，显然是想拉着这位封号斗罗给自己站台。千仞雪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芒，黄岩则是险些笑出声来。黄岩偏过头，看着面无表情的独孤博，好整以暇地等着看这出好戏。独孤博冷哼一声，双手抄在袖子里，斜睨了雪星亲王一眼，淡淡的说道：“雪星，老夫倒觉得能请到黄岩小友来此，是皇家学院的荣幸，何来打扰一说？”雪星亲王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有些不敢置信地转过头看向独孤博：“独孤先生，你这是何意？他昨日对玉天恒柳二龙可是那般，已经得罪了蓝电霸王龙家族，那又如何？魂师界实力为尊。”独孤博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雪星的话：“昨日若非黄岩小友手下留情，柳二龙现在连命都没了。玉天恒自己到心崩溃，退学回宗，那是他烂泥扶不上墙。黄斗战队现在少了个主攻手，若是能得黄岩小友指点一二，那是他们烧高香都求不来的福气。”此话一出，不仅雪星亲王愣住，连一旁的独孤雁和黄斗战队众人也惊得瞪大了眼睛。独孤博连忙打圆场：“黄岩小友在药理毒术上的造诣，连老夫都自愧不如。老夫体内的顽疾，也是多亏了黄岩小友妙手回春，在老夫眼里，他可不是什么外人。”雪星亲王倒吸一口凉气，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额头上隐隐有冷汗渗出。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平日里千依百顺，是做最大底牌的独斗罗，竟然会当众拆他的台，而且对黄岩评价高到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黄岩看着雪星亲王精彩纷呈的脸色，轻笑了一声，上前一步道：“亲王殿下，看样子您的这位靠山似乎并不太赞同您的看法，不知殿下现在还觉得我是打扰了学院训练的外人吗？”千仞雪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心中对黄岩的手段暗自赞叹，同时配合地叹了口气，温和地对雪星亲王说道：“皇叔，黄岩兄弟是我东宫的贵客，更是独孤先生的挚友，您方才的话确实有些失礼了。”雪星亲王骑虎难下，看了看面色阴沉的独孤博，又看了看一脸玩味的黄岩，最后只能强撑着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哈哈，原来是这样，本王先前不知情，倒是有些误会了。既然是独孤先生的贵客，那自然随时可以来学院交流。清河，你陪着贵客好好转转，本王府上还有些要事，就先告辞了。”说完，雪星亲王甚至顾不上和独孤博打招呼，便灰溜溜地转身，快步离开了拟态修炼场。看着雪星亲王狼狈离去的背影，黄岩转头看向独孤博，挑了挑眉：“老怪物，多谢了。”独孤博撇了撇嘴，哼道：“少来这套，老夫只是实话实说。况且老夫也看不惯那老东西，整天借着老夫的名头在外面招摇撞骗。”独孤雁则是好奇的在黄岩和自家爷爷身上来回扫视，最后落在水冰儿身上，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上前对独孤博撒娇道：“爷爷，既然黄岩公子这么厉害，不如您求求他，让他指点指点我们黄斗战队。天恒走了，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黄岩看着独孤雁那期盼的眼神，又偏头看了看身旁的水冰儿，轻笑了一声，点头答应下来。既然独孤姑娘都开口了，那便切磋两手，不过指点你们倒不用我亲自出手。说着，黄岩自然地牵起水冰儿的手，微微一笑，对黄斗战队众人介绍道：“我身边的冰儿实力同样极为强悍，真要动起手来，你们一拥而上怕是也讨不到
到便宜。独孤雁微微一愣，美眸在水冰儿身上打量了一圈。此时的水冰儿一袭冰蓝长裙，气质清冷出尘，虽然眉眼间带着一丝初为人妇的娇媚，但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能一人挑翻他们整个战队的强人。黄颜公子，你没开玩笑吧？玉峰有些不敢置信的挠了挠头。奥斯罗也附和道：是啊，水姑娘看起来温婉动人，不知是何等武魂，竟能得公子如此推崇。石墨两兄弟憨厚的对视一眼，眼中同样写满了怀疑。就连一直默默站在队伍最后方，戴着黑色面纱的叶玲玲，此时也忍不住抬起清冷的眼眸，好奇地望向水冰儿。水冰儿见众人瞩目，倒也不怯场。自从加入武魂殿，跟了黄岩，他的实力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他，内心正渴望一场战斗，来检验自己这段时间堪称恐怖的提升。在水冰儿看来，自己真实的战斗力绝对超过了一般的魂圣。水冰儿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连招，第一魂技冰封，魂骨技冰爆术，中间还可以穿插其他魂技。这一套下来，就算是魂圣都得直接爆。水冰儿转头与黄岩对视一眼，读懂了他眼中的鼓励，随即抿嘴一笑，大方地上前一步。既然各位有兴趣，那冰儿便献丑了。实不相瞒，近期我的魂力刚刚突破到54级，正想借这个机会向诸位天斗皇家学院的精英讨教一二。54级！独孤雁失声惊呼，美眸瞬间瞪大。奥斯罗和玉峰更是惊得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他们之中魂力最高的玉天恒，走之前也不过才39级，而水冰儿看起来比他们还要年轻几岁，竟然已经是一位五环魂王了。就算是武魂殿的黄金一代，也不过如此吧。独孤博眼中也闪过一丝惊异，随即抚须大笑：好，不愧是小怪物身边的人，丫头们，你们就陪他玩玩，也让这帮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小家伙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天才。千仞雪在一旁维持着雪清河的温和微笑，可看着水冰儿那自信耀眼的光芒，拢在袖中的双手不由得微微攥紧，心中那股酸涩与失衡感再次翻涌。54级，他到底给了他多少好处，竟能让他提升得如此恐怖？与之相比，千仞雪忽然觉得之前黄岩给自己的仙草水仙玉肌都显得黯然失色。水冰儿深吸一口气，体内的冰属性魂力开始奔涌，一抹极寒的冰蓝色光晕瞬间在他周身弥漫开来，令周围的空气温度骤降。各位请赐教！一声清脆悦耳的凤鸣骤然响彻整个拟态修炼场。水冰儿身后，一只通体晶莹剔透、散发着无尽寒气的冰蓝色凤凰虚影缓缓浮现，伴随着冰凤凰的出现，黄紫黑五道魂环交替升起，刹那间，一股几乎要将空间都冻结的极致之冰气息席卷全场。这是顶级兽武魂冰凤凰？不对，这气息应该是超级武魂才对。独孤雁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只觉得浑身血液都要凝固，那股来自武魂层面的绝对压制，让他的碧鳞蛇武魂本能的产生了一种恐惧。好可怕的寒气！我的魂力运转速度居然变慢了将近一半。奥斯罗脸色大变，急忙催动魂力抵御这股钻骨的冰冷。玉峰更是面色凝重，高声喊道：大家不要大意，直接用全力上，开武魂！独孤雁娇喝一声，碧鳞蛇附体，双眸化为碧绿，紫色的毒雾瞬间弥漫开来。石墨两兄弟低吼一声，玄武龟武魂附体，厚重的龟甲盾死死挡在最前方。奥斯罗与玉峰则是一左一右，化作残影，从两侧急速袭向水冰儿。面对黄豆战队5人的全力合击，水冰儿神色平静，甚至连脚步都未曾移动半分。第一魂技冰封。开战了！水冰儿一人大战黄豆战队。此时他身上的第一道黄色魂环光芒大放，一股恐怖的极致之寒呈辐射状瞬间爆发，没有任何预兆，甚至连魂力波动的轨迹都无法捕捉。咔嚓，刺耳的结冰声瞬间连成一片，冲在最前方的奥斯罗和玉峰，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在半空中被湛蓝色的冰晶彻底包裹，化作2尊栩栩如生的冰雕摔落在地。紧接着，躲在玄武盾后的石家兄弟，连同他们那引以为傲的厚重龟甲，也在眨眼间被冻成了巨大的蓝色冰块，动弹不得。这怎么可能？独孤雁美眸圆睁，他的碧鳞紫毒还没来得及扩散，就被那股极致的寒气直接冻结成紫色的冰渣，碎裂了一地。还没等独孤雁做出反应，冰霜已经顺着他的双腿迅速向上蔓延。不过一眨眼的功夫，独孤雁整个人也被封在了冰晶之中，只剩下眼睛还能转动。仅仅一瞬，只用了一个最基础的第一魂技，黄豆战队全员瞬间溃败。独孤博瞪大了双眼，满脸的不可置信。瞬发冰封，连老夫的孙女毒雾都释放不出，便被彻底制服。小怪物，你身边这丫头当真是个不得了的怪物。千仞雪强压下心中的震撼，努力维持着雪清河的温和笑容，赞叹道：冰儿姑娘不愧是黄燕兄弟的红颜知己，如此实力与天资，恐怕放眼整个大陆同辈之中也难寻敌手。然而在内心深处，千仞雪却泛起了惊涛骇浪，那极致之冰的霸道属性，甚至隐隐让他的6翼天使武魂产生了一丝共鸣与忌惮。他原本以为水冰儿只是依附于黄燕的附庸，如今看来，单凭水冰儿自己就足以称得上是斗罗大陆最顶尖的天才。水冰儿转头看向黄燕，便抿嘴一笑，右手轻轻一挥，刹那间，冻结众人的厚重冰晶如同听到了指令一般，瞬间化作无数冰蓝色的光点，消散在空气中。虽然脱困，但独孤雁等5人依然脸色苍白，浑身剧烈颤抖。极致之冰的寒气已经侵入他们的经脉，让他们连站立都变得十分困难。水冰儿见状，左腿处隐隐亮起一抹绿莹莹的冰蓝色光芒。水冰儿以冰辟邪左腿骨作为中转站，轻声道：气。吸附在独孤雁5人经脉中的极寒之气，瞬间化作5道肉眼可见的深蓝色气流，顺着地面迅速流回水冰儿的左腿之中。原本冻得瑟瑟发抖的黄豆战队众人，瞬间感觉身体回暖，先前那种几乎要将灵魂冻结的痛苦荡然无存。独孤雁惊骇地看着水冰儿。
你竟然能把侵入我们体内的寒气重新吸回去，这怎么可能？刚才那一瞬间，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武魂要碎裂了。玉峰也有些后怕的拍了拍胸口，苦笑道：“这控制力简直神了！我还以为今天不脱层皮是走不出这里太长。”而黄豆战队的指导老师秦明眼中的震撼无以复加，对着水冰儿和黄燕拱手行礼：“好霸道的极致之兵，好神乎其技的掌控力，在下今日当真是大开眼界。敢问姑娘，方才那一招可是还留了手？”水冰儿微微一笑，谦逊却又不失自信的说道：“秦老师慧眼，方才确实留手了。若是在生死搏杀中，冰封仅是起手，配合我的魂骨技，瞬间便可引爆他们体内的寒气，届时冰块连同里面的身体都会化为糊粉。”秦明听得头皮发麻，有些干涩的咽了口唾沫，引爆寒气，直接连人带兵一起炸碎，这简直是封号斗罗级别的杀伤手段，受教了。独孤雁更是脸色煞白，心有余悸的看着水冰儿：“你居然还留了这么恐怖的后手！刚才我们起步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所以老夫才说你们是烧了高香。”此时蓝电霸王龙大殿上，玉天恒跪在冰冷的地板上，脸色惨白，眼中满是怨毒与悲愤，泪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爷爷，二叔祖，天恒无能，让家族蒙羞了。端坐在首位的宗主玉元镇眉头紧锁：“天恒，起来说话！你不在黄豆修行，怎么弄成这副狼狈模样？”玉天恒回来之前就已经在心中决定，一定要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受害者形象，只有将黄燕包装成十恶不赦，才能显得他不那么废物。只有这样，夸大黄燕邪恶，将族人对自己的厌恶转化成对自己的憎恨，自己才不至于被逐出家族。玉天恒没有起身，反而重重的磕了个头，声泪俱下的哭诉：“爷爷，前几日我与燕燕在大斗魂场，恰好遇见了一个叫黄燕的魂师。那黄燕明明拥有魂帝修为，却故意藏着掖着，表现得极为低调，诱骗我与他上台对决。我一时大意，不幸落败。可谁知他赢了之后，竟然逼着我当着大斗魂场数万观众的面，屈辱的喊出蓝电霸王龙不过是低等杂血尾龙，若是不喊，他便要当场废了我的武魂。”混账！玉元镇顿时暴怒，猛地一张拍碎座椅扶手，狂暴雷霆瞬间炸裂。杂血尾龙，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侮辱我蓝电霸王龙武魂！玉罗冕也气得浑身发抖，但他很快意识到了什么，追问道：“天恒，你二龙姑姑呢？她不是在天斗城吗？怎么没替你出头？”二叔祖，二龙姑姑就是为了护着我，才遭了那恶贼的毒手啊！二龙姑姑心疼我受了天大的委屈，便上台想为我讨回公道。可那黄燕卑鄙无耻，竟趁着二龙姑姑不备，暗中出手偷袭。二龙姑姑当场被他重创，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那贼人当众羞辱，折损了所有颜面。什么？玉罗冕豁然站起，双眼瞬间变得猩红，浑身雷光爆裂，恐怖的魂力波动在大殿内肆虐。二龙被重创了，他现在伤势如何？柳二龙虽然是他的私生女，连玉姓都没能入，但那终究是他的亲骨肉。这些年，他私底下不知道接济了柳二龙多少资源，连蓝霸学院的建立都是他一手暗中促成的。如今听到爱女被人如此重创羞辱，他如何能忍？玉天恒摇了摇头，泣不成声。二龙姑姑伤得极重，如今还在蓝霸学院养伤。那黄燕还扬言，蓝电霸王龙家族在他眼里不过是土鸡瓦狗，来一个他杀一个，狂妄小儿，简直弃我蓝电霸王龙家族无先。玉罗冕气得钢牙咬碎，转头看向玉元镇，抱拳厉声道：“大哥，此子不仅侮辱我宗门武魂，更将天恒和二龙伤成这样，这完全是没把我蓝电霸王龙家族放在眼里。若是不将这黄燕挫骨扬灰，我宗门在魂师界还如何立足？”玉元镇脸色阴沉，缓缓站起身，封号斗罗的恐怖威压让整座大殿都微微颤抖。魂帝修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竟敢如此张狂！罗冕，你带上3位长老亲自去一趟天斗城，活撕了那个叫黄燕的杂碎，顺便把二龙接回家族疗伤。玉罗冕眼中闪过一抹狰狞的杀意，森然道：“大哥放心，老夫定要让那小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此时太子东宫，青鸾斗罗的身影如鬼魅般自阴影中走出。雪儿，那位风雅名满天斗城的月轩轩主唐月华，暗地里可不怎么安分。老夫察觉到，他一直与昊天宗的余孽保持着隐秘的联系。不过老夫顾及你的计划，并未直接出手惊动他。千仞雪闻言释然一笑，其实孤早就知道唐月华与昊天宗暗中勾连，甚至连他们传递消息的几条暗线，孤都了如指掌。既然知道，为何一直留着他？昊天宗的人多活一天都是祸害。千仞雪些无奈地解释道：“三供奉有所不知，唐月华在天斗城名望极高，更是天斗皇室成员和各大贵族子弟的礼仪老师。孤如今顶着雪清河的身份，若是无缘无故对他下手，不仅会引起雪夜的怀疑，更会激怒依附于皇室的各方贵族势力，得不偿失。因此，在计划彻底完成前，孤只能装作不知，暗中监视。”青鸾斗罗微微点头，不再纠结唐月华的事，转而看向坐在一旁的黄燕问道：“燕儿，你接下来可还有什么打算？若是无事，我们在这天斗城再待上2天，也该启程回武魂城了。”说到这里，青鸾斗罗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老夫现在可是有些期待，等我们回去之后，供奉殿里那几位看到你如今的实力，会是何种精彩的表情？尤其是二哥，他平日里总是一副古板严肃的模样，若是知道你小子的境界，怕是连下巴都要惊掉。”青鸾斗罗眼中闪过一抹炽热的战意，说道：“老夫已经决定了，这次一回到武魂城，便去挑战二哥。若是老夫胜了，那从此以后，这供奉殿2供奉的位置，便由老夫取而代之。”说完，青鸾斗罗就消失在众人眼前。就在此时，黄岩感觉自己隐隐有突破66级的迹象，于是打算就地突破。光明之火在体内疯狂游动，不断巩固着经脉，时不时体内的光明之火暴走乱窜出体外。片刻后，黄岩突破66级大关了。可突然，千仞雪和水冰儿脸上突然红温，一个劲的捂住眼睛。千仞雪的手里留了一条缝隙，黄岩睁开眼后，
只见自己原本穿着的衣物，早已在刚才光明之火的暴走中被烧得连灰都不剩。此时的自己，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正完美的展现着他那因突破而变得更加健美、线条分明的修长身躯。卧槽！黄燕老脸一红，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在当众遛鸟。黄燕手忙脚乱地从魂导器中扯出一套干净的衣物，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套在身上，一边系着腰带，一边尴尬地干咳道：“那个意外，纯属意外。刚才武魂附体时火焰失控，真不是故意的。雪儿姐姐，冰儿，你们可以转过来了。”待两女有些不自然地转过身来，密室内的尴尬气氛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天斗城的大街上，青鸾斗罗正负手闲逛，突然，青鸾斗罗神色微动，转头看向天斗城外的方向。这股狂暴的雷霆气息是蓝电霸王龙武魂，魂力波动在89级左右，正全速朝城内逼近。青鸾斗罗略微感知了一下那股魂力中的精神烙印，嘴角不由得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玉罗冕，这老家伙气势汹汹地跑来天斗城做什么？脑海中思绪飞转，青鸾斗罗瞬间便想通了其中的关节。原来如此，柳二龙是他私生女，被黄燕重创，他多半是收到了消息，特意跑来给女儿报仇的。想到这里，青鸾斗罗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不自量力的东西，连老夫的弟子也敢动。不过，让这老东西给妍儿练练手倒是不错。于是青鸾斗罗传音给黄妍：“妍儿，出来宰一个人。”黄妍收到青鸾斗罗的传音后，带着水冰儿来到城外。隐藏在暗处的青鸾斗罗早已传音给黄妍交代玉罗冕的能力。天斗城郊外，玉罗冕正全速疾驰，口中咬牙切齿地怒骂着：“该死的小畜生，竟敢将二龙伤得那么重！今日若不将你挫骨扬灰，我玉罗冕誓不为人！”突然，前方出现一团具有恐怖高温的火焰，快速袭来。玉罗冕随手一发雷电，吞噬光明火焰。是谁竟敢阻挡本座的路？只见黄妍隐隐现身，在下黄妍，听说你在找我。玉罗冕闻言，青筋暴起，身上隐隐闪着雷电。黄妍，你竟敢亲自过来送死！你辱我宗门，欺我女儿，今日你就死在这里吧！不等黄妍率先出手，玉罗冕已然先发制人，魂环骤然爆亮，第三枚千年魂环光华炸裂，雷电龙爪、雷电霸王龙虚影右爪轰然探出，漫天紫黑雷霆汇聚成一柄丈长的雷龙巨爪，直奔黄妍心口抓来，速度快的留下道道残影。黄妍神色凛然，丝毫不敢小觑魂斗罗的攻势，脚下魂力暴涨，第一、第二魂环同时亮起，光明屏障、凤凰赤火。璀璨的金白色圣光瞬间在身前凝聚成半圆形防御光罩，自带净化一切邪煞与暴力能量的特性。同时，周身燃烧的光明圣火骤然暴涨，化作层层烈焰壁垒，将雷霆的暴力之力层层阻隔。轰隆！雷龙巨爪狠狠轰击在光明屏障之上，紫黑雷霆疯狂炸裂，狂暴的雷电冲击力四下肆虐，震得光照剧烈震颤，细密的裂纹瞬间蔓延开来。但光明凤凰之火天生克制阴邪暴力能量，圣洁圣火顺着雷龙爪的力道逆向灼烧，滋滋声响不断，肆虐的雷霆之力被飞速净化消融。玉罗冕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化为冷厉，区60多级魂帝竟能应接自己的魂技而不崩防。光明凤凰武魂的顶尖天赋果然名不虚传，但在他看来，境界之差便是绝对壁垒，天赋再强也弥补不了23级的魂力碾压，有点能耐。可惜，玉罗冕冷哼一声，第5、第6万年魂环接连亮起，周身龙威再度暴涨数倍，整片天空瞬间被紫黑雷云笼罩，光线骤暗，唯有暴虐的雷光不断闪烁炸响，万雷是龙阵，漫天雷云骤然翻滚凝聚，数十道粗壮的雷霆光柱轰然坠落，每一道光柱之中都缠绕着迷你雷电小龙，张牙舞爪，带着锁魂、破甲、麻痹3重特效，从四面八方合围黄炎，封死所有闪避空间。雷电霸王龙家族的顶级群攻魂技，威力霸道绝伦，足以重创寻常70多级魂圣。黄炎面色凝重，却毫无惧色，他清楚等级差距带来的劣势，硬碰硬的持久对决自己必败无疑，唯有依托光明凤凰的极致进化与焚天之力。第6枚万年魂环骤然璀璨夺目，周身光明圣火瞬间凝练极致，整个人仿佛化为一轮刺破雷云的小太阳。光明凤凰焚天一斩，背后巨大的凤凰羽翼猛地全力煽动，漫天金白烈焰席卷天地，凝聚成2道数十丈长的火焰翼刃，刃身流转着纯净的光明之力，带着焚尽万物、净化虚妄的极致威能，狠狠劈向合围的雷龙雷霆。同时，他周身圣火升腾，化作凤凰护体罡气，将所有近身的细碎雷电尽数灼烧殆尽。烈焰翼刃与万千雷龙轰然相撞，天地间骤然爆发出刺眼至极的强光，金白与紫黑两色能量剧烈碰撞，湮灭炸裂。净化属性的光明圣火疯狂吞噬暴力雷电，无数迷你雷龙在烈焰中嘶鸣湮灭，漫天雷云被硬生生撕开一道巨大的缺口。可玉罗冕魂力底蕴太过浑厚，源源不断的雷霆之力从云层中倾泻而下，层层叠叠的雷霆光柱持续碾压而来，都被黄炎抵挡住了。见久攻不下，玉罗冕彻底失去耐心。第8枚魂斗罗专属万年魂环骤然爆发出漆黑厚重的光晕，周身雷威攀升至顶峰，霸王雷龙啸，震天动地的龙啸裹挟着无尽雷霆之力炸开，直击神魂的紫色雷纹音波瞬间席卷全场，极强的麻痹与震慑之力骤然锁死黄炎周身，眼底骤然迸发极致炽烈的金光。他不再固守防御，猛地摒弃所有残余魂力壁垒，将全身魂力、凤凰血脉之力、光明净化本源尽数汇聚于一点，同时开启前3个增幅技能和火之领域。在所有的增幅下，黄炎彻底引爆光明凤凰武魂的终极天赋，化作纯粹到极致的焚天圣光，一道远超魂帝极限的巨型光明凤凰虚影冲天而起，羽翼覆盖百里空域，圣洁之火焚尽一切阴邪暴力。紫黑雷霆接触到圣光的瞬间，便如同冰雪遇沸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湮灭。玉罗冕引以为傲的雷电霸王龙虚影发出凄厉的哀嚎，
周身雷灵寸寸崩裂，霸道的龙威被圣光彻底压制瓦解。黄炎强操控巨型凤凰虚影俯冲而下，凝练极致的圣火会击正中雷电霸王龙虚影的头。终于玉罗冕败了。空中雷龙解体后，玉罗冕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不可能，我的蓝电霸王龙武魂怎么会被压制？玉罗冕瞳孔骤缩，满脸难以置信。区区一个66级的魂圣怎么能打败我？此时青鸾斗罗满意的看着黄炎，不愧是我的弟子。炎儿，以你现在的实力，92级封号斗罗也未尝不能一战。黄炎摸了摸头，水冰儿更是崇拜的眼神看着黄炎，崇拜自己男人刚刚的威风凛凛。此时青鸾斗罗只是轻轻抬手，突然轰的一声，98级魂力威压骤然降临，那凝视无比的气息赫然达到了惊人的98级。玉罗冕整个人如遭雷击，扑通一声直接单膝跪倒在地上。98级巅峰斗罗，玉罗冕瞬间汗流浃背，体内的武魂与魂力被压制的根本无法运转，声音颤抖的不成样子。青鸾斗罗双手负于身后，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玉罗冕，你可真丢了蓝电霸王龙家族的脸。玉罗冕艰难的抬起头，眼中满是恐惧，颤声道：冕下，在下不知何处得罪了冕下，还请冕下明示，你口中那个要挫骨扬灰的小畜生，正是老夫的亲传弟子黄炎。什么？玉罗冕彻底懵了，脑海中如遭五雷轰顶，一片空白。那个重创柳二龙的黄炎，竟然是青鸾斗罗的亲传弟子。玉罗冕跪在地上，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脑海中疯狂运转着脱身之策。青鸾冕下息怒，在下实在不知那黄炎是您的爱徒，若是早知如此，借在下100个胆子，也绝不敢说出刚才那番混账话。玉罗冕声音颤抖，生怕他抬手间就将自己抹杀。青鸾斗罗淡淡的看着玉罗冕，随后轻轻摆了摆手，那股压得玉罗冕喘不过气来的魂力威压瞬间烟消云散。行了，老夫若真想杀你，你现在连开口求饶的机会都没有，老夫留你一命，是要你去办2件事。你回去之后，如实向玉元镇禀报黄炎的背景，告诉他重创柳二龙的人是老夫的弟子，让玉元镇彻底打消对黄炎动手的念头。蓝电霸王宗若敢暗中报复，老夫不介意亲自去真龙山走一趟。玉罗冕浑身一颤，连忙应道：在下明白，在下回去立刻禀明大哥，绝不让宗门行差踏错半步。第二，回去之后继续安分的当你的二当家，收起你那些多余的心思，老老实实在蓝电霸王宗待着，等我武魂殿需要用到你的那天，自然会有人联系你。若是敢有二心，下场你清楚，在下万万不敢。在下生是武魂殿的人，死是武魂殿的魂，绝不敢有半点违背。玉罗冕连声保证，额头紧贴着地面，甚至不敢抬头看青鸾斗罗一眼。滚吧！青鸾斗罗带着水冰儿和黄炎消失在空中，回到了太子东宫的内室。青鸾斗罗刚一现身，目光便落在千仞雪身上，眼中闪过一丝赞许：“雪儿，你突破了。”千仞雪微微一笑，点头道：“多亏了小妍送的仙草水仙玉击补，我刚才一举冲破了关卡，如今已是60级准魂帝了。60级，你如今才多少岁？这等修炼速度，放眼整个大陆也是凤毛麟角。小妍，你这次确实立了大功，虽然跟黄炎比，千仞雪这修炼速度的确相形见绌，但跟同龄人，也就是21岁的绝大多数魂师比起来，千仞雪这魂帝修为绝对是顶尖水准。”黄炎谦虚道：“老师，这主要还是雪儿姐姐自身底蕴深厚，若非她平日里压制魂力磨砺自身，仙草的药效也不可能发挥得如此完美。”青鸾斗罗微微颔首，思索片刻后说道：“既然你已经达到了60级瓶颈，那便事不宜迟。老夫带着小妍和冰儿在天斗城也待了些时日，过几天便要动身返回武魂城，不如趁着我们还没走，老夫亲自带你去一趟星斗大森林，将你的第6魂环猎取回来，如何？”千仞雪闻言，下意识地看了看黄炎，想到黄炎过几天就要离开天斗城，他心中不免有些不舍。若能一起去星斗大森林，倒还能多相处几日。想到这里，千仞雪当即阴允含笑道：“有三爷爷这位98级巅峰斗罗亲自护航，雪儿自然求之不得。小妍、冰儿，你们也陪我走这一趟。”次日一早，一同登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低调马车，缓缓驶出天斗城。马车外，几名身穿普通护卫服饰的随行人员紧紧跟随，其中2人正是刻意收敛了气息，进行伪装的蛇矛斗罗与刺臀斗罗。天斗城内的蓝霸学院中，一封由玉罗冕亲信加急送达的密信落在了柳二龙的手中。柳二龙脸色苍白地坐在院中，看完信中的内容后，整个人如遭雷击，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柳二龙眼中满是绝望。98级青鸾斗罗，柳二龙自嘲地惨笑一声，眼角滑下2行清泪。原来那个小畜生背后竟然站着这样的存在，难怪连父亲都要连夜逃回宗门，这口气我除了憋下去还能如何？就在这时，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弗兰德、玉小刚以及赵无极3人行色匆匆地走了进来。弗兰德一进门便急切地问道：“二龙，你伤势如何了？你被伤成这样，蓝电霸王龙宗肯定不会坐视不理，你父亲可去帮你找那黄炎报仇了，结果如何？”赵无极也瓮声瓮气地附和道：“是啊，柳院长，蓝电霸王宗这次打算怎么收拾那小子？敢把你伤成这样，绝不能轻易放过他。”话虽如此，但此前赵无极带着唐三等人从星斗大森林逃回来后，就将黄炎跟青鸾斗罗关系以及青鸾斗罗的98级魂力告诉给了弗兰德和玉小刚。几人还是从血腥亲王那里得知消息，知道青鸾斗罗离开了天斗城，这才赶来蓝霸学院找柳二龙。柳二龙看着满脸关切的3人，只是无力地叹了口气，将地上的信纸捡起，递给弗兰德，语气绝望：“你们自己看吧，这仇报不了了。”弗兰德疑惑地接过信纸，与玉小刚、赵无极凑在一起快速浏览。虽然早就知道这件事最好的结果就是青鸾斗罗不
斩草除根，就这么算了。但来都来了，三人还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好让柳二龙心里好受一些。看完信中的内容，三人对视一眼，纷纷脸色大变。什么98级巅峰斗罗？赵无极叹了口气，佯装第一次知道这件事。这个谎言居然是武魂殿第3供奉青鸾斗罗的亲传弟子，98级魂力的修为境界，整个斗罗大陆还有谁能是他对手？弗兰德的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捏紧了拳头。难怪那小子行事如此肆无忌惮。武魂殿的巅峰斗罗，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力量。玉小刚更是气得浑身发抖，双手死死地攥着衣角，眼中满是屈辱与愤怒。武魂殿又是武魂殿，他们仗着实力强大，便可如此欺压旁人，甚至连蓝电霸王宗都不放在眼里吗？虽然玉小刚离开蓝电霸王宗几十年，但他和唐昊不一样。玉小刚是离家出走，想走出一番成绩，再回到家族，得到玉元镇和族人的承认；而唐昊则是被逐出昊天宗，所以玉小刚对蓝电霸王宗的归属感很强。弗兰德深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拍了拍玉小刚的肩膀，叹道：“小刚，冷静点。二龙的父亲说的对，面对98级的超级强者，蓝电霸王宗若是硬碰硬，只会有灭顶之灾。如今之计，我们也只能先忍下这口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忍，我们要忍到什么时候？”玉小刚双眼通红，压抑着声音怒吼道：“二龙被伤成这样，难道就这么算了？”柳二龙闭上双眼，痛苦地摇了摇头：“算了，小刚，连大伯都不得不妥协，我们又能做什么？”弗兰德叹息一声，拉着赵无极在一旁劝慰着柳二龙，商讨后续的疗伤事宜。然而站在一旁的玉小刚脸色却阴沉的可怕。玉小刚死死地盯着地面，袖中的拳头指甲已经掐入了肉中，这股恶气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蓝电霸王宗怕了武魂殿，但他玉小刚不怕。青鸾斗罗，武魂殿供奉。玉小刚在心中暗暗下定了决心，既然武魂殿的供奉不讲道理，那我便亲自去一趟武魂城，找比比东，他是武魂殿的教皇，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也要纵容手下的人如此做，必须要为二龙讨回一个公道。柳二龙面若死灰，惨笑着看向弗兰德，声音空洞的开口：“弗兰德，我想通了，我这蓝霸学院以后就跟史莱克学院合并吧，院长由你来当，我做副院长，学院的名字也改成史莱克学院。”弗兰德闻言，心中顿时涌起一阵狂喜，这本就是他带队来到天斗城最渴望达成的目标。没想到如今不用他费尽心思主动开口，柳二龙便主动提了出来。可看着柳二龙那失魂落魄、深受打击的模样，弗兰德终究有些于心不忍。弗兰德叹了口气，上前劝慰道：“二龙，你先别灰心，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我以后突破到90级，成为封号斗罗，定会替你去找武魂殿讨个公道。还有我史莱克学院的孩子们，唐三、小五、奥斯卡都是先天满魂力，未来必成封号。再等几十年，等我们实力成长起来，自然要找武魂殿给一个说法。”随后对一旁的玉小刚说道：“小刚，你留下来多陪陪二龙，好好劝劝他。无极，咱们先出去，带孩子们熟悉一下学院的环境，顺便安排一下合并的具体事宜。”赵无极心领神会，点头道。屋内只剩下2人，柳二龙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委屈与痛苦，猛地扑进玉小刚怀里，放声嚎啕大哭：“小刚，为什么会这样？我的蓝霸学院没了，我的尊严也被那谎言践踏，我好恨啊！”玉小刚紧紧搂着怀中颤抖的爱人，心疼得无以复加，眼中的恨意几乎要化作实质。“二龙，哭吧，哭出来就好了。这笔账我玉小刚记下了，武魂殿欠我们的，迟早要10倍、100倍的还回来。”玉小刚在心中死死咬着牙，一个疯狂而宏大的复仇计划在脑海中成型。再过一些年，等他把双生武魂的绝世天才唐三培养到90级封号斗罗境界，然后再为唐三的第2武魂昊天锤附加9个万年魂环，他要打造出一个全是万年魂环的不可思议存在。届时，他将带领唐三、威震大陆的昊天斗罗唐昊以及史莱克学院的所有老师和学员，堂堂正正的杀上武魂殿，将那个所谓的青鸾斗罗还有整个武魂殿彻底踏平。但未来的谋划终究太远，眼前的恶气他一天也等不下去。我要去武魂城，亲自去找比比东，找他，他是武魂殿的教皇，地位崇高，你怎么可能见得到他？我与他曾有些旧识。傲然道：“他是武魂殿的主宰，我倒要当面问问他，底下的供奉和弟子如此作恶，他这个教皇究竟管不管？我一定要为你讨回一个公道。”玉小刚这样想着，如果比比东不同意，那他将不顾一切代价，彻底摧毁武魂殿。穿越斗罗，我和水冰儿日夜双修，只因我觉醒了黑暗圣龙和邪火凤凰武魂。我体内的邪火需要水冰儿进行压制。当初我觉醒武魂的那一刻，震撼全大陆。我拒绝了弗兰德画的大人，毅然加入武魂殿。如今刚满18岁，就已经成就魂王境界，轻松碾压所谓的史莱克的黄金一代。从强取水冰儿开始，我的邪火开始进化，武魂也跟着蜕变。极品火凤凰将踏平史莱克，镇压海神岛，就此踏上一条横推斗罗的无敌之路。玉小刚说要颠覆武魂殿，我和看视频的你都笑了。此时星斗大森林外围，蛇矛斗罗低声向青鸾斗罗汇报：3供奉。再往前走，便是万年魂兽频繁出没的区域。青鸾斗罗看向千仞雪，雪儿，你如今已是60级，魂师第6魂环极限常规在2万年左右，你服用水仙玉击骨，你觉得自身极限在哪？千仞雪握拳感受体内生机，笑道：“三爷爷，我的经脉骨骼强度提升数倍，2万年绝非极限，我可以尝试3万5千年，甚至4万年的魂兽。”刺豚斗罗惊叹道：“4万年，这可是寻常魂师第8魂环的标准，少主当真不凡。”黄岩微微一笑，表示：“刺豚长老，雪儿姐姐的6翼天使是神级武魂，对魂环有极强压制力，辅以仙草洗炼身躯，4
万年虽有风险，但35000年处在安全范围。水冰儿挽着千仞雪的手臂，小妍说的对，稳妥起见，我们先寻找3万至35000年的魂兽，这个年限的魂技威力已然足够惊人。千仞雪看向黄岩，笑意盈盈，听你的，依你看，哪种魂兽最适合我的第6魂环？黄岩表示，6翼天使契合神圣，光明属性，35000年左右的圣光独角兽、光明恐爪熊都很合适，既能赋予强力魂技，还能进一步纯化你的神圣魂力。青鸾斗罗抚须大笑，满眼赞赏，分析的透彻。鱼龙、刺血散开精神力，在方圆10里搜寻3万至4万年的光明属性魂兽，发现踪迹立刻回报。是。三供奉2位斗罗领命，身形一闪，消失在密林间。青鸾斗罗负手而立，散出威压驱散低阶魂兽的窥探，开口道：“雪儿、小妍、冰儿，在此静候便可，只要不惊动森林深处的老牌凶兽，有我在，无人能伤你们。”他望向森林核心区，目光带着忌惮。武魂殿传承2万载，他深知星斗大森林的隐秘，那些古老凶兽近年隐匿不出，却并未消亡。也正因这份忌惮，天青牛蟒与泰坦巨猿才留存至今。黄岩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轻声问：“老师，您在担心核心区的那些存在？”没错。青鸾斗罗收回目光轻叹，世人只知天青牛蟒与泰坦巨猿是森林霸主，却不知其背后还有足以动摇大陆根基的恐怖凶兽。千仞雪好奇追问：“三爷爷，就连爷爷也会忌惮他们吗？”大哥实力通天，自然不惧，可一旦死战，会大幅损耗武魂殿底蕴，故而双方互不侵扰。那2只10万年魂兽不过是前方的守门者。水冰儿心生惊异，低声感慨：“没想到星斗大森林藏着这么多秘密。”话音刚落，林间传来急促破风声。蛇矛斗罗面带喜色抱拳禀报：“三供奉，前方8里的向阳山谷中，发现了一只十分适合少主的魂兽，是一只36000年的光明圣虎。他刚刚捕食完毕，正在洞穴休憩，警惕性最低。”黄岩当即面露喜色。光明圣虎是极品魂兽，拥有纯正光明属性，攻防与爆发力兼备。雪儿姐姐融合她的魂环，既能增幅光明魂力，还能获得强悍的爆发魂技。千仞雪觉得这只魂兽确实在合适部，好，就选它。鱼龙带路，一行人抵达山谷石洞，魂兽就在里面。青鸾斗罗闭目，精神力扫过整座山谷，片刻后睁眼笑道：“却是36000年修为。雪儿，你想让2人出手将其重创，还是亲自应战？”千仞雪上前一步，跃跃欲试。我想自己出手，有诸位前辈略阵，正好检验一番体魄淬炼的程度。黄岩走到他身侧，我陪你一同出手。冰儿，你在后用冰系能力限制他的速度，正好克制他的长处。水冰儿亮起蓝色魂力，点头应下。你们尽管出手。刺豚斗罗提醒道：“少主气魄过人，但光明圣虎生性凶猛，务必小心。”青鸾斗罗从容说道：“放手去战吧。”千仞雪化作金色流光冲入山谷，黄岩、水冰儿紧随其后。一声震耳虎啸响起，一头5米多长，身披金纹，额头凝着圣光的巨虎冲出洞穴，猩红双目死死盯住来人，狂暴的光明魂力快速汇聚。动手！黄岩低喝，挡在千仞雪身前，火焰魂力凝成屏障，挡下圣虎喷出的圣光光波。第一魂技冰封，水冰儿魂技发动，寒冰瞬间冻住圣虎双腿，巨虎狂怒挣扎，周身金光暴涨，冰层迅速开裂。就是现在，雪儿姐姐，天使突击！千仞雪交喝，6翼天使虚影闪现，他如金色流星裹挟神圣之力，直扑圣虎头颅。巨响轰鸣，2股力量碰撞，激起阵阵气浪，周遭树木不停晃动，光明圣虎连连后退，额头金纹暗淡，凶性却越发浓烈，奋力挣脱了冰层束缚。千仞雪落地，有些讶异，肉身防御力竟如此强悍，正面受击也只是轻伤。黄岩护在他身旁，他修为深厚，肉身强横，弱点在腹部与额头的圣光晶石。我们前后夹击。第3魂技抗拒冰环，水冰儿魂技再起，2道冰甲覆盖在2人身上，我为你们加持防御，提防他濒死反扑。光明圣虎怒吼一声，裹挟锋刃的虎掌狠狠拍向黄岩，黄岩一拳轰出，极致之火凝聚成巨型拳影，硬汉虎掌，巨虎庞大的身躯被震得短暂停滞。千仞雪抓住时机，武魂全力催动，神圣之剑劈出数米长的金色剑芒，斩向圣虎腹部，利刃破开皮肉，金色血液飞溅，光明圣虎惨叫倒地，挣扎不起。水冰儿甩出冰链，将其牢牢捆缚。树梢上，蛇矛斗罗赞叹：“少主出手精准。”3人配合天衣无缝，轻松制服36000年魂兽。刺豚斗罗附和道：“少主体魄远超普通魂帝，几番激战依旧气息平稳，水仙玉击鼓与金蛟的效果可见一斑。”青鸾斗罗缓步落地，对千仞雪说道：“动手了结他吧，他的怨气已被压制，此刻是吸收魂环的最佳时机。”千仞雪平复魂力，向2人道谢，随后走到光明圣虎身前，一剑刺入其咽喉，黑色魂环缓缓升起，他盘膝而坐，开始吸收魂环。片刻后，千仞雪睁开双眼，魂力震荡，境界提升至62级，恭喜少主晋级。2位斗罗齐声道贺。青鸾斗罗赞许道：“越级吸收36000年魂环，魂力连升2级，根基依旧稳固。仙草与金蛟的药效已被你完全吸收。”千仞雪满心欢喜，看向黄岩时，眼中满是不舍。吸收完魂环，我就要返回天斗皇宫，下次相见不知要等到何时。临走前陪我切磋一场，我想看看如今我们之间的差距。黄岩笑道：“自当奉陪。”2人来到空地，黄岩催动光明凤凰武魂，凤鸣响彻山谷，同为光明属性，凤凰武魂被6翼天使的神圣之力隐隐压制。千仞雪笑道：“我的神级武魂在光明属性上本就占优，属性压制不假，但我的极致之火不会轻易落败。”黄岩周身燃起赤红色火焰，补足劣势。2大气场对峙，山谷内狂风大作。千仞雪持剑攻上，漫天剑影袭来，黄岩侧身避让，出手相迎。第4魂技金黄阵雨，火焰羽翼展开，火雨倾泻，与神圣剑气不断碰撞。千仞雪越战越勇，
雨，第6魂环亮起，第6魂技天使咆哮，精神冲击与神圣光波席卷四方，第5魂技凤凰流星雨，黄岩全力抵挡，漫天火流星正面相撞，轰鸣声不断，二人交手数十回合，难分胜负。千仞雪收起武魂，不打了，你连增幅魂技都未动用，便能与我战平，实在厉害。他心中清楚对方刻意留手，心底暗自欣喜。黄岩散去火焰，你刚突破，实力大增，我已是全力以赴。千仞雪闻言笑意盎然，众人走出星斗大森林，在路口分作2侧。千仞雪带着蛇矛、刺豚准备北上，黄岩一行人则要返回武魂城，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千仞雪看着黄岩，神色复杂，此去一别，怕是数年无法相见。黄岩叮嘱道：“天斗局势复杂，你万事小心，遇事可传信回武魂城，安全无需担忧。”千仞雪轻笑，难得交到挚友，心中十分不舍，不如互相拥抱道别吧。场面一时安静，2位长老心照不宣，都看出他的心思。青鸾斗罗也故作未解，黄岩无奈看向水冰儿，水冰儿看穿对方心意，虽有醋意，却不愿失了气度，大方上前与千仞雪相拥。相拥之时，千仞雪低声打趣，分开后，他转身面向黄岩，张开双臂，黄岩上前轻轻拥抱，轻声道别。二人松开后，千仞雪不再停留，化作流光及时离去，2名长老紧随其后。水冰儿拧了一下黄岩的腰，嗔怪不已，醋意却渐渐消散。青鸾斗罗笑道：“我们也回武魂城。”他运转魂力，带着2人腾空而起，魂力屏障隔绝狂风。飞行途中，水冰儿打趣追问方才拥抱的感受，黄岩连忙解释只是寻常道别。水冰儿笑道：“我是帮你打掩护。”2位长老都看得明白。黄岩拉住他的手，柔声安抚。水冰儿轻声说道：“雪儿姐姐实力强劲，我也要加紧修炼，不能落后太多。”前方的青鸾斗罗闻言回头：“冰儿不必妄自菲薄，你的极致冰武魂天赋卓绝，又有仙草滋养，往后我会亲自对你进行特训。”水冰儿连忙道谢。不多时，3人落地回到武魂城。青鸾斗罗说道：“我要去供奉殿复命，冰儿，明日我便去学院为你特训。小妍，照顾好冰儿。”叮嘱完毕，青鸾斗罗催动武魂冲天而起，直奔供奉殿。黄岩牵起水冰儿的手，直接回学院吧。2人并肩前行，沿途骑士见到黄岩纷纷行礼。“你说胡列娜他们在学院吗？”水冰儿问道。“肯定在，他闲不住。”黄岩笑道。水冰儿轻哼，他心思明显，我再不回来，怕是要搬到我们住处旁了。2人走进武魂殿学院，来到精英班训练场，屋内正传来魂力碰撞的声响，推门而入，场内众人停下动作。胡列娜快步迎上，见到2人相牵的手，笑容微微一僵，强作自然的开口问好。黄岩拍了拍他的肩膀，询问近况。胡列娜问道：“你这次外出，想必又突破66级。”严大惊失色，出发前你才53级，短短时间竟连升13级。黄岩简单以机缘带过，反问对方修为。严面露尴尬，坦言自己48级。邪月走上前，恭喜你突破，你在天斗大斗魂场击败柳二龙的消息传遍了武魂殿，教皇冕下让你归来后去教皇殿见他。胡列娜看向水冰儿，见他气质大变，心中不安，开口询问等级。54级。水冰儿平静回答。严再度惊呼，水冰儿外出前仅有43级，此番足足提升11级。胡列娜攥紧手掌，心中满是不甘。黄岩看出他的情绪，出言劝解，告知水冰儿提升迅速是因为仙草、魂环与魂骨加持，修炼不必盲目攀比。邪月转移话题，询问是否即刻前往教皇殿。黄岩点头，拉起水冰儿：“你随我一同前去。”水冰儿略有诧异，黄岩直言他是老师弟子，也是自己的伴侣，理应一同拜见。胡列娜听到这话，脸色越发苍白。2人告辞离开，身后传来严的抱怨，被胡列娜厉声制止。水冰儿询问是否要上前安抚，黄岩摇头，直言越安抚越麻烦。2人径直走向教皇殿。教皇殿内，比比东端坐主位，鬼斗罗、菊斗罗分立2侧。2人上前躬身行礼，免礼。比比东声音清冷：“你在天斗城闹出的动静不小。”黄岩坦言只是应对挑衅。比比东直言：“玉天恒退血，柳二龙受创，狠狠打击了蓝电霸王龙家族，而他本就敌视该家族，对此十分满意。”菊斗罗也连连打趣，赞叹黄岩的言辞十分解气。比比东收敛神色，正色说道：“今日找你有2件事，2年后的全大陆精英大赛，武魂殿为主办方，我命你担任战队队长，带队夺冠。”黄岩应声领命。比比东看向水冰儿，点评他根基扎实，54级极致之兵十分罕见。随后再度看向黄岩，郑重开口：“第2件事，我决定册封你为武魂殿圣子。”殿内一片寂静。水冰儿下意识握紧黄岩的手，黄岩躬身道谢：“圣子身负职责，日后要参与殿内决策，为武魂殿效力，理所应当。”比比东话锋一转，谈起黄岩的天赋，随后说道：“你身边已有冰儿，但娜娜跟随你多年，你该给她一个交代。”黄岩沉默不语，水冰儿安静立在一旁。“娜娜是我亲手养大，天赋不俗。”比比东继续说道：“我并非逼你接纳她，只希望你给她一个机会。她性子执拗，彻底拒绝只会让她难以释怀。”黄岩看向水冰儿，见她点头，开口回道：“冕下，娜娜是好姑娘，但感情无法勉强。我与冰儿武魂相融，灵魂羁绊相连，旁人无法介入。我可以像妹妹一样照顾她，却无法更进一步。”比比东凝视他片刻，轻叹道：“罢了，我不逼你，但这件事需要你亲自和她说清楚。”黄岩应下。比比东挥手让2人退下，告知圣子册封的诏令几日后便会公告全殿。2人转身离去，即将走出殿门时，比比东开口，让黄岩转告青鸾斗罗，多来教皇殿走动。走出长廊，水冰儿询问缘由，黄岩解释：青鸾斗罗突破至98级巅峰斗罗，话语权极重，教皇是想要拉拢他，而自己能被册封为圣子，也与此有关。水冰儿依旧担忧，拒绝撮合之事会不会引来不满。黄岩安抚道：“教皇权衡利弊，不会因此翻脸。”2人的武魂融合既是武魂殿重要底牌。
他驻足看向水冰儿，认真表明心意，他才是自己心中最重要的。水冰儿脸颊泛红，二人并肩走远。训练场2楼窗口，胡列娜望着2人的背，眼眶通红。邪月上前劝慰，胡列娜强装不在意，满心失落。供奉殿前广场，青鸾斗罗落地收敛气息，光临斗罗，雄狮斗罗连忙上前道贺，欣喜他突破至98级。千道流缓步走出，也出言赞许。金鳄斗罗走上前来，语气带着无奈与感慨：三弟，恭喜你也踏入98级，我反倒有了危机感。二哥，如今我修为更进一步，许久未曾酣战，不如我跟二哥讨教讨教，哈哈哈。三弟，供奉殿向来以实力为尊，如今你我同境，今日你若是胜了我，这供奉殿的2长老我便让给你了，来吧。开战了！同为98级的青鸾斗罗与金鳄斗罗的巅峰之战。此时武魂殿上空，2股沉如山岳的恐怖魂力轰然对撞，撕裂天地气流，将整片虚空震得微微震颤。98级强攻系超级斗罗青鸾斗罗与金鳄斗罗隔空对峙，一者掌驭9天疾风，身携青鸾神韵；一者背负万古凶威，身披黄金鳄甲。同为98级巅峰，魂力底蕴近乎极致。这一战便是极致速度与极致力量的惊天碰撞，没有多余试探，大战瞬间爆发。金鳄斗罗脚掌猛踏虚空，坚硬的空间直接被踩出细密裂痕，浑厚至极的黄色魂力冲天而起。3魂技同时开启，金鳄猎爪、恶啸崩山接连迸发，金色魂力凝聚成数丈长的锋利恶爪虚影，撕裂空气呼啸拍出，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兽啸音波。双重攻势封锁青鸾斗罗所有闪避空间，青鸾斗罗神色淡然，青色魂环次第闪烁。第一魂技风沙剑雨瞬发，漫天青色风雨凝聚成无数凌厉锋剑，密密麻麻对冲而出，与金色恶爪轰然碰撞，刹那间劲风炸裂，锋剑碎散成漫天锋刃，恶爪虚影层层崩解，激荡的魂力冲击波席卷四方，将远处的巨石尽数碾成齑粉。借着反冲之力，青鸾身形如清风飘退，身法飘渺无际，完美卸去音波冲击，花里胡哨。金鳄斗罗冷哼一声，目中凶光大盛，第4魂环骤然爆亮，狂恶岁月全力催动，浓郁的金色魂力汇聚成一尊巨型恶虚影，狰狞巨口开合间，裹挟着碾压一切的磅礴力道猛扑而来，所过之处气流塌陷，连空间都泛起扭曲波纹。青鸾斗罗不敢轻视，第5魂技烈风千鸟瞬间释放，漫天青色风罡凝聚成千百只疾风鸾鸟，尖啸着俯冲迎战，每一只鸾鸟都裹挟着锋利锋刃，密密麻麻撞上金色恶影，轰鸣巨响不绝于耳，狂风与金力疯狂交织，湮灭狂暴的魂力余波横扫整片演武场，地面被硬生生刮去数层，露出平整坚硬的岩基。攻守交替之间，青鸾斗罗率先展露杀招，第4魂技末日风球瞬发，他双掌合拢，瞬间抽干周身数丈内的空气，一颗漆黑深邃缠绕着青色电丝的超高压缩风和悬浮半空，风核无声震颤，凝聚着恐怖的撕裂之力。下一秒，风核轰然炸裂，数百道镰刀状锋刃扇形横扫，同时形成极致真空领域，窒息之力裹挟割裂攻势，层层笼罩金鳄斗罗。金鳄斗罗面色凝重，第5魂技金鳄壁垒瞬间成型，厚重的金色魂力凝聚成层层叠叠的恶甲护盾，坚硬如神铁，牢牢护住周身。漫天锋刃疯狂劈砍在护盾之上，迸发出漫天星火，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震得人耳膜生疼。真空窒息之力不断挤压护盾，让金色壁垒剧烈震颤，却始终无法突破这极致厚重的防御。趁锋刃攻势耗尽的间隙，金鳄斗罗强势反击，第6魂技万古恶势轰然爆发，巨大的黄金恶影腾空而起，身躯暴涨数十丈，狰狞巨口笼罩天穹，恐怖的吞噬之力撕扯虚空，疯狂吸纳周遭风系魂力，同时朝着青鸾斗罗猛噬而去，霸道之力仿佛要将天地万物尽数吞灭。危急关头，青鸾斗罗第6魂技青鸾旗红金瞬间启动，身形化作一道青色流光，在虚空之中留下数十道残影，极致速度规避吞噬攻势，同时每一道残影都迸发凌厉风景，虚实交织，扰得金鳄攻势彻底落空。不等金鳄收招，青鸾第7魂环骤然璀璨夺目，青鸾5魂真身催动，一声清越嘹亮的鸾鸣响彻云霄，一只一展百丈，羽毛流光溢彩的青色神鸟横贯长空。青鸾神鸟双目澄澈，却带着无上威严，周身风罡缭绕，空间波动流转，所有魂技威力瞬间翻倍，领域范围骤然扩张。真身加持之下，天地间的风元素尽数臣服，疯狂汇聚而来，环绕神鸟周身旋转呼啸。5魂真身，本座陪你硬汉。金鳄斗罗战意滔天，第7魂环同步爆闪，黄金鳄5魂真身降临，一头通体鎏金，鳞片熠熠生辉的巨型远古黄金鳄盘踞苍穹，身躯巍峨如山，狰狞的獠牙闪烁寒光，周身散发着蛮荒霸道的远古凶兽威压。两大真身隔空对峙，一轻灵飘渺，掌控风月空间；一厚重霸道，执掌蛮荒巨力。天地气压瞬间降至冰点，双真身碰撞，惊天动地。黄金鳄巨尾横扫长空，裹挟万钧之力抽向青鸾神鸟，虚空被抽得剧烈震荡，层层波纹扩散开来。青鸾神鸟振翅翱翔，漫天青色灵雨化作万千杀刃。同时，第8魂技9天玄羽世界绽放极致光辉，亿万道青色神羽冲破云霄，交织成铺天盖地的寂灭风域。每一根灵羽都蕴含空间撕裂与风系寂灭之力，层层叠叠，无边无际，疯狂吞噬，割裂周遭一切魂力与物质。第8魂技霸恶阵乾坤轰然爆发，无尽金色魂力凝聚成厚重无边的镇压之力，自上而下碾压天穹，试图硬生生撕碎真空领域，镇压青鸾真身。巨大的力量碾压而下，真空领域层层破碎，漫天风罡剧烈溃散。青鸾神鸟身躯微微震颤，被逼得连连后退，战局彻底进入白热化。两大98级超级斗罗尽数催动底牌。
第9魂环同时亮起，巅峰第9魂技轰然对撞，青鸾神鸟昂首鸣啼，第9魂技碧天云海阴沉诀全力铺开，极致的真空领域瞬间笼罩方圆100丈，隔绝一切声响与气流，禁锢空间，压制魂力，让黄金鳄的动作瞬间滞涩，周身金色魂力运转大幅受阻。金鳄斗罗怒吼震空，冲破阴沉禁锢，黄金鳄仰天咆哮，第9魂技万恶吞天象撼世而出，天穹之下，无数金色巨鳄虚影奔腾涌现，密密麻麻，遮天蔽日，汇聚成一股吞天噬地的磅礴洪流，带着蛮荒万古的暴虐之力，迎面冲撞青色玄与风域，两种极致力量轰然相撞，刹那间天地失色，日月无光，青色风域与金色恶潮疯狂湮灭碰撞，恐怖的能量风暴席卷千里长空，云层尽数被撕碎，大地剧烈崩裂，纵横交错的沟壑蔓延数里，空间不断破碎重组塌陷，刺耳的轰鸣震彻四野，耀眼的青金光芒笼罩整片天地，极致的速度与极致的力量疯狂博弈，谁也无法压制对方，能量余波肆意纵横，两大真身同时剧烈震颤，周身魂力光芒忽明忽暗，青鸾斗罗身形飘然后撤，气息微微浮动，风系魂力消耗巨大却依旧凝练锐利，金鳄斗罗脚步沉凝，周身流金鳞片暗淡几分，霸道威势稍减，却依旧凶威滔天。长空之上，青鸾神鸟与黄金鳄虚影遥遥对峙，残碎的能量气流依旧在天地间流转激荡，两大98级超级斗罗巅峰对决，倾尽所能，火力全开，风系空间之力与蛮荒霸力分庭抗礼，胜负未分。两人落于地下后，几个供奉都围上来，没想到刚刚晋升为98级的青鸾竟然和金鳄打了个平手，毕竟金鳄晋级98级已有多年，这是一场速度与防御的巅峰之战。金鳄斗罗无奈摇头，承认自己老了。来到供奉殿后，青鸾斗罗开始汇报近况：大哥，此次外出我顺利突破，小妍也收获颇丰，他如今魂力66级，第6魂环为85000年烈火飞轮，还斩获一块外附魂骨裂凤羽，附带可成长火之领域，目前增幅50%，未来有望进化为真正的凤凰领域。千道流眼中闪过讶异，轻声重复领域。在得到青鸾斗罗的确认后，他微微颔首，沉吟片刻，淡淡开口：18岁修成领域，手握外附魂骨，身怀双生武魂，比比东倒是会挑时候封他为圣子。青鸾斗罗心中一紧，没想到此事早已被千道流知晓。千道流端起茶杯轻抿一口，语气淡然：武魂成方寸之地，他的动静我一炷香内便能知晓。他册封小妍为圣子，无非是想拉拢你这位98级巅峰斗罗，我不反对。千道流摆了摆手，态度开明：圣子只是虚名，只要他不动供奉殿根基，一切随他。青鸾斗罗闻言松了口气，连忙道谢。不料千道流话锋一转，目光沉沉看向他可还提了别的条件？青鸾斗罗苦笑，如实相告：教皇有意撮合小妍与胡列娜。千道流轻嗤一声，一眼看穿比比东的算计，他打得好算盘，想让小妍娶他的弟子，借此绑定供奉殿的立场。小妍已经拒绝了。青鸾斗罗立刻回道：他直言与水冰儿早已灵魂交融，拥有专属武魂融合技，旁人无法插足。千道流眼中顿时闪过赞赏，这小子拎得清局势。他随即问及水冰儿的情况，青鸾斗罗逐一介绍：水冰儿现年54级，极致之冰武魂，第5魂环为25000年冰辟邪，斩获左腿魂骨，附带魂技冰爆术，此技能可引爆目标体内寒气，对手实力越强，破坏力越强，搭配极致之冰，威力极为惊人，冰火双极致，还有武魂融合技。千道流缓缓颔首，这两个孩子联手，价值远胜于单独发展。他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暮色笼罩的武魂城，背影肃穆，声音低沉道：老三，好好培养你的徒弟，未来的武魂殿或许要靠他撑场面。我活了这么多年，看人从未出错，此子绝非池中之物，你收了个好徒弟。青鸾斗罗闻言心头震动，眼眶微热，躬身行礼。千道流随即吩咐，让黄燕近日前往供奉殿一见。青鸾斗罗退出正殿，等候在外的金鳄斗罗立刻上前询问情况，得知千道流要亲自召见黄燕，金鳄斗罗满脸惊奇，直言黄燕面子极大。光灵斗罗与雄狮斗罗也闻声赶来，纷纷相约届时一同前来见见这位传闻中天赋逆天的少年。青鸾斗罗心中暖意舞动，拱手应下，待黄燕安顿好，便带他前来拜见诸位前辈。武魂殿学院精英训练场门外，黄燕牵着水冰儿的手正要离开，迎面撞见行色匆匆的颜撞在黄燕怀中，神色局促，目光在二人之间来回扫视，支支吾吾开口：娜娜心情不太好，我正要去看她。黄燕询问胡列娜的位置，得知她独自待在训练场2楼，邪月方才已经离开。她温柔叮嘱水冰儿先回住处等候，自己前去安抚胡列娜。水冰儿眼底带着一丝顾虑，轻声叮嘱她不要太久。黄燕目送水冰儿离去，让颜先行离开，独自走上2楼，推门而入。胡列娜背对窗口而立，肩头微微起伏，满是落寞。听见声响，胡列娜没有回头，语气带着酸涩的鼻音：你来做什么？不去陪你的水冰儿。黄燕靠在窗框上，直言来意：我来告诉你2件事，一是教皇已然册封我为圣子，不日便会正式下诏；二是教皇向我提及了你我2人的婚事。胡列娜猛地转头，眼眶泛红，声音颤抖着追问他的答复。黄燕沉默片刻，语气温和却态度坚定：娜娜，你是个很好的姑娘，多年情谊我尽数记在心里，但感情之事勉强不来。积压已久的委屈瞬间爆发，胡列娜泪水滑落，语气倔强又心酸：我早就知道你眼里从来只有水冰儿，我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跟屁虫，你是我很重要的朋友。黄燕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胡列娜红着眼眶直视他：可我想要的从来不是朋友。黄燕坦然对视，语气无奈：我知道，但我能给的只有这些。久久对视后，胡列娜含泪苦笑，只觉心底寒凉。她抬手擦干泪水，强装平静，让黄燕离开，想独自静处。黄燕看着她单薄落寞的背影，沉默片刻，转身走出房间。门后传来细碎压抑的哭泣声。黄燕回到住处，水冰儿正端坐桌前，为她备好热茶。见她归来，水冰儿轻声询问胡列娜是否哭过，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主动提出前去探望。黄燕轻轻摇头，
头，让他独自平复片刻便好。邪月会照看他。水冰儿不再多言，伸手握住黄燕的手，指尖轻轻摩挲，烛火摇曳，映亮少年清俊的侧脸。他心头悸动，并非吃醋不安，而是想起黄燕在教皇殿坚定拒绝联姻，护着他的模样。不等黄燕追问，水冰儿俯身捧住他的脸颊，用力吻了下去，积攒的情愫尽数宣泄。黄燕微微一怔，随后邪火爆发。接下来不给你们看，想看自己去看原文。此时训练场2楼，胡烈那全坐在窗台，望着沉沉夜色，暗自神伤。邪月端着热茶推门而入，看着泪眼婆娑的妹妹，满心心疼，轻声劝慰。胡烈那满心不甘，哽咽质问：我哪里比不上水冰儿？就因为她是极致之兵，能和黄燕施展武魂融合技吗？邪月无奈叹息，坦言感情从不是优劣比拼，他知晓妹妹多年执念，并未劝她彻底放弃，只温柔叮嘱她不必爱得狼狈，若放不下，便坦然喜欢，莫要委屈自己。胡烈娜沉默良久，擦干泪水，神色坚定，告知邪月自己要去拜见老师比比东。教皇殿内殿，比东正批阅密报，听闻圣女求见，当即宣他入内。见胡烈娜双眼红肿，神色萎靡，比东一眼便知他是为黄燕被拒之事伤心。胡烈娜满心委屈，质问老师自己是否比不上水冰儿，难道只能就此认输？比东直言，水冰儿的极致之兵与专属武魂融合技是旁人难以逾越的优势，黄燕心性坚定，绝非勉强就能挽留之人。那我可以等。胡烈娜眼神执拗，等他和水冰儿情淡，我总有机会。比东一语戳破关键，他们拥有武魂融合技，灵魂羁绊根深蒂固，很难断裂。胡烈娜一时语塞，情急之下险些提及比东的过往，及时收口后连连致歉。比东并未怪罪，沉默片刻后话锋一转，你之前问我有没有让黄燕回心转意的办法，并非没有，只是一旦动怒，再无回头之路。胡烈娜眼中瞬间燃起希冀，脱口问出密室之法，哪怕手段极端，他也不愿就此失去黄燕，哪怕只能困住他的人，也心甘情愿。比东默然良久，最终默许了他的想法，却叮嘱他目前实力不足，即便强行留住人也无法长久，需潜心修炼，待实力足够，时机成熟，自己便会助他一臂之力。胡烈娜满心感激，郑重行礼告退。殿内只剩比东一人，他望着空荡的殿宇，喃喃低语，看着弟子重走偏执之路，心中五味杂陈，满是复杂与唏嘘。次日，武魂殿学院晨光和煦，水冰儿一袭淡蓝长裙，眉眼间带着慵懒温柔，与黄燕并肩而立，闲聊着凌渊斗罗的踪迹。话音未落，一道火红身影破空而至，凌渊斗罗红发赤袍，双手叉腰落在二人面前。凌渊斗罗笑意狡黠，直言听闻了黄燕近日的种种风光，天斗城一招秒杀魂圣，斩获外附魂骨，觉醒成长领域，新晋武魂殿圣子，种种事迹早已传遍整个武魂殿。他上下打量着年仅18岁，已然66级的黄燕，满心惊叹，感慨自己修炼多年，尽快要被后辈赶超。水冰儿礼貌行礼，凌渊斗罗随和摆手，直言二人皆是天赋卓绝，冰火双极致的组合，着实令人艳羡。寒暄过后，凌渊斗罗收敛笑意，周身隐隐燃起火焰魂力，战意盎然。我今日前来，一是为你道贺，二是想与你交手一番。他刻意激将，听闻黄燕战力惊人，连魂圣都可一招秒杀，自己身为封号斗罗，也想亲自领教一番，见识一下黄燕招牌魂技烽火焚天的真正威力，一是他的真实战力。黄燕见状，欣然地接受挑战。开战了！66级黄岩大战92级凌渊斗罗。只见凌渊周身赤红火光翻涌，9枚魂环静静悬浮在身侧。他刻意将魂力牢牢锁在85级魂圣层次，可火渊武魂与生俱来的凶戾气焰，依旧让周遭空气微微震颤。他望着对面的黄岩，嘴角勾起一抹战意盎然的笑意。极致之火果然名不虚传，方才那一记烽火焚天已经让我见识到你的底蕴，接下来可就轮到我主动出手了。黄岩敛去周身翻涌的火气，背后光明凤武魂虚影舒展双翼，金红光芒流转不息，6道魂环有序律动，裂缝翼这对外附魂骨紧贴脊背，羽翼边缘流转着锋利的光刃，火之领域始终笼罩全场。地面青石板在持续高温下泛着暗红，每一寸空间都充斥着焦灼之感。他微微颔首，神色认真。凌渊姐尽管放手示威，我不会留手。话音未落，凌渊身形骤然消失在原地，赤色火焰化作道道残影，速度快的留下连片红影。9枚魂环接连闪烁，前4道魂环齐齐亮起，浓郁的火属性魂力铺天盖地压来。第一魂技火雨突袭，漫天赤红色火焰淋雨自虚空中凝聚而出，密密麻麻如同暴雨般朝着黄岩倾泻而下。每一根火雨都裹挟着强劲穿透力，所过之处空气被灼烧的滋滋作响，轨迹封死了黄岩所有闪避方位。黄岩不敢大意，脚下前3道魂环瞬间迸发璀璨光芒，凤凰盛辉、金玉疾风、烈阳裁决3重魂技同步开启，火属性、速度、攻击力瞬间暴涨3倍，金红色流光缠绕全身，身形在原地留下重重叠叠的虚影，脚下借力凌空跃起，双翼轻轻一震，便避开大半火雨，来不及躲闪的凌雨撞击在体表火光之上，爆发出团团火星，却始终无法突破光明凤火焰的防御。趁着黄岩腾空的间隙，凌渊已然期至近前，手掌凝聚出一团凝练到极致的赤色火焰。第2魂技火渊爪，第3魂技烈焰狂涛，锐利的火焰利爪直抓黄岩胸腹。与此同时，汹涌的火浪自地面翻涌而起，化作奔腾火海，从下方封锁他的退路。一上一下双重攻势衔接无缝，尽显老牌魂圣的战斗经验。黄岩双翼急速扇动，气流裹挟着高温火焰向外横扫，硬生生将袭来的烈焰狂涛从中撕裂。面对近在咫尺的火焰利爪，他侧身旋身，右拳凝聚极致之火，轰然迎击而上。金红与赤红两股火焰轰然碰撞，刺耳的爆鸣声响彻整个训练场。强劲的气浪以2人交手点为中心疯狂扩散，场边围栏被气流吹得不断晃动，两股火焰相互侵蚀碾压，极致之火的霸道不断灼烧着普通火焰。凌渊只觉手臂传来阵阵灼痛，心中暗叹极致之火的恐怖。
他当即抽身后退。第5魂环再度大放光芒，之前凝出的火焰铠甲重新覆满全身，流光流转，防御再提一档，倒是我轻敌了。接我第4魂技，第4枚紫色魂环光芒大作，凌渊周身火焰猛然收缩，在骤然炸开，化作一头数丈长的火渊虚影。虚影张开巨口，凝聚出一枚赤红如火球的能量弹。第4魂技炎渊吐珠，炽热的火球裹挟着破空之声疾驰而来，沿途不断引燃空气，泼出长长的赤色光尾，威压远比之前的攻势强横数倍。黄岩眼神凝重，第6枚黑色万年魂环微微震颤，并未直接动用大招，他引动火之领域全力加持周身火焰，双翼向前横挡，体表光明之火层层叠加，领域全力运转，凤翼屏障，裂凤翼之上金红光纹密布，化作一面巨大的火焰屏障。炎渊吐珠狠狠撞在屏障之上，剧烈的爆炸瞬间爆发，火光冲天，漫天火屑四处飞溅。黄岩双脚在地面连连后退，坚硬的青石板被脚掌蹭出2道深深的痕迹，手臂微微发麻，却稳稳守住了防线。不等爆炸余波散去，凌渊抓住空档，身形再度突进，9枚魂环交替闪烁，攻势连绵不绝。火元武魂的能力被他运用的炉火纯青，火焰长鞭，火焰分身，漫天火刃一招接一招，层层叠叠的攻势如同潮水般不断冲刷黄岩的防御。整个训练场彻底被赤红色火海笼罩，与黄岩的金红火焰交织碰撞，天地间只剩一片刺目的火光。黄岩依靠金与疾风带来的超快速度辗转腾挪，凤凰圣辉持续增幅自身抗性，烈阳裁决不断强化每一次反击。他不再一味被动防守，找准凌渊招式衔接的间隙，背后光明凤须营养头发出清月凤鸣，周身火焰猛然暴涨。第6魂技凤火焚天，巨大的金红色火凤须影再度现世，体型比上一次更加庞大，羽翼展开几乎遮蔽半个训练场。极致之火在火之领域的加持下威力翻倍，火凤昂首嘶鸣，裹挟着焚尽一切的威势俯冲而下，所过之处空气都被烧得扭曲变形。凌渊脸色终于变得严肃，知道这一击不容小觑。第5、第6魂环同时亮起，火焰铠甲凝至最后，一头气势磅礴的火鸾虚影从他体内挣脱而出，火鸾护体，火鸾天翔，赤色火鸾展翅迎上，2大火焰巨兽在训练场中央狠狠相撞，震耳欲聋的巨响仿佛要掀翻屋顶，恐怖的冲击波向4面8方疯狂席卷，地面的石板纷纷开裂，细小的碎石混着火星漫天飞舞。场边的水冰儿抬手再次凝出冰蓝色屏障，将狂暴的余波尽数阻隔在外，目光紧紧盯着战场中心，金红与赤红2种火焰疯狂交织碰撞吞噬。黄岩的极致之火天生克制寻常火焰，金红火凤不断啃噬着火鸾的能量。凌渊催动全部魂力维持武魂形态，额角早已布满汗水，体内魂力消耗速度急剧加快。他咬紧牙关，不断注入魂力，试图扭转局势。可极致之火的穿透力超乎想象，一丝丝金红火焰顺着火鸾的缝隙渗透过来，落在他体外的火焰铠甲上。火焰铠甲在双重冲击与极致之火的灼烧下，裂纹越来越多，细密的裂痕如同蛛网般蔓延。终于，一声脆响，坚固的火焰铠甲寸寸碎裂，化作漫天火星消散在空中。失去防御屏障的瞬间，几道零星的金红火焰挣脱碰撞中心，径直落在凌渊的赤色长袍下摆之上。极致之火附着在布料上，瞬间燃起细小的火苗。赤红衣料被高温熏得微微卷缩，边缘直接被灼烧出几道焦黑的痕迹。凌渊连忙侧身挥手，催动残余火焰将衣摆上的火苗扑灭，低头看了一眼被烧出破损的长袍，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抬手散去身后火鸾虚影，缓缓收回魂力，悬浮周身的9枚魂环也渐渐引入体内。黄岩同时收了攻势，火凤虚影消散，火之领域缓缓收敛，周身翻腾的金红火焰归于平静。他收起裂凤翼，走上前微微拱手，承让了。凌渊姐。凌渊低头看了看自己裂开的火鸾铠甲，沉默片刻，忽然笑了。好小子。他散去武魂，大步走到黄岩面前，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姐姐把魂力压制到85级，竟然差点没挡住你这一招。凤火焚天，名不虚传。黄岩收回武魂，笑着拱手。凌渊姐手下留情了。留什么情？我要是真留情，就不会用第6魂技了。凌渊摇了摇头，你这增幅太变态了。前3魂技加领域，再配上第6魂技的翻倍效果，我刚才那一瞬间，感觉像是在面对一个封号斗罗。凌渊姐过奖不过奖？实话。凌渊收回手，目光在黄岩身上停留片刻。小妍，你现在对火属性的掌控到什么程度了？极致之火收发由心，配合裂凤翼的火之领域，我能在瞬间将方圆100米的温度提升到普通魂师无法承受的程度。凌渊点了点头，比我想象的还要好，难怪教皇要封你当圣子。他顿了顿，又看向场边的水冰儿，笑道：冰儿妹妹，你可要看好他，别让他在外面招蜂引蝶。水冰儿微微一笑，凌渊姐放心。凌渊哈哈一笑，转身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小妍，过几天姐姐要去星斗大森林猎一只5万年的烈火鸾鸟，你有空的话陪姐姐走一趟。你那外附魂骨不是能吞噬同源魂兽提升年限吗？正好一起。黄岩点头，好。凌渊笑了笑，转身离去，走出训练场大门，他的脚步慢了下来，抬头看了看天空，嘴角的笑意渐渐淡去。66级领域外附魂骨，小妍，你成长得真快啊，快的姐姐都快追不上你的脚步。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自嘲地摇了摇头，加快脚步消失在了晨光中。训练场内，水冰儿走到黄岩身边，递上手帕。凌渊姐是不是喜欢你？黄岩接过手帕擦了擦汗，他只是把我当弟弟，是吗？水冰儿看着凌渊离去的方向，他的眼神可不像是看弟弟。黄岩捏了捏水冰儿的脸，你又吃醋？没有。水冰儿嘴角微微翘起，只是觉得你身边优秀的女孩子真的好多。黄岩揽住她的腰，再多也不如你。水冰儿轻哼一声，靠在他怀里没有挣扎。林荫道上，两人不紧不慢地走着。严哥，你说凌渊姐那只5万年的烈火鸾鸟真能爆出魂骨吗？水冰儿偏头看他，不好说，不过我倒是知道一个法子，能提高爆率。什么法子？折磨。黄岩竖起一根手指，魂兽死的时候，让他承受极致的痛苦和恐惧，
情绪波动越大，爆魂骨的概率就越高。古籍上有记载。水冰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前方花圃拐角处传来轻快的脚步声。姐姐，黄岩大哥。水月儿蹦蹦跳跳地跑了出来，身后跟着雪舞和另一个扎马尾辫的少女。月儿，你们怎么来了？水月儿抱住水冰儿的胳膊，姐姐，我和雪舞商量好了，我们要转到武魂殿学院来，院长已经同意了，今天就办入学手续。雪舞微微欠身，冰儿，好久不见。水冰儿眼中闪过一丝惊喜，真的，院长肯放人。院长说了，天水学院留不住你，也留不住我们，反正2年后的大赛我们也是要组队参赛的，早点来武魂殿学院适应环境也好。水月儿撇了撇嘴，黄岩笑了笑，天水院长倒是想得开。水月儿凑到黄岩面前，黄岩大哥，听说你被教皇封了圣子，还一招秒了一个魂圣，消息传得真快。那当然。水月儿拍了拍胸脯，你可是我姐夫，你的光荣事迹我能不关注吗？水冰儿敲了一下他的脑袋，少贫嘴。雪舞在一旁掩嘴轻笑，马尾少女走上前躬身，黄岩公子，冰儿姐姐，我是天水学院的沈如，院长让我和月儿他们一起过来。水冰儿温和地笑了笑，欢迎。一行人穿过操场，往教务处走去。教学楼拐角处，迎面走来几个人，为首的正是胡列娜，身后跟着邪月和颜。胡列娜穿了一身紧身的黑色劲装，长发披肩，眼眶还有一点点红肿。两拨人在路中间相遇，气氛微妙起来。胡列娜目光在黄岩脸上停留一瞬，又落在水冰儿身上，最后扫了一眼水月儿等人。这是天水学院的，我妹妹水月儿，还有同学。水冰儿语气平淡，胡列娜微微挑眉，上下打量水月儿一番，长得倒是挺像，不过实力嘛，就差了点。水月儿眉头一皱，被水冰儿按住。黄岩开口，娜娜，他们刚来武魂殿学院，以后就是同学了，你帮忙照应一下。胡列娜眼神微微一亮，淡淡道，放心，看在你面子上，我不会欺负他们。那就好。胡列娜咬了咬嘴唇，最终只是摆了摆手，行了，你们去忙吧。说完，带着邪月和颜从旁边走过。邪月对黄岩点了点头，颜则一脸复杂的看了他一眼。等三人走远，水月儿小声问，姐，那个女的是谁啊？武魂殿圣女。胡列娜，圣女？那她跟黄岩大哥是朋友？黄岩接话。水月儿识趣的没再追问。教务处，教导主任看到黄岩亲自带人来，连忙起身迎接。圣子殿下，您怎么亲自来了？带几个人办入学？天水学院转来的，安顿进精英班，手续很快办完。水冰儿说道，严哥，我带他们去宿舍安顿，你先去吃饭吧，女孩子的事你跟着不方便。他踮起脚尖在他耳边轻声说，而且我怕你又被谁盯上。黄岩失笑，行，那我先去食堂等你们。水冰儿带着3个女孩往宿舍区走去。黄岩刚转身，身后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黄岩公子。回头一看，一个穿着黑色长裙戴着面纱的女子站在梧桐树下，正是叶玲玲。叶姑娘，你怎么会在武魂殿？我陪燕燕来的。独孤前辈说让燕燕来武魂殿修行一段时间，我跟着一起来见识见识。独孤雁也来了。黄岩瞬间明白，独孤博虽加入武魂殿，但因要配合千仞雪在天斗地国窃国，明面上还是血腥亲王府的客卿，便将独孤雁送来武魂城。他在宿舍那边收拾东西。叶玲玲顿了顿，黄岩公子，我有一事相问，你在天斗城对付宁荣荣和马红俊时用的是极致之火？是。叶玲玲轻声道，宁荣荣的伤我曾看过，极致之火灼伤了面部神经，还带有邪火残余，普通的治愈魂技根本无法根除，所以叶姑娘想试探我的态度。叶玲玲摇了摇头，只是好奇，极致之冰，你身边那位水冰儿姑娘就有，如果宁荣荣求到你们面前，你们会不会出手？不好说。黄岩笑了笑，宁荣荣毁容算是自尝恶果，但如果7宝琉璃宗能拿出让她拒绝不了的条件，顺手为之换取今天酬劳，何乐而不为？叶玲玲说完转身离去，黑色长裙在风中飘动。黄岩看着她的背影，若有所思。叶玲玲这番话不像闲聊，更像是在提醒什么。算了，跳梁小丑罢了。食堂2楼，黄岩刚坐下，一个火红的身影便端着果汁坐到了他对面。凌渊姐，你不是走了吗？饿了。凌渊咬了一口面包，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黄岩失笑，招手让侍者夹菜。凌渊吃完面包擦了擦嘴，刚才教务处那边，你带天水学院那几个小姑娘去了？水冰儿的妹妹和同学转过来，水月儿长得也挺水灵。凌渊拖着下巴，似笑非笑，小妍，你身边女人越来越多了，应付得过来吗？黄岩无奈，凌渊姐，你能不能正经点？我很正经啊，姐姐是关心你，怕你累着。凌渊神色认真了几分，说真的，你如今是圣子了，做事要更谨慎些。武魂殿内部关系复杂，你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我知道。凌渊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过几天猎魂的事等我消息。他转身走了2步，又回头看了黄岩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笑了笑。深夜，武魂殿学院住处，房间内2道身影交缠，狂暴的极致之火与冰冷的极致之冰，化作一红一蓝2只凤凰虚影升腾。就在黄岩和水冰儿深入双修时，体内液态的魂力瞬间压缩成固态，凝聚于丹田，形成一个不断旋转的核心。有了混合，魂力的恢复速度会成倍提升，战斗中的续航能力也会大幅增强。他现在的魂力是66级，距离封号斗罗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按理说，现在考虑混合的事为时过早，但斗2或宇浩都能在7环魂圣的时候另辟蹊径，凝聚出精神混合，为什么他不行？黄岩轻轻将水冰儿的头挪到枕头上，他闭上双眼，凝神内视，丹田之中，光明凤凰武魂本源静静悬浮，金红色光团萦绕着纯净温暖的气息，光团边缘一缕暗红色邪火如被困的长蛇，不停扭动挣扎。这缕邪火是他刻意保留的，
自邪火凤凰武魂进化为光明凤凰后，并未彻底根除，平日里被光明本源死死压制，唯有战斗时可释放用作攻击。黄岩尝试调动体内魂力，将其向丹田中心汇聚压缩，试图凝聚出魂力漩涡，这是凝聚魂核的第一步。可他的魂力刚刚聚拢，便瞬间四散，根本无法形成稳定结构。66级的魂力根基尚且达不到凝聚魂核的硬性门槛，绝非技巧能够弥补。正当他准备放弃，心中忽然生出一个念头，他再次闭眼，小心翼翼调动丹田内光明与邪火两股本源。光明本源温暖稳定，邪火本源狂暴躁动，二者天生相克，相互排斥，却也正因如此，或许能形成奇妙制衡。两股力量缓缓靠近，光明本源骤然亮起，金红色光芒照亮整个丹田，邪火本源也疯狂膨胀涌动，想要冲破压制。黄岩额头渗出细密汗珠，精准把控着二者的距离，寻觅着彼此排斥又相互制衡的临界点。数息过后，两股力量终于达成微妙平衡，隔着细如发丝的缝隙形成诡异的稳定状态。黄岩心中一震，交汇处的松散液态魂力开始向中心汇聚，凝成一个微弱的旋转漩涡。这漩涡尚且稚嫩，连魂核雏形都算不上，却能自主吸纳外界魂力，缓慢壮大。黄岩睁眼释然一笑，确认了凝聚魂核的全新路径。可再度内视感知，他又皱起眉头。丹田内光明本源浩大如骄阳，而邪火本源仅有细细一缕，脆弱不堪。眼下的平衡只是暂时的，若想让魂力漩涡持续壮大，最终凝成魂核，必须补充邪火本源，否则平衡终将崩塌。黄岩倚着窗台思索，自身光明凤凰武魂已彻底蜕变，原有邪火本源只减不增，无法自行修炼补充。转瞬之间，他目光一亮，想到马红俊。马红俊的邪火凤凰武魂虽品质低劣，杂质繁多，却是纯正的邪火本源。此前他已废掉马红俊的武魂，但其体内邪火本源尚未消散殆尽，只是濒临崩溃，依旧可以抽取利用。经光明本源炼化去杂后，完全可以为己所用。至于马红俊的死活，黄岩毫不在意，一个武魂尽废的废人，不值一提。天色渐亮，黄岩温柔吻在他额头，让他再歇息片刻。待水冰儿重新睡熟，他望着渐亮的天际，心中已有完整计较。马红俊身在天斗城的史莱克学院，恰逢凌渊数日之后要前往星斗大森林猎魂，届时可顺路前往天斗城。马红俊武魂尽废，毫无战力，无需大费周章，只需找个由头将其带出，便可抽取邪火本源。弗兰德、赵无极等人根本无力阻拦，玉小刚更是不值一提。七宝琉璃宗内，宁荣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脸上的伤疤还是没有彻底的治好。宁风致真后悔当初让宁荣荣去史莱克，他恨批的现在就去把史莱克学院连根拔起，把弗兰德、玉小刚、赵无极还有那个该死的马红俊统统挫骨扬灰。但灭了史莱克，荣荣的脸就能恢复吗？不能。当务之急是治愈荣荣的脸。宁风致带着宁荣荣、陈星和古荣来到叶家，叶兄，我有一事相求。众人落座，宁风致示意宁荣荣摘下面具。叶仁心看清面容后瞳孔微缩，随即恢复平静。他上前仔细查看青暗疤痕周边皮肤，眉头越皱越紧。怎么样？宁风致急切问道。叶仁心收回手，摇头叹气。宁风致的心瞬间沉了下去。宁宗主，并非我不愿相助，令爱的伤由极致之火造成，火焰不仅灼伤表皮，还损毁了面部神经与毛细血管，邪火更是渗入肌肉深层。九星海棠虽能生机活血，却无法根除邪火，强行医治只会让火势扩散，加重伤势，那该如何是好？古荣忍不住发问。叶仁心缓缓说道：眼下有两个办法，其找到施展极致之火的人，唯有他能亲手收回邪火；其二，寻找拥有极致之兵的魂师，以兵力冻结并引出邪火，再配合九星海棠疗伤。据我所知，如今世上掌握极致之兵的，只有武魂殿青鸾斗罗的弟子水冰了。这条消息是叶玲玲从独孤雁处听来，再转告给他的。得知又要牵扯武魂殿，宁风致陷入沉默。陈星沉声开口：风致，我去找黄岩谈谈，谈何容易？宁风致苦笑，他亲手伤了荣荣，怎会轻易出手？总得一试。陈星起身，魂骨、丹药、金魂币，只要他开口，我们都能答应。宁风致闭目思索良久，为了女儿，他别无选择。返程途中，回到书房内，古荣率先发问：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宁风致撑着额头，沉默许久，前往武魂城去找黄岩。陈星皱眉，叶仁心已经把话说透，天下唯有二人能救荣荣，我没有别的选择。宁风致苦笑，可他心存恶意，万一借机羞辱我们，且在极北之地得罪过黄岩。宁风致表示，就算受辱又如何？只要能治好荣荣，就算让我下跪也心甘情愿。书房内一时安静下来，陈星无奈地表示，黄岩这类人低声下气没用，我们得想好对策。荣荣说过，水冰儿便是极致之兵魂师，所以我们要交涉的是两个人。另外，黄岩身为武魂殿圣子，我们不能贸然登门。我倒是认识武魂殿一些人，可能和黄岩说上话的寥寥无几。宁风致思索道，可以去找独孤博，他如今是血腥亲王府客卿，又受黄岩恩惠，二人交情不浅，由他从中牵线，远比我们直接上门稳妥。宁风致眼中闪过光亮，又暗淡下来。可独孤博性情古怪，未必愿意帮忙，不试试怎知结果？还是我亲自去吧。宁风致拦下陈星，你们留在驻地照看荣荣，我出面周旋更为合适。宁风致来到血腥亲王府，此时独孤博正独自对弈品茶，不必客套。独孤博抬手示意他落座，你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直说来意吧。宁风致直言，我想请先生代为引荐黄岩。独孤博疑惑，你找他所谓何事？宁风致将宁荣荣被极致之火灼伤，无人能医治的经过如实道出，原来是想让他出手治伤。独孤博似笑非笑，你应当清楚，伤是他亲手所为，正因如此，才想劳烦先生从中说和。您与黄岩交好，只要愿意牵线，七宝琉璃宗必记这份人情。独孤博端起茶杯浅饮一口，我可以帮你传话，但他是否答应，我无法保证。多谢先生，先别急着道谢。独孤博看向他，女儿受此重创，你心中当真不恨黄岩？恨自然是有的，但恨意解决不了问题。我如今一心只想治好荣荣。独孤博打量他片刻，笑道：你是个聪明人，话我会带到，最终结果
还要看你的诚意。宁风致道谢后起身告辞，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独孤博低声感慨：此人倒是能沉得住气。武魂城供奉殿，青鸾斗罗拿着独孤博传来的密信，看完后径直走向黄岩的住处。青鸾斗罗将密信递过去，宁风致想要见我，求我为他女儿治伤。独孤博来信说，宁风致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水冰儿凑过来看完信件后表示，岩哥，你打算如何回应？这件事由你自己决断。青鸾斗罗叮嘱道。宁风致心思深沉，绝不会轻易放弃。若是你拒绝，他大概率会求助于比东或是千仞雪；若是答应，便可借机向七宝琉璃宗索要资源。黄岩若有所思，七宝琉璃宗底蕴深厚，魂骨、稀有金属乃至仙草，想必都有收藏。提及仙草，他眼中闪过兴致。斗罗大陆之上，不止冰火两仪眼产出仙草，各大老牌势力也多有珍藏。七宝琉璃宗传承千年，必然有所储备。他转头看向水冰儿，你怎么看？宁荣荣言语失礼，但伤势至此也算过重。水冰儿说道，你若出手医治，七宝琉璃宗便会欠下人情，日后对我们大有裨益。黄岩笑了起来，对方得罪自己，如今却要带着重礼上门求助，还要欠下人情，这笔交易着实划算。你心思倒是周全。他轻捏水冰儿的手，我只是为你考虑，你身为圣子，日后要周旋于各大势力，多一份人脉便少一份阻碍。青鸾斗罗点头赞同。黄岩沉吟片刻，做出决定，我可以见他。青鸾斗罗无奈摇头，我会让独孤博转达消息，切记和宁风致交涉时多加提防。老师放心，我自有分寸。青鸾斗罗离开后，水冰儿问道，你真的打算出手医治？要看他拿出的筹码。黄岩抿了口茶，医治不过举手之劳，有丰厚回报，何乐而不为？我并不记恨宁荣荣，此次前往天斗城，我的目标本就是马红俊。说到此处，他眼底掠过一丝冷意。水冰儿轻轻握住他的手，不再多言，那就静待宁风致前来，看看他的诚意究竟如何。3日后，武魂城城门处，宁风致带着陈星、古荣抵达。宁荣荣留在天斗城由心腹照料，既来之则安之。陈星轻声劝慰，宁风致颔首。3人迈步入城，武魂殿执事早已等候在此，领着众人前往一处雅致庭院。凉亭之内，黄岩与水冰儿端坐石桌旁，见3人到来，黄岩并未起身，只是抬手示意落座。陈星与古荣立于宁风致身后，神色警惕。黄岩淡淡一笑，表示没想到极北之地一别后，还能与宁宗主相见，开门见山吧。圣子想必已知晓我的来意，小女伤势唯有您与水姑娘能够医治，我愿付出一切代价，恳请2位出手相助。黄岩淡淡开口，但你可问过他，当初为何会触怒我？他出言逼迫我给马红俊下跪道歉，还扬言要让我背后的势力一同遭殃。我从不受人威胁，他自然要承担言行的后果。小女自幼被宠坏，言语不知轻重，是我叫你无方，在此赔罪。宁风致起身，对着黄岩深深一揖。陈星与古荣满心愤懑，却只能按捺不动。暗处，青鸾斗罗早已锁定2人魂力，一旦异动便会出手。黄岩坦然受理，心中暗自得意，背靠武魂殿，纵使对方手握滔天势力，也只能低头示弱。片刻后，黄岩淡淡开口，宗主请坐，我若受你赔罪，反倒落人口实。宁风致重新落座，还请圣子开价。魂骨、金属、金魂币，但凡您想要的，七宝琉璃宗绝不推辞，你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黄岩挑眉，绝无半句虚言。水冰儿适时开口，医治之事还有几点顾虑，此事若是公开，旁人难免非议你我双方。以我之见，不如私下医治。宁宗主日后带宁姑娘秘密前来，对外只称伤势另有缘由。另外，经此一事，七宝琉璃宗需欠下严哥一份人情，未来武魂殿有所需求，不得推脱。宁风致心中感慨，水冰儿心思缜密，权衡之后点头应允。黄岩这才接过话头，人情暂且不论，先谈实物。我需要一块年限不低于5万年的魂骨，适配冰儿即可。5万年以上魂骨已是顶尖宝物。宁风致略一思索，应声答应。第二，我要寒星铁晶与赤火玄钢各一块，这2种金属极为稀有。宁风致说道，宗门存有寒星铁晶、赤火玄钢，我会设法寻来。第三，我需要一株仙草，品级不限。此言一出，宁风致脸色骤变。仙草是宗门压箱底的至宝，可想到女儿的伤势，他最终咬牙应允，3样东西我尽数答应，那就定下了。黄岩笑道，你回去筹备物资，半个月后再带宁荣荣前来，届时我们为他医治。宁风致道谢后带人离开，走出庭院，古荣低声道，这几样东西太过贵重，只要能治好荣荣，一切都值得。行至城外，陈星开口，他所要的魂骨与特殊金属，皆是为水冰儿准备。此人重情，可惜不能为我们所用，如今能与其化解恩怨，已是万幸。宁风致长叹，黄岩2人潜力无穷，待他们彻底成长，七宝琉璃宗必将迎来危机。现在主动示好，不过只要有机会，黄岩和水冰儿必须除掉。为了给宁荣荣治脸，宁风致送来了3个宝盒，一块是52000年冰属性幼臀魂骨，通体晶莹，泛着淡蓝白光，握在掌心有温润寒意，与自身光明之火相互排斥，却是最适配水冰儿的极品。另有拳头大小寒星铁晶、赤火玄钢各一块，一蓝一红，分量沉重，2者锻造器皿可承受极致冰火反复淬炼。最后是地龙金瓜，土黄瓜身布满金色纹路，浓郁土属性能量扑面而来，直接服用太过浪费。黄燕轻声自语，打算带回冰火2仪眼栽种，养足年份再炼化，药效至少翻倍。随即小心将仙草收回玉盒，存入如意百宝匣。地龙金瓜属土系仙品，和黑暗圣龙武魂属性相悖，但仙品难得，黄燕并未挑剔。院门外传来脚步声，水冰儿端着盛有2碟小菜、1碗米饭的托盘走入，将石桌空置的玉盒尽收眼底。黄燕拉他落座，笑着取出冰魂骨，这块52000年冰属性右臂骨，专门给你，趁刚送来赶紧吸收，有老师护法，绝不会出事。水冰儿伸手接过魂骨，指尖清凉气流涌入体内，与丹田极致之冰本源产生共鸣，眼中满是惊喜，纯粹至极的冰属性能量，品质极高。黄燕给他夹菜，先吃饭，吃完咱们去供奉殿找老师，正好老师要对你开
展特训，吸收完魂骨，你的实力能再上一大截。水冰儿忽然抬头发问：燕哥，凌渊姐那边可有消息？何时动身前往星斗大森林？还未传信，也就这几日。黄燕放下碗筷，凌渊姐说那只5万年烈火鸾鸟，她独自便能斩杀。叫上我，一是碰碰运气，看能否掉落魂骨；二是让我的裂缝翼吞噬对方凤凰血脉。你愿意同行，绝不只是帮他猎魂这么简单吧？水冰儿直视他，黄燕坦然一笑，并未否认，顺路去天斗城处理一点私事。水冰儿知晓他要去找马红俊，没有多问，轻轻应了一声。饭后，二人收拾碗筷，一同前往供奉殿后山修炼场。青鸾斗罗正立在场中，面前站着略显拘谨的水月儿、学武与沈如。你们3人入了武魂殿学院，便要遵守殿内规矩，今后每日上午来后山，由我亲自指导修炼。青鸾斗罗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水月儿小声发问：前辈，您只收我姐姐为徒，我们也能跟着修习吗？既让你们前来，便会倾囊相授，能学到多少全看自身悟性。青鸾会照看3人，实则是为当初强行带走水冰儿一事心怀愧疚。彼时水冰儿被邪火缠身，濒临绝境，他别无选择。如今妹妹与好友前来武魂殿，顺手照料一番也算心安。3人连忙躬身道谢，脸上皆是喜色。青鸾抬眼望见走来的黄燕与水冰儿，开口招呼2人上前。老师，宁风致送来1块52000年冰属性右臂骨，刚好适配冰儿。青鸾眼中掠过讶异，52000年，宁风致倒是舍得下本钱。为了宁荣荣，这点东西算不得什么。除此之外，还有寒星铁晶、赤火玄钢各1块，外加1株地龙金瓜。地龙金瓜，土属性仙草，你留它作何用途？青鸾此前特意寻月关翻阅仙草典籍，一听名字便知晓来历。黄燕不愿细说缘由，只道留作日后备用，随即说明来意。冰儿要吸收魂骨，劳烦老师护法。青鸾点头示意水冰儿走到场地中央盘膝而坐。水冰儿取出魂骨闭目引导魂力融合，黄燕静立一旁等候。水月儿凑到黄燕身侧小声询问：姐夫，姐姐这是要突破吗？吸收魂骨未必能突破，但综合实力一定会大幅提升。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魂骨？等你修为追上我再说。水月儿悻悻撇嘴，不再追问。学武，沈如望着水冰儿周身缓缓升腾的冰蓝光晕，满眼羡慕。半个时辰过后，水冰儿身上光芒骤然收敛，睁眼时眸底流转冰蓝金光。黄燕快步上前，成了。水冰儿起身活动右臂，笑意浮上嘴角，顺利融合。魂骨附带技能冰霜护甲，体表凝聚极致冰铠，防御力远超我原本的冰环铠甲。青鸾满意颔首，52000年魂骨搭配极致之冰，足以硬抗魂斗罗层次攻击。水冰儿躬身致谢。青鸾随即转向黄燕：凌渊那边你打算何时动身？等他传讯，消息一到立刻出发。3日后清晨，黄燕与水冰儿正在院内吃早餐，一道火红身影从天降落，是一身劲装、高束长发的凌渊斗罗，身姿英气十足。小燕、冰儿，收拾妥当，今日即刻出发。凌渊落座，接过水冰儿递来的茶水，一饮而尽。烈火鸾鸟找到了。黄燕放下筷子问道：已经锁定，在星斗大森林内为一处火山口，5万年修为，实力比预估更强。我独自斩杀不成问题，即便不掉魂骨，你的裂缝翼也能吸收他的凤凰血脉，此行不算落空。那我们即刻启程。黄燕转头看向水冰儿：你留在武魂城等候。水冰儿摇头：我与你同去。你的极致之火，我的极致之冰都能压制烈火鸾鸟，可在旁侧应。黄燕稍加思索，便应允下来。凌渊虽心中略有遗憾，却并未反对。3人简单收拾行囊，离开武魂城，疾驰赶往星斗大森林。森林内为林间，3道身影飞速穿梭，惊飞成群飞鸟。凌渊在前领路，黄燕、水冰儿紧随其后。凌渊姐，距离火山口还有多远？不远，前方冒烟的山头便是。那烈火鸾鸟占据火山10余年，周边10里没有其他万年魂兽敢靠近。3人提速赶到火山脚下，山口浓烟滚滚，空气中充斥刺鼻硫磺味，地表覆满松软黑色火山灰，直被稀疏零落。凌渊抬手指向山口上方，目标在那里。尖锐鸟鸣自山顶响彻云霄，一头双翼展开20米的赤红巨鸟振翅飞出，周身熊熊烈焰翻涌。察觉入侵者后，发出充满敌意的嘶鸣。冰儿退到后方，黄燕伸手拉住水冰儿护在身后，我留下侧影，防止他逃窜。凌渊不再多言，周身赤红火焰轰然爆发，9枚魂环升腾。第7魂技火鸾真身，他化身巨型火鸾直冲天际，烈火鸾鸟迎面喷出炽热火柱。凌渊侧身闪避，利爪直抓对方脖颈，2头火属性飞禽在空中激烈缠斗，火焰飞溅，火星如雨。黄燕立于地面静静观望。92级封号斗罗对战5万年魂兽，胜负早已注定。片刻后，烈火鸾鸟发出凄厉哀鸣，庞大身躯坠落火山口，扬起漫天尘土。凌渊解除武魂真身落地，微微喘息，上前探查尸体后轻轻叹气，没有爆出魂骨。黄燕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宽慰：魂骨本就可遇不可求，不必灰心，我本就没抱太大期待，叫你同行只为博一丝机缘，没有便算了。你快吸收他体内凤凰血脉，莫要浪费。黄燕心念一动，背后外附魂骨裂缝翼舒展，将双翼附在鸟尸表面，暗红色光芒流转，羽翼上细密毛孔不断吞噬残存凤凰血脉。水冰儿走到凌渊身侧发问：能吸收多少血脉之力？烈火鸾鸟血脉纯度不高，能被裂缝翼吸纳的更是稀少，原本85000年年限，能提升3-5千年已是万幸。不多时，烈火鸾鸟躯体褪去光泽，干枯风化，微风一吹便化为飞灰。黄燕收回羽翼，睁开双眼，嘴角带笑，年限提升5000年，如今整整9万年。凌渊难掩惊喜，足足5000年，远超我的预估，你这外附魂骨品质实在顶尖。水冰儿上前握住黄燕的手，由衷为她欣喜。正事了结，下山离开。凌渊拍去掌心灰尘，准备动身，黄燕却驻足原地，眉头轻蹙，闭目感知。怎么了？凌渊回头询问。黄燕睁眼望向火山深处，面露疑惑。裂缝翼吸收血脉后感知大幅增强，火山地底深
深处有微弱却精纯的凤凰血脉波动，绝非魂兽气息，应当是魂骨或是仙草。凌渊瞬间精神一震，水冰儿也惊讶望向浓烟弥漫的伤口，你可有把握？7成。凌渊周身火焰再起，开启火鸾附体，你们在此等候，我下去探查。话音未落，便纵身跃入火山口，身影被热浪浓烟吞没。二人站在崖边向下眺望，仅见暗红岩浆不断翻涌气泡，扑面而来的高温令人窒息。燕哥，底下当真存有宝物，不会出错。烈凤翼对凤凰血脉感知极为敏锐，弟弟那股气息远比烈火鸾鸟纯粹。水冰儿安静陪在他身侧等候。约莫一盏茶后，破风声自山口传出，凌渊冲天落地，他发丝凌乱，脸上沾着火山灰，眼中却满是难以掩饰的兴奋。黄燕故作不知开口，凌渊姐，寻到东西了。凌渊摊开双手，左手托着2块拳头大小、泛着温润红光的赤椒，右手握着一株通体赤红草药，细长叶片形似凤羽，顶端绽放一朵如同凤凰冠羽的红花，浓郁药香四散开来。万年赤椒，黄燕一眼认出物件，炼化后能大幅精进火属性魂力。凌渊难掩激动，2块全是万年品质，我修炼能获益良多。你再看看这株仙草，古籍中仅有零星记载，我从未亲眼见过。黄燕接过仙草清嗅，体内光明凤凰武魂微微震颤，主动与草药药力产生共鸣。此草对凤凰类武魂有极强亲和力，能够滋养武魂本源。水冰儿凑近细看询问，可有名称？古籍只提过相似植株，机关凤凰葵主打提纯血脉，这株蕴含纯粹生命力，重在滋养修复武魂暗伤。凌渊思索道。黄燕细细梳理药力，缓缓开口，这是凤髓灵珠，武魂殿藏书阁残卷有记载，既能拔高凤凰武魂火焰品级，还能修复战斗留下的武魂损伤。当真，7成把握。即便不是凤髓灵珠，品阶也属顶尖，今日全靠你的感知。凌渊姐此番收获丰厚，黄燕心中暗忖，原本打算赠与凌渊一株仙草当做报答，如今火山深处意外寻得适配他的至宝，倒是不必再拿出存货。凌渊分出1块赤椒递给他，笑意温和，今日机缘全是你的功劳，这块赤椒你收下，炼化后助力冲击魂圣，不许推辞。黄燕看向一旁面露感激的水冰儿，不再推脱，那我便恭敬不如从命，预祝凌渊姐炼化宝物后魂力直达95级，我如今才92级，哪能一步登天？凌渊笑骂一声，收好赤椒与凤髓灵珠，此番机缘托你的福，若不是烈凤翼，这些宝物还要深埋岩浆无数年。是凌渊姐自身福缘深厚。凌渊正要提议离开，弟弟突然传来低沉轰鸣，脚下地面持续震颤，三人神色骤变，快走！凌渊双翼展开，卷起2人化作一道赤红流光飞速撤离，身后山口浓烟暴涨，暗红强光冲破地底炸开，漫天火星四散飘落。凌渊全力催动速度，奔出10余里才放缓身形。水冰儿回头回望，心有余悸，方才地底异动究竟是何物不清楚，但能撼动整座火山，至少是10万年层次存在，还好我们脱身及时。凌渊摇头答道。黄燕沉吟片刻，那东西并无生命气息，更像是被我们惊扰的封印能量，无论是什么都与我们无关，既定目标已经完成，不必节外生枝。凌渊不愿多做纠缠，黄燕表面应声，心底却满是疑惑。原著从未记载此处火山有异种，他不由得联想到马红俊的火神9考，猜测火山深处或许藏着火神传承，暗暗决定日后再来探查。三人一路赶路，离开星斗大森林后，在小镇客栈落脚。凌渊定下3间客房，又点了一桌饭菜，好好歇息一晚，明日一早折返武魂城。凌渊一边用餐一边说道。黄燕端杯饮茶，出声发问：赤椒与仙草你打算如何处置？赤椒我自行炼化，仙草暂且留存，以我当前修为，直接服用药力太过狂暴，容易伤及自身，回去请教青鸾长老，询问妥炼化之法。此言有理，仙草炼化方式出错，药效会大打折扣。水冰儿安静用餐，忽然开口：凌渊姐，没能爆出烈火鸾鸟魂骨，你心中是否惋惜？凌渊闻言轻笑，有万年赤椒与凤髓灵珠在手，价值远超1块魂骨，我这趟非但不亏，反而赚得盆满钵满，回去我摆宴席好好答谢你们2人。水冰儿淡淡一笑，不再多言。黄燕放下茶杯，心中盘算后续事宜。星斗森林的任务已经结束，下一步前往天斗城夺取马红俊的邪火本源。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